重生之后，为了让怀孕的老婆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我准备上县城卖些艾草、螺丝肉和韭菜。当中年妇女们了解到韭菜炒螺丝肉是男人的加油站后，就把我的商品抢购一空。第二天，霞光微露，村里的大公鸡传来第一声啼鸣。阿凡一咕噜起身来到厨房，将昨晚还没吃完的烤鱼放到锅里隔晚焖热。可家里实在太穷了，什么都没有，也只能将就一下。随后，他就从家里拿了一个篮子和一捆绳子，篮子里放了昨晚刚挑的螺丝肉，又将门前地里的韭菜割了大半，然后匆匆忙忙地出门去了。没一会儿，阿凡就走到昨天抓鱼的地方，这里有大片大片的艾草。虽然被清河村的村民摘走了不少，但是毕竟四面环山，最不缺的就是植被。今天就靠着艾草挣点钱了。重生回来，看到一贫如洗的家，阿凡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挣钱。可是80年代，别说小山村里的农民，就算是离这里1个半小时路程的小县城，都很少有人做生意。对于他而言，这就是机会。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是黄金，螺丝是黄金，韭菜也是，甚至就连路边的艾草也是。一根根艾草的倒下，阿凡约莫弄了30斤的艾草。他又摘了一些水芹菜放在篮子里，水芹菜炒肉那叫一个香。更重要的是，这是县城里的公家单位的人都喜欢的那种口味。12里路不远不近，1个半小时后，他就走到了县城。早上7点半，他找到了公家单位的家属楼。这会儿都是家家户户起床做早饭的时候，不少人都出来买菜了。今天是清明节，家家都要祭祖的，伙食那可不能差，对待祖宗要有孝心。阿凡刚把摊位摆好，一群中年妇女就围拢过来。阿凡笑了笑，擦了擦头上的汗珠，介绍着自己的货物。这是艾草啊。是的，今天不是清明节吗？所以我赶早来卖一些新鲜的艾草。艾草煮鸡蛋，对女性身体好。看着也挺新鲜的。是的，这是我早上从河边刚摘的。哎，小伙子，你这螺丝肉是什么？这是螺丝肉，很营养的。韭菜炒螺丝可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螺丝肉就是河里的那个带壳的螺丝，那也能吃？是的，螺丝肉营养价值很高，不输鸡蛋，尤其是韭菜炒螺丝，您自家男人吃了，那可是耕地的牛啊。那就给我来1斤艾草，还有1斤螺丝肉和韭菜吧。好的，这就给您称一下。阿凡不断地介绍着自己的货物，吸引了不少顾客。大家看着他手中的新鲜食材，眼睛放光，纷纷驻足购买。人群散去后，艾草一根不剩，螺丝肉和韭菜也没了，水芹菜也被阿凡搭着卖光了。看着眼前空空如也的篮子和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零钱，阿凡笑开了花。就在这时，第一个买艾草和螺丝肉的大姐又回来了，身边还带着几名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子，显然是给阿凡介绍生意来的。螺丝肉炒韭菜，他心里惦念着的呢。就是这个小伙子卖艾草和螺丝肉的，哎，怎么没了？大姐，不好意思啊，您来晚了，已经卖光了。明天我给您再弄点艾草和螺丝肉过来。唉，明天不要忘了。螺丝肉一定得和韭菜炒啊。阿凡看着离去的背影，大声的叮嘱。虽然那个中年女子嘴上说着想要艾草煮点鸡蛋调理身体，但阿凡听懂了，她想要的是螺丝肉跟韭菜。阿凡收拾好东西，来到一处树荫下，掏出口袋里的零钱，仔细的清点起来。30斤左右的艾草，4毛钱1斤，一共卖了11块5毛。8斤螺丝肉，7毛钱1斤，一共卖了5块。韭菜5斤，1毛1斤，一共5毛钱。水芹菜7斤，2毛1斤，一共1块2。今早一共收入18块4毛钱。阿凡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决心，决定明天再来县城试一试。虽然这家属楼收入不低，但是平时吃的也就那几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他相信，只要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让杨文静和未出生的孩子过上好日子。阿凡收拾好摊位，离开了县城的家属楼，随即来到了县城的供销社。供销社相当于后市的超市，不过有些东西要有相应票据，像1斤大米2毛钱，没有粮票就要2毛3分钱。阿凡买了2斤米面和一些鸡蛋，又挑了些酱油、味精等生活必需品。看了看摆在柜子上的灯泡，终究还是没有买它。虽然村子离县城近通上了电，可也没几户能用得起电灯，而现在并不富足，还是先把温饱解决了再说。阿凡走出供销社，见门口有人在卖煎饼，问了一下，素的5分钱一个，荤的2毛钱一个，就买了2荤2素。由于一大早扛着几十斤的东西，又走了10几里路，谁也没喝一口，就坐在一边吃着2个素的煎饼，将剩下的2个揣进了怀里。就算赶回家，煎饼说不定还是热乎的。他马不停蹄地赶往肉联厂，来到一个肉铺前。这猪肉怎么卖？肉票拿来。没有肉票。没有肉票可会贵上不少。瘦肉2块，肥肉2块2，要多少？80年代家家都没有油水，肥肉不仅可以熬油，还存放的久，熬出来的猪油渣更是儿时的美味，所以瘦肉反而比肥肉便宜。不过对于阿凡来说都一样，每样各要了2斤，毕竟杨文静现在需要营养，肥瘦搭配才能均衡。如果不是没看见牛奶，他肯定也要买一些。摊主麻溜的手起刀落，切了2斤瘦肉跟2斤肥肉，用报纸包好就递给阿凡。阿凡拿出钱递给摊主，早上才刚挣的18块4，这就要见底了。这年头想要顿顿吃上肉跟白米饭，还是得赚大钱才行。买完猪肉，阿凡就急忙赶回家，
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又出去鬼混了吧？不过想想也是，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突然变好？正当杨文静来回踱步的时候，看到了阿凡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担忧的神情没有松弛下来，反而皱得更深。他哪来的钱？买的东西可不少，不会是偷的吧？你买东西了，哪来的钱？阿凡看着杨文静紧张的神色，知道他误会了自己，连忙将手里的东西放在了桌子上。别误会，这是我卖东西挣的钱买的，可是干干净净的。你挣的？对啊，我将昨天晚上挑的螺丝肉跟地里割的一些韭菜，还有村头小溪旁边的艾草，也都被我割了一些，拿到县城去卖了，挣了不少钱。真的吗？杨文静心里一颤，难道他真的出去挣钱了？放心吧，我会继续努力赚钱，让你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哦，对了，这是煎饼，我买了4个，路上实在太饿了，就吃了2个，快吃吧。阿凡笑得有点憨厚，又将手里的煎饼往前伸了伸，这让杨文静眼眶顿时湿润了起来。他再次确认道：“这钱真的是你挣的，干干净净的。”对的，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我先去做饭了。阿凡说完，头也不回地进到屋子里，只留下发呆的杨文静。这时他才发现篮子里的东西，这是鸡蛋，还有油，等等，这是什么？竟然是猪肉！我的天啊，这些东西得多少钱啊？他真的不是偷的吗？重生之后，我让怀孕的媳妇吃上了猪肉跟白米饭，却引来隔壁小婶娘杨素梅的嫉妒。为此，小婶娘与小伯大打出手。就在杨文静出神的时候，阿凡已经熬起了猪油，倒了小半锅的热水，将切好的猪油放了进去。看着锅里翻滚的猪肉，阿凡想着自己对杨文静的亏欠。我太不是人了，以后必须让杨文静顿顿有肉吃，天天早上1个鸡蛋，因为我可以挣钱。没一会，猪油就熬好了。阿凡将猪油盛起来，剩下的猪油渣放在了碟子里，小心翼翼地将猪油渣递给杨文静尝尝。我刚吃过煎饼了，不饿。阿凡俯着身子，低着头，都快要贴到杨文静的脸上。尝尝吧，这是给肚子里的宝宝吃的。杨文静的脸更红了，她可以感受到阿凡的鼻息吹在脸上，赶紧伸手接过碟子，将猪油渣放在嘴里细细咀嚼着。阿凡见此才转过身，继续忙着做饭。猪肉炒辣椒、蒸蛋、青菜，再加上香喷喷的大米饭，这比过年都要奢华。阿凡将菜端上桌，食物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肉香味顺着风飘到了隔壁的杨素梅的院子里。这是什么味？我的天啊，这是肉香味，怎么好像是从阿凡家飘过来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阿凡那混小子，怎么可能吃得上猪肉？肯定是我饿过头，出现了幻觉。杨素梅是阿凡的小婶娘，她老公阿文海是阿凡他爸爸最小的亲弟弟，而这个小婶娘精明的不得了，颇会算计。当初分地的时候，就把阿凡爷爷奶奶的地都拿了过去，美其名曰是替老两口种，结果种着种着就变成了他自家的地，让老两口连口吃的都没有。好在二老多生了几个孩子，现在住在二伯家，还有阿凡的父亲和大姑不时的接济一点。2个月前，杨素梅抓了一头小猪仔，心里想着等养大了能挣多少钱，却没成想，这才11、2点左右就闻到了肉香味。这是谁家这么奢侈啊？这真的是肉香味。半晌，杨素梅终于反应过来，这肉香应该是隔壁老朱家飘过来的，毕竟人家岳父是隔壁村的生产大队长，时不时的接济一下自己嫁过来的闺女也说得过去。自家男人也在生产队上工作，一天到晚的瞎混，也只不过勉强填饱肚子罢了。好在自己2个好闺女，大女儿嫁到县城，过年的时候还给了点钱，买了块红白相间的猪肉，那滋味可真是相当的好啊！更别说二女儿，到时候毕业了，端着的是公家这碗金饭碗，别说猪肉了，就算是牛羊肉她也吃得着。现在吃肉以后受罪，现在受罪以后吃肉，我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正当杨素梅嘴里念念叨叨的时候，她看到老猪头扛着铁锹经过了自家门口。老朱，你这是要干嘛去？这个时候除了下地干活还能干嘛？干活？我刚才闻到你家炒菜，猪肉味都飘到我家院子里来了。朱从武愣了一下，看了看挂在天空中的大太阳。这个时候炒菜不是浪费粮食吗？我还要下地干活嘞，顺便去山里转转，看看有没有野蘑菇。朱从武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还猪肉味还炒菜，这老娘们怕是肚里的馋虫犯了。杨素梅愣在原地，不是老朱家，可他左右邻居就阿凡那混小子，老婆快饿死了也不管得住，这能吃上猪肉？就算太阳打西边出来也不可能。他怀疑是自己的错觉，再次抬起头趴在靠近阿凡家的墙壁，用力地嗅着。是肉香，这绝对是肉香。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虽说杨文静是下乡知青，骨子里有傲气，可前2天还不是过来找他借红薯，被他给拒绝了。难不成真的放下面子去偷了？那可不行，我一定要去举报他，让他去踩缝纫机。文静，过来吃饭了。吃饭？难不成这肉香味真是从隔壁那混小子家传来的？杨素梅赶紧跑到屋子里，将家里最高的凳子搬了出来，想越过墙头看一下，可自己家的墙头太高了，根本看不着。不会，不会，一定是我饿糊涂了。杨素梅自我开导，可鼻孔里充斥着挥之不去的肉香味，这让她的心里就像被刺了一下，非常难受。阿凡夹了一大块肉到杨文静的碗里，来吃吧。谢谢你也吃。杨文静依旧觉得不真实，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瘦肉，放到嘴里慢慢咀嚼着，香。
太香了，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一颗一颗的落下。怎么了？不好吃吗？阿凡一脸紧张的看着杨文静，杨文静只是摇头，筷子放在嘴边，一言不发。他们静静的享受着美味的饭菜，幸福的气氛弥漫在小院子里。吃完饭后，阿凡又开始收拾碗筷，杨文静坐不住了，让我帮忙吧。不用，注意肚里的孩子。杨文静脸有点发烫，她发现阿凡好像真的变了。收拾完，阿凡在小床上休息了一会，他下午还有事，决定要去抓些螺丝，晚上来个韭菜炒螺丝肉。况且县城家属楼那里还等他的螺丝肉呢。谁家不希望自己家的男人壮得跟头牛似的？阿凡提着竹篮子走过杨素梅家门口，杨素梅正偷偷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拿着竹篮子干什么？这小子神秘兮兮的，不会是去偷的吧？今天吃上肉了，也不知道端过来孝顺一下婶娘。杨素梅虚掩着门，就等着阿凡回来。阿凡提着篮子悠闲地走着。今天中午，他明显感觉到杨文静内心的变化，对他的看法终于有了一丝改观。良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他一定要好好挣钱，让杨文静跟未出生的孩子吃得饱，穿得暖。阿凡来到小溪边摘着螺丝，一个叫二牛的孩子凑了过来。凡哥，明天带我们去后山找蘑菇和野味呗。你妈来了。二牛一个机灵，缩着脑袋，果真看到他妈妈看向了这边。凡哥，风紧扯呼，下次一定啊。望着一溜烟跑没影的二牛，阿凡拿着手里的螺丝若有所思。傍晚时分，阿凡抱着装满的竹篮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杨素梅的门口时，杨素梅侧身在门边偷偷地观察着。篮子里流着水，还挺沉，他这是抓鱼去了。可这河里的鱼一股土腥味，又小又不好吃，村里除了小孩会烤着吃，大人几乎不吃。那他家的肉是哪来的？杨素梅始终惦记着阿凡家的猪肉香，以至于忘记了做晚饭。阿文海因为刚处理完生产队上的一些小事，心里烦着呢，看着锅里剩下的2个红薯，虽然烤得好，但架不住一年到头几乎都吃这个。文海，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你这婆娘，天黑出来装阿飘吓人啊，走路都不带出声的。你一个大老爷们，胆子怎么那么小？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还冲我喊什么？阿文海心里烦躁，这婆娘不想做饭的时候，就丢2个红薯在锅里。今天遇到事情没控制住脾气。杨素梅可是个泼辣的主，与人吵架从来不吃亏。你有本事别冲着我在窝里横，有能耐冲你隔壁的侄子去啊！2个红薯委屈你了。我告诉你，杨文静饿得要死的时候，我一根都没借给他，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回来能够多吃一口。现在长本事了是吧？你去隔壁看看，现在就去看看，去人家的碗里闻闻，是不是还有猪肉的香味？杨素梅扯开嗓子，顿时划破寂静的夜晚。正在自家院子挑螺丝肉的阿凡竖起了耳朵，虽然听不清对话内容，可看这架势，那肯定是吵起来了。顿时内心泛起了小九九，毕竟之前杨素梅可是一直针对他，背地里说尽了他的坏话，这些他都门清。原本在气头上的阿文海愣了一下，侄子，哪个侄子？阿凡。除了那个不争气的小混蛋，还能有谁？今天那小子家里可是吃了辣椒炒肉，我还闻到了大米饭的味道。人家一个二流子都能吃上猪肉，你一个生产队上混的，除了红薯就是玉米，你好意思吗你？阿文海脑子有点混乱，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知道了杨素梅的意思。吃肉，就那小子，我看你是馋虫上肚了，自己馋的吧？你说我馋虫上肚？阿文海，给你长脾气了是吧？啊，我的头！顿时两人闹得鸡飞狗跳，过了好一会才安静下来。今天清明节，你祭祖了吗？要你说，没看到摆在那里的玉米、红薯、荷香吗？这也太寒碜了！明天你买点肉，好好孝敬一下祖宗，保佑咱二丫能捧个金饭碗。听到有肉吃，杨素梅心情顿时就美了。文海，怎么样？你的头还疼不疼了？娇滴滴的声音让阿文海反胃，逃也似的跑进了屋子，见隔壁安生了下来。阿凡也终于将手里的螺丝肉清理干净，一共挑出了16斤的螺丝肉，加上地里的韭菜，明天再顺手多摘点野菜，少带点艾草，又要有不少钱到兜里了。重生之后，我再次来到县城卖起了螺丝肉跟韭菜。小伙子，你可真守信用啊！今天有螺丝肉啊，韭菜有没有？有的，有的。今天我特意多割了些韭菜，来3斤螺丝肉，再来2斤韭菜。怎么样，大姐？这螺丝肉和韭菜准没错吧？牛，真的是头牛，蛮牛。艾草也来几斤，煮鸡蛋是挺好的。这个水芹菜也来1斤。哎，来，我说你们几个快点！大姐看到了熟人，连忙招呼。这韭菜炒螺丝这么好的东西，可只能告诉他们几人，让他们几个先买。怎么样？昨晚你家老刘咋样？这话你们看这螺丝肉和韭菜就知道了。哦，来，小伙子，2斤螺丝，1斤韭菜。这个水芹菜我也要，炒肉好吃。我也来2斤螺丝肉。
阿凡这里顿时围拢了4、5个人来，不到半个时辰，阿凡带来的东西全部卖完了。小伙子，要时常来啊！这螺丝肉炒韭菜真不孬。大姐，今天可得感谢你帮了那么大的忙。这话说的，大姐也谢谢你。大姐和阿凡挥手告别，阿凡走到人少的地方，清点起今天的收获。阿凡笑得很开心，口袋里装满了钱，一共26.5元。杨文静以后一定天天有肉吃。在县城里的公家单位，一个月也才30几块，自己一天就赚了20几，不过这点收入还差得远呢。阿凡思索着更赚钱的路子，由于早上没吃饭，又一阵了忙活，阿凡的肚子抗议了起来。他在路上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面香味，顺着声音找到了一家面摊。老板，来1碗面。好嘞，客官您先坐，面随后就到。片刻后，老板娘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阿凡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嚯，烫，过瘾！阿凡感受着这个年代地道食物带来的幸福感。后世所吃的都是精致的食物，已经失去了食物的本味。老板，多少钱？5毛钱1碗。阿凡结账准备离去，却没发现有个人一直在观察着他。这小子真的有钱。杨素梅惊讶地看着阿凡离去，她决定跟在阿凡后面，看他究竟要去哪里。杨素梅跟在阿凡的身后，目睹了他先去供销社买米和面，然后又去肉铺买了猪肉。那么大一块猪肉，这小子凭什么吃得比我好？杨素梅决定再买一些肉，她想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她也能吃上肉。既然已经买了，那就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杨素梅想着，等回到家，她要端着饭站在门口，将肉丝给路过的村民看。杨素梅紧随阿凡回到了清河村，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满。她心绪万千地进入院子，坐下发呆。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这个混小子哪来的钱？一把毛票啊！阿凡已经回到了家，将手里刚买的食材放在了桌子上。杨文静看着满头大汗的阿凡，内心再一次被触动。其实米和面都还有，怎么可能那么快吃完？今天一共赚了26块钱，还剩下8块钱，这钱你先拿着。不用，你买的这些够吃好久的，我现在出门也不方便。杨文静将阿凡放在他手里的毛票放在了小木桌上，退到了屋子里去了。阿凡笑着摇头，不过并不气馁，他要让杨文静慢慢的改变对他的看法。这一次带到县城里的食材都卖得很快，看这日头估计只有10来点。杨文静早上也吃得挺好，这个时候做饭肯定还不饿。阿凡想着法子给杨文静做菜，上一世白手起家，什么活没干过，更别说那一手厨艺。阿凡想起了村头前的水芹菜，挺不错，水头鲜嫩，一掐就出汁。这个水芹菜只有搭配猪肉炒才好吃，能激发人的食欲和味蕾。阿凡将猪肉洗好，米和面都放进了厨房，转身拿着篮子就出去了。阿凡提着篮子路过了杨素梅家的大门，杨素梅纳闷地看着阿凡拿着篮子离去，心中充满了好奇。这小子又拿着篮子干什么？要是放在以前，他才不会关注，可如今有点不一样了。杨素梅随手扛着锄头就出门了，她决心要弄清楚阿凡的赚钱门道。一天不知道，他就浑身难受。阿凡摘完了一大把水芹菜，思索着另一条赚钱方法。毕竟过了清明节，螺丝肉就变得又干又柴，不好吃了，也就只能赚这几天。不过水芹菜倒是遍地都是，没一会就摘了一大把。浪费可耻，杜绝浪费，这些够中午吃了。杨素梅看到阿凡手里的一把水芹菜，心中充满了疑惑。这有啥用？炒菜能好吃？杨素梅心里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来到自己的地头。这婆娘不在家弄猪草，跑地里来干啥？干你的活！杨素梅觉得自己这个是正事，只要知道阿凡赚钱的门路，比打草喂猪来的重要，她也要天天吃肉。这娘们脑壳不好使啊！不是买肉回来吃了吗？怎么还是一肚子火？阿文还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又惧怕家里的母老虎，只能闷声干活。阿凡摘完水芹菜，抬头看了看四周，清河村四面环山，山上野兽、竹子、木林、野菜、蘑菇、菌子，啥都不缺。顿时阿凡眼睛一亮，这倒是一个赚钱的好门路，只要将山货源源不断的送到供销社大门，那赚钱的门路就稳了。阿凡说干就干，屁颠屁颠的沿着小道上山去了。杨素梅看着阿凡走的方向，不像是回家。他拿着一把水芹菜去呢，这年头谁会吃水芹菜？看着方向像是去村委。杨素梅恍然才想起来，阿凡的爹娘跟着他二哥住在村委。这小子必定是要钱去了，花那么多钱，恐怕掏光他爹娘的所有家底了。想到这，杨素梅顿时一口气就顺了。文海，今天中午早点回家，咱们吃猪肉。杨素梅娇滴滴的声音传来，瞬间让阿文海打了个寒战。最近这娘们有点邪门啊！重生之后，为了给怀孕的老婆吃上各种美味，我爬上后山，采了一整筐的野生食材。这些山货要是放在后市，那可是时令食材，紧挑得很。杨文静看着阿凡又摘了一箩筐的菜。今天中午加餐？不用的，太多了，吃不完浪费。杨文静站在屋子前的门边上，她能感受到阿凡的改变。1点左右，阿凡做好了饭菜，3菜1汤，整整齐齐的摆在木桌上，香味四溢，让人口水直流。来，多吃点，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营养要跟上。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你只要多吃点，健健康康的，就是感谢了。他这是在对我好吗？
这顿饭吃得很香，特别香。等阿凡跟杨文静吃完，隔壁传来了动静，杨素梅的声音很大，恨不得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能听到。文海，刚买的肉呢，肥的瘦的都有，足足2斤重呢。杨素梅家的门大开，将小桌子搬到了门口，就是要让来往的村民看见。文海，去摘点辣椒过来，炒肉那叫一个香。文海，多掐2把小葱，不知道肉贵啊，这年头谁家能吃得起啊？文海，炒一次猪肉，把阿文海忙得晕头转向，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杨素梅熬起了猪油，不时地想起阿凡买回来的那一大块猪肉，怎么也有3、4斤，还有那米和面。这小子是将他爹妈和他二哥的家底都掏空了吧？可不对啊，阿凡二哥才刚起的房子，哪来多余的钱？不会是老2口的棺材本吧？杨素梅对阿凡更加的鄙夷了。阿凡收拾完碗筷，来到院子前的门口晒着太阳，看到杨素梅将吃饭的桌子放在了门口，不由得愣住了一下。这杨素梅今天吃上了猪肉，这是在炫耀啊！此时正是清河村村民回家煮饭的时候，这不就有村民从杨素梅家门口路过。老张啊，刚从地里回来啊，还没吃吧？哟，那么香，吃猪肉呢，还有白米饭。张德顺羡慕的不行。哎呀，这还多亏了大丫头，嫁到县城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惦记着这个爹娘。今天特意托人告诉我去县城里拿，足足有2斤肉呢。好啊，好啊，这大丫头真孝顺。我家那混小子要是能娶到大丫这样的媳妇就好了。张德顺咂巴着嘴巴，一步3回头的离开了。看到站在门口的阿凡，也选择无视，可能跟他一样也是馋肉了吧。陆陆续续不少村民闻到了肉香，都停下来和杨素梅聊了几句。阿凡在一旁看着乐呵，这吃顿肉不容易，巴不得全村的人都知道。不过也是，这个年代农村人的思想跟不上，没有人有做生意的意识和想法，怕丢人，搞不好还得吃牢饭。阿凡回到屋里，看到杨文静对着剩下的猪肉发呆。怎么了？肉太多了吗？是多了点。肉还剩下这么多，你说怎么办？你是在问我吗？这样听媳妇的。杨文静心里一颤，有点小开心。这2个字听着有点陌生，却又有点温暖。爹妈分开那么久了，他们日子很苦，不如送一点给他们吧。杨文静期待地看着阿凡，当年他犯浑的事还历历在目，家里耕地的牛，外甥长身体的鸡蛋都被他一起卖了，为的就是请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到县城吃顿饭。想到这，阿凡割了一大块肉，又去菜地里摘了一些辣椒，连带着今天在山上摘的一些山货，一起放在了篮子里。出门前还不忘拿了几个鸡蛋。约莫15分钟，阿凡来到二哥阿浩家的门口，看着紧闭的大门，阿凡上前赌的敲门，半晌也没有人应声。阿凡趴在树枝做的院墙上朝里看，也是锁着的，可能是都下地干活去了，我们晚点再来吧。要不再等会吧。也行。阿凡绕着二哥家的房子转悠了一圈，3间土坯房，上面只盖了稻草和树枝，一片瓦跟青砖都没有，日子过得着实艰辛。就在2人要离开之际，忽然看到嫂子李红牵着小外甥阿江河走了过来。嫂子，李红听到有人喊她，抬起头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又很快的消失了。阿凡弟妹，你们怎么来了？吃过饭没？没吃，嫂子这就去给你们做点，家里还有2个鸡蛋。李红急急忙忙的打开门，这2天你爸跟你哥都在忙地里的事，也没时间出去挣钱，不是嫂子小气，实在是。李红的第一反应是阿凡是来蹭吃和要钱的，可这段时间家里出了些事，不但分文未挣，还借了不少。如今阿凡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还带着怀孕的杨文静，肯定是以肚子里的孩子为借口要钱，要是没要到，少不了大闹一场。李红身体绷得很紧，心脏突突的跳着。嫂子，我不是来要钱的，香河有点瘦了。这篮子里有猪肉、鸡蛋和一些蔬菜，我是来给你们送猪肉来的。阿凡将篮子递给李红，李红愣在原地，以为自己听错了，瞪大眼睛看着阿凡。没变啊，长相没变，个子没变，衣服也没变，你是说你是来送猪肉的？阿凡点点头，看着李红，你看。妈妈，真的是猪肉。嫂子，您就拿着吧。阿凡看着愣在原地的李红，径直走进院子，将东西放在凳子上。嫂子，这肉和辣椒炒着吃很香，鸡蛋可以和木耳炒。小香河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要舍不得。对了，爹妈啥时候回来啊？都出去忙了，可能要晚点才能回来。阿凡和李红聊了一会，就带着杨文静离开了。嫂子，你就不用送了，今晚给小香河做点好吃的。阿凡走后，李红对着桌子上的肉和鸡蛋发愁，因为他不知道阿凡这肉和鸡蛋是怎么来的，是偷的、抢的还是骗的。李红一声长叹，唉，这肉啊不好处理啊。妈，我想吃肉。重生之后，为了给怀孕的媳妇天天吃上猪肉跟白米饭，我直接跳到泥田里去抓黄鳝跟泥鳅。你礼貌吗？去把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叫出来，你樊大爷又赚钱了。从嫂子家回来的第2天早上，阿凡一大早就去了县城。根据前世的记忆，这里有一家主打鳝鱼面的面馆，由于口味一绝，生意十分火爆，但因为刚开不久，因此鳝鱼、泥鳅和小杂鱼都准备的不充足。这就是我的机会。不过既然来谈生意，那怎么也得先吃上一碗。吃面呢？是的，来一碗黄鳝面，再额外放点小杂鱼。好嘞，您稍等一会，面马上就来。不一会，一碗香喷喷的黄鳝面就端了上来了。好吃。
阿凡吃完面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坐在一旁等着，等到上午10点多，人流量才少了下来。老板趁机坐下来歇息一会，看到坐在一边的阿凡，老弟，这面还行。行，老哥，今天来除了吃面，还有一件事情，黄鳝泥鳅还有小杂鱼要吗？这不是缺什么来什么吗？要，小伙子，你有多少？有多少，全部都是野生的，河里田里抓的。面馆老板听到后笑开了花，他最缺的就是这些黄鳝泥鳅小杂鱼，别人做的不好吃，可他有秘方啊。多少钱一斤？老板，我的黄鳝泥鳅都是从田里河里抓的，正宗野生的，保证每一条都有大拇指粗，1块钱一斤，如何？水产市场的价格是1块2一斤，阿凡少说了2毛，是要稳固自己手中的生意，长久的发展是要让出利润的。听到阿凡的价格，夫妻2人都笑了起来。行的，看你小伙子长相老实，价格也给的公道。下午5点送点黄鳝泥鳅过来，我看看品相。至于小杂鱼，统一5毛钱一斤，超过筷子长的不要。好，老板爽快人，生意一定越来越红火。谈完生意，阿凡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家面馆。他做的不止一家的生意，山上的好货多的是，不摘不就浪费了吗？离供销社不远的面摊是阿凡上次吃面的地方，他家的面味道也是很好。这个时候刚好最后一人吃完，老板正准备收摊。老板，吃面？不是，那是。老板，山上的野货要不要？木耳、菌子、野菜之类的，都是山上现长现摘的，非常的新鲜，下面可是一绝。4毛一斤，1天50斤。得嘞，明天上午给您送来，您看咋样？行。回去的路上，阿凡脚步轻快，中午12点10分就回到家。杨文静已经做好了午饭，一直在等他。阿凡心中一暖，知道自己的行动，杨文静都能感受到，心中的干劲更足了。阿凡吃完饭就来到了村头，看见几个孩子正在路边玩耍。清河村穷，不读书的孩子很多，10来岁了，大字都不识几个。农忙的时候就在家里帮忙。黑子，记得你凡哥不？凡哥，你怎么才来找我？好几天没喊我去摸鱼抓虾了。阿凡来找他，只有一件事情，带他玩。嗨，今天找你是正经事。正经事？赚钱。不能开玩笑吧，凡哥？黄鳝泥鳅知道吧？2毛钱一斤，你哥我有多少要多少。几个孩子顿时起哄，一斤黄鳝2毛钱，他们才不信。自己赚钱，在村里是真的没人信啊！黑子，你凡哥骗过你，你都信不过你哥我了？真的，抓完黄鳝去我家门口等着，给你们2个小时。记住了。阿凡随即转身离开，他得上山去摘些木耳跟菌子。先回到家，找了一个尼龙口袋，提着篮子就上山去。1个半时辰后，阿凡装了不少山货，菌子比较软，又容易弄碎，只能放在篮子里。木耳、竹笋之类的就都放在了尼龙袋里。阿凡背起鼓囊囊的尼龙口袋，急匆匆的往回赶。他怕几个孩子抓不了多少，就送到自己家去。等得久了，还以为是在耍他们呢。毕竟自己现在的名声在村里要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可到了家里，一个小孩的人影都没见到。文静，下午有没有人来找我？没有。看来应该还在捉黄鳝泥鳅。文静，能不能请你帮我将这些木耳和菌子洗干净了？谢谢了。他竟然对我说谢谢，还要请我帮忙。杨文静的心间触动了一下，一丝暖意流过心田。这一次，杨文静笑了，虽然只有一瞬间，依旧被阿凡捕捉到了。看来这几天的付出是有收获了。这几天什么事情都不让我做，哪怕是洗衣服，阿凡都包揽了，总感觉心里有点空落落的。这次终于是能帮上忙了。10分钟后，门口传来黑子他们的呼唤声：“阿凡哥，快出来！”阿凡赶紧来到门口。阿凡哥，给哟，这不少呢，看起来得有7、8斤吧。你们等一下。阿凡转身进了院子。媳妇，给点钱，付给门口的小孩子卖黄鳝泥鳅的钱。杨文静脸蛋一红，进屋拿了1叠毛票出来，给你。谢谢老婆。阿凡顺手拿起家里的秤，来到门口给黑子他们称起了黄鳝跟泥鳅。黑子总共8斤，1块6毛，来，给你。谢谢凡哥。不一会，其他孩子也都称完了，合计有37斤的黄鳝和泥鳅，要给7块4毛。好在他手里有8块，一直放在杨文静那里，1分都没花。凡哥，这黄鳝泥鳅明天你还收吗？收，你们将钱收好，下午可以继续抓。先在家里养着，不过要是死了，我可不会啊。嘱咐完黑子他们，阿凡赶紧背上装满黄鳝和泥鳅的尼龙袋，快步的向县城走去。1个小时15分后，阿凡来到了黄鳝面馆。老板，你看看咋样？面馆老板接过阿凡手里的尼龙袋子，打开一看，顿时笑得合不拢嘴。鸵鸟，拿秤来。不一会，老板娘拿着秤跟一个竹篮子出来了。面馆老板接到手里，立马称了起来。除去篮子的重量，一共36斤。毕竟一路上的损耗，再加上尼龙袋里或多或少有点水，给，一共36块。阿凡谢过老板，揣进了口袋。我这里小杂鱼也缺货，你看明天能不能搞点来啊？好的，老板，明天的货保证跟今天一样，让您满意。跟老板谈好生意，阿凡笑呵呵的离开了。除去本钱7块4毛，净赚了28块6毛。这生意可做。阿凡想到杨文静很久没有做新衣服了，就来到了县城里的裁缝店。阿凡挑挑选选，才看中一块料子。你好，这块碎花布多少钱一尺？是这块吗？
这布料可是上等的哦，你有布票吗？没有。没有布票的话，1块51尺。拿来6尺布。阿凡毫不犹豫地点了一叠毛票递了过去。会员意外地看了阿凡一眼，数了数，刚好9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阿凡接过布后就离开裁缝店往家赶，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正有一群人堵在他家的门口。重生之后，为了给怀孕的媳妇穿上新衣服，我刚从裁缝店买了1块布回来，就被村里人堵在了家门口。阿凡回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人群一阵骚动，看着阿凡的目光都很不善，特别是黑子的娘，那眼神看是要把阿凡吃掉。什么情况？我没黑了。阿凡来到自家院子前，看到杨文静手足无措、眼眶通红的站在院子里，显然是被欺负了。不过在没搞清楚原因之前，阿凡也不好发作。各位叔婶，这是怎么了？樊小子，你平时无所事事，带着娃子们上山抓鸟、下水摸鱼，我们忍忍也就算了，可如今你这事做得太不地道了。你就说黑子这钱哪来的？1块6毛钱呢？对，还有我们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这几天我天天看到他往家里买东西，肉也称了不少。就你这混小子，肯定是偷了谁家的猪啊牛啊的去卖了吧？应该把你抓起来送去裁缝纫机。可不是，黑子的娘都说了，给了黑子足足1块6毛钱呢，指不定去干什么坏事了，真是缺德冒烟的家伙。人群顿时叽叽喳喳起来，还有不少来看热闹的，尤其是妇女那嘴碎的，竟说些不好听的话。杨素梅站在边上，笑得合不拢嘴。我就知道阿凡这钱肯定来路不正。原来是这事啊，黑子，你来说。凡哥，我都说了，可是阿妈她不信啊，爹还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看着又委屈又难过的黑子，阿凡心中也不好受。各位叔婶，这钱是黑子他们亲手挣的，都是卖黄鳝和泥鳅的钱，干干净净的。我信你个鬼！村民们听了都不相信，一个二流子能挣什么钱？这让阿凡一时半会也难以解释清楚，头疼的揉了揉眉心。这不是正好缺人吗？如果让他们帮忙做事，真的挣到钱了，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哈哈哈！这样吧，各位叔婶，黑子他们的钱虽然是我给的，但也是他们自己亲手挣的。不仅如此，我这里还有很多。说完，阿凡掏出了一叠毛票。我可以保证，这钱来路很干净，不信你们就等着，看有没有人来抓我。村民们看到厚厚的一叠毛票，眼睛都直了。哎呀妈呀，这也太多了！从今天开始，只要抓到黄鳝泥鳅卖给我的，都是2毛钱一斤，不超过筷子长的小杂鱼1毛钱一斤，现金结算，有多少要多少。只要让村民们源源不断的挣钱，他们就知道这钱来的正不正了。你说的是真的？现金结算？是的，明天下午2点前拿来，1分钱1分货。顿时不少村民心动了，看阿凡这架势，也不像假的。再说了，他敢骗那么多人吗？说好的事可不许反悔啊！对的，黄鳝泥鳅2毛一斤，小杂鱼1毛一斤。现在我洗心革面，愿意在各位村民的监督下走上正道。要是有能力，也一定带着各位叔婶挣点小钱，过上好日子。这话一出，唬得人一愣一愣的。他们没想到从阿凡的嘴里能说出这些话来，这是要变天了。我不仅需要黄鳝泥鳅小杂鱼，还要山上的木耳、菌子、竹笋这些山货，不过只收50斤，多了不要。明天一早先到先得，1毛钱一斤。一场风波就这样被阿凡解决了。村民们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看到黑子一天就挣了1块6毛，眼不红那是假的，只是怕来路不正，连带了自己家的孩子。如今搞清楚了，众人的心思也活络了起来。阿凡也不管众人，转身进了院子，看着受了委屈站在那发呆的杨文静，着实有点心痛。他们都说了什么？杨文静摇摇头，紧咬着嘴巴不说话。没事，人家说什么是人家的自由，言论自由嘛，对不对？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布。对的，正宗的小碎花棉布，是给你做衣服的。我不。杨文静话还没说完，阿凡的食指就放在了他的嘴边。你是我媳妇，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刚好此时月上柳梢头，杨文静在月光的衬托下格外美丽。阿凡忍不住的咽了咽口水。我去做饭了。阿凡慌忙离开，他差一点就没忍住，刚好他肚子也饿了。没一会，饭菜就做好了，吃着热腾腾的大米饭，再看着肚子隆起的老婆，阿凡感觉很安心。这才叫生活啊！第二天一大早，阿凡就听到了叫喊声，这是村民们来卖山货了。门口站着4、5个汉子，一脸期待地看着阿凡。这是我昨晚上摘的，新鲜又干净，坏了的都没有。阿凡接过一看，果然整理得干干净净。哇，不得了，不得了！农村人就是实在啊！谢谢叔，我一个个称。韩国庆的是11斤重，1毛1斤就是1块1毛钱。阿凡拿出毛票点了对应的数额，递给韩国庆。很快，其他人的也称完了，一共55斤。虽然多出了5斤，阿凡还是收下了。你小子不错，现在改邪归正了，我们看着也开心。是呀，浑浑噩噩20年了，对自个媳妇好点，娃快生了吧？我们也算看着你长大的，现在好啊。几个汉子都高看了阿凡一眼，阿凡笑着应和着，这些事情能慢慢改观清河村村民对他的看法。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
樊小子带他们赚钱了，为啥不夸？得使命的夸。樊叔，您稍等一会，想问您个事。樊小子，啥事？樊叔，最近您看到我爹了吗？上次从嫂子家回来，阿凡就一直想这个事。他知道嫂子对他有所隐瞒，提到父亲的时候，明显脸色不对。这2天又忙着赚钱，也没顾上。你爹嘛，最近我一直都在忙田里的事，也没时间出去打零工，一直都没碰着你爹啊。不过这个时候都忙，你家的地也不少，应该是下田去了。好的，谢谢叔。唐国庆离去，阿凡陷入沉思。清河村人口不多，但地有不少。由于四面环山，所以住的都比较零散。村头村尾都有水田可以种地。阿凡每次路过村头，也没见着二哥阿浩的身影。下次得抽个时间过去看看。阿凡回到屋里做起了早饭，等到了6点半，杨文静起床了，看着阿凡烧好了早饭，端上了桌子。你每天那么忙，这些小事就让我来吧。你这是在关心我吗？对了，有时间一起去趟县城吧。我不去了，肚子里有孩子不方便。那不行，碎花布买来是给你做衣服的，还得去县城里找裁缝给你量身定做呢。要不等孩子出生给孩子用吧。再说我怀着孩子，那么好的布料，过段时间就不能穿了。阿凡笑笑没有说话，起身离开。他要去清河村村长阿布林家借个东西。出生之后，为了带怀孕的老婆去县城做件新衣服，我来到村长阿布林家借小推车。虽然刚开始他是拒绝的，但1/4炷香后他就诚实了。这个时候不都下地干活了吗？你来干什么？说，我找你有事。这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肯定没憋着啥好事。说，你家是不是有辆小推车？看吧，我就知道这家伙是盯上了自己家的小推车的。阿布林瞬间脸一黑，就要关门，可这门怎么也关不上。说，再怎么说，我这也叫您一声叔了。我家没有小推车，你去别家看看。那是什么？樊小子，这小推车我还有大用。你看我老胳膊老腿的，要是没这小推车，怎么干得动重活啊？阿凡笑了笑，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名声，还真不容易借到东西。不过他早有准备。阿凡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毛票，说：“要不把你的小推车卖给我吧？”阿布林瞬间亚麻呆住了。虽然怀疑阿凡钱的来路，不过既然被这煞星惦记上了，迟早也会被他弄走的。那时候可能1分钱也没有。这小推车也是我花钱请人做的，你要是买，得给我3块5毛钱，我才卖给你。阿凡赢了，这不愧为一村之长，做事就是爽快。阿凡点了3块5毛，递给了阿布林。这以后还得有很多事要麻烦他，这一次算是打下了一个良好合作的基础。阿凡乐呵呵地推着小推车回到了家，将早上收上来的山货放到了小推车上，就马不停蹄地往县城赶去。早上8点多，阿凡就推着小车来到了面摊前。吃饭了吗？吃了来的。老板忙完后，打开尼龙袋一看，哈，这小子会来事啊！所有山货都整得这么干净，虽然多了5斤，不过还是全收下吧。55斤山货卖了22块。除去成本5块5，阿凡赚了16块5毛。虽然比不上前几次挣得多，但胜在稳定，细水长流嘛。就是鳝鱼泥鳅小杂鱼，做不了太久，人多力量大，很快就会被抓完。面馆生意虽然火爆，但也不一定吃得下那么多的黄鳝泥鳅，只有想办法打通水产了。阿凡跟老板打了声招呼，就推着车离开了。1个小时20分钟后，阿凡回到了家。这个时候也到了饭点，阿凡做起了午饭，肉香味再次飘到了杨素梅的鼻子里。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段时间阿凡家天天都有肉香味传来，而且是1日3顿啊，太奢侈了。杨素梅摸了摸空空的肚子，其实她也想去抓黄鳝泥鳅来卖，可她终究是拉不下面子来，想着自己家的2闺女那可是金凤凰，自己抓黄鳝泥鳅给阿凡，不就变相给她挣钱吗？这不是给自己的二丫头丢人。不过话说回来，这猪肉是真的香啊，等阿文海下地回来，得好好跟他说到这个事情。下午我要再去县城一趟，你跟我一起去吧。带我去干嘛？不是说好了要给你做件新衣服吗？先带你去裁缝店量下身做衣服，顺便采购家里的生活用品。毕竟家里的吃穿用度，我怕我记不清楚，所以想带你一起去。我就不去了，肚子里有孩子，走得慢也不方便。下午我把家里收拾收拾。杨文静知道阿凡是去做生意，并不想耽误他。好在这段时间两人的关系缓和了不少，杨文静也不像以前那般惧怕阿凡了。不行，一定要去，就这么说定了。阿凡也不给杨文静扛着进，大口大口的吃着饭。1点左右，陆续有村民送来了黄鳝跟泥鳅。你说你这黄鳝泥鳅一共10斤，2块钱。哇！梅子，你小子今天不错，15斤呢，3块钱，来给你。阿凡陆陆续续收了2个小时，看天色也不早了，也不想耽误了。各位叔婶，今天就先收到这里，我得赶去县城了，还有没来的？各位叔婶看到了，替我知会一声，先放在家里养着，明天下午继续收。这一次，阿凡收了足足有100多斤的黄鳝，50几斤的小杂鱼，将黄鳝泥鳅都倒在了竹篮子里，小杂鱼放在了木桶里，然后用麻绳捆好。
媳妇，来上车。阿凡直接将杨文静抱上小推车，等杨文静坐好，就推着小车匆匆的赶往县城。由于小推车是前窄后宽，杨文静只能面对着阿凡坐着，接近300斤的重量对阿凡来说有些吃力，但为了赶时间，他们下午就出发了。由于天气过于炎热，担心停下来休息会闷坏黄鳝泥鳅小杂鱼，阿凡默默的坚持着，咬牙推着小车来到了县城。1个半小时的路程，硬是比平时快了12分钟。来到面馆前，阿凡已经精疲力尽，喘着粗气将小推车小心的放下，然后扶着杨文静下来。阿凡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面馆夫妇此时正在整理食材，正好看到了他们。哎呀，小伙子，今天带媳妇一起来啊！今天的黄鳝泥鳅小杂鱼收的有点多，担心死在路上，就赶紧过来了。面馆夫妇震惊地看着篮子里的黄鳝泥鳅，阿凡的货物比水产经销社还要多。我的个乖乖，这黄鳝泥鳅得有100来斤吧？都是今天下午刚收的，新鲜的很。说你称一下重量，死了的算我的，不卖给你。听到这话，面馆夫妇眉头舒展了不少。这小伙子真不错，会做生意。媳妇，拿秤来。不一会，面馆老板就称完了。黄鳝泥鳅一共120斤，小杂鱼60斤，这里一共是150块，你点点。面馆老板很爽快，阿凡送来的货太好了，虽然是多了点，但不收，心里又痒痒。谢谢老板。小兄弟，有件事还得跟你说清楚。说，你说吧。我们这家黄鳝面馆刚开不久，每天用掉的黄鳝也就是50-60斤。你这要是以后每天都100斤100斤的送，我们这里也吃不下那么多。说，这样好了，以后每天给你送60斤，后天开始，您看怎么样？行啊，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看好你了。两人做事都不拖泥带水，这才是做长久的生意。阿凡和面馆夫妇打了声招呼，就带着杨文静离开了。这次杨文静是走路的，他知道阿凡已经很累了。媳妇，你饿不饿？杨文静摇摇头。媳妇，你上来吧，我力气大。杨文静摇摇头。媳妇，你猜今天赚了多少？杨文静还是摇摇头。媳妇，看裁缝店。哦，那块昂贵的碎花布被我偷偷收了起来，留着给宝宝做衣服呢。媳妇，你看这是什么？哎，你这是从哪里找到的？嘿嘿，都说了这块碎花布是给你做衣服的，就算你藏得再好，我也会找出来。万一要是找不出来，那就再买一块。重生之后，我带着怀孕的媳妇来到美美裁缝店做衣服，没想到眼尖的老板娘也想给自己来一套。卖完黄鳝泥鳅小杂鱼，我故意绕路带着媳妇来到裁缝店门口。同志，带着媳妇来做衣服啊？是的，给我媳妇做的。快进，快进！你这媳妇可真好看，长得跟西施似的。这美美裁缝店的老板娘叫张美月，不仅眼尖，说话还好听。阿凡听她这么一说，心里那个舒坦。领着杨文静进了店。您看夏季就要到了，像裙子、衬衫、短裤、西服，只要你想得到的，我都能做出来。那真是太好了，我这里有块布料，正好我媳妇怀孕了，想按照她现在的身材做个裙子，只要稍微宽松一点，能穿过这个夏天就行了。这么奢侈的布料，只穿过这个夏天，你确定就只做夏天的裙子吗？张美月生怕自己听错，这块料子怎么也要6-7块钱，再加上1块钱的人工费，只穿一个夏天。乖乖，真是人不可貌相，这是碰上有钱人了。是的，老板娘，半截袖子的长裙到胳膊这，然后微微的一个束口，加上褶皱。阿凡毕竟重活一世，用上一世做服装生意的经验，拿来做一件裙子，着实是降维打击。张美月越听眼睛越亮。阿凡讲的完全超越现在人的眼界，如果做出成品来，一定大受年轻女子们的欢迎。那个，我可以多做一件吗？我觉得你的想法太好了，忍不住也想给自己做一件穿。没问题，要是做得好，以后我家的衣服都会来找你做。张美月笑开了花，原本1块钱的手工费也只要了8毛。等出了裁缝店，杨文静坐上了小推车，毕竟天色也不早了。阿凡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推着杨文静去了供销社。家里的猪肉吃完了，面还有一些，你吃的挺快，毕竟中午晚上吃的都是大米饭，鸡蛋也没剩几个了，这些都需要补充。等买好了米、鸡蛋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后，阿凡借故离开了一会。回来后，手上拎着2斤肥肉跟2斤猪肉。谁家有钱是这样花的呀？回到家，阿凡开始忙碌起来，起火烧饭、熬猪肉炒菜，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杨文静默默地看在眼里。我这算是苦尽甘来了吗？媳妇，出来赏月了。现在又不是中秋节，赏什么月呀？媳妇，你看啊，今晚的月亮好圆好圆，金灿灿的，像是一个大烧饼。阿凡愣了愣，杨文静终于笑了，他知道他离胜利不远了。媳妇，快来看啊，嫦娥奔月了。真的？真的。骗人。嫦娥啊，是下凡了。阿凡从口袋拿出一只精美的发簪，戴在了杨文静的头发上。今晚的月色好美啊。就知道这小子本性没变。天刚蒙蒙亮，阿凡就起床了。收完村民们的山货后，他就赶去县城。这次不仅是卖山货，还要找人。他得趁别人没反应过来之际，进军水产供销社，牢牢地占据市场的大头。老板，这是今天的山货。嚯，这么多人啊！是啊，现在正是上班高峰期，可得忙活一阵了。那您先忙着，山货我放在这，我到附近溜达溜达，晚点回来。阿凡离开面摊，顺着记忆里的路线，来到巷子里的歌舞厅门口。
一个看上去比阿凡小一些的年轻人坐在那里。毛子，这个有没有？多少钱一盒？你是别人介绍的，上次路过歌舞厅，看见你有货，然后打听了一下，这周围就您毛子哥最厉害了，说是什么货都能拿到手。阿凡压低了声音，奉承着毛子。这些当然是阿凡随口编的，他想买的东西要是没点门道，还真弄不到。小子，田慧啊，在这淮阴县城里，就我手里的货多又安全。说了这淮阴县城咱不管，别人手里有的我肯定有，别人手里没有的我还是有的。毛子哥，还得是你啊！说说吧，是要单买呢，还是整盒？阿凡想了想，2盒用来送人，1盒散的应酬，再留1盒备用，就对毛子伸出了4个手指。4根不，4盒。眼前这年轻人看上去不大，出手却这么阔绰，着实不是个简单的人。大前门2块5一包，整个淮阴县城没人有我便宜，别的地方要你2块7、2块8，我看你一次性买了4盒，主动给你便宜，这生意毕竟是要长久做的，不是吗？当然了，你可别往外说。这个我懂，毛子哥，以后有需要还找你。说完，阿凡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大团结，递了过去。毛子接过后，在身后的箱子里摸索了一阵，就拿出了4盒大前门出来。给，拿好了。4盒大前门到手，阿凡并没有着急离开，毕竟像毛子这种常年混迹县城的人，能打听到不少有用的消息。和毛子互吹了一会，阿凡才离开这里，直奔面摊。小伙子来的刚刚好，刚好忙完。你是不知道，加上你这些新鲜的山货，面的味道立马提升一个档次，回头客更多了。阿凡听了这话，也笑得很开心，毕竟客人满意，生意才会持续下去。老板拿出秤，将今天的山货称了一下，有52斤，一共26块钱。一叠毛票递给了阿凡，阿凡也没数，就放进了口袋。小伙子，你送的山货非常好，不管是素面还是骨汤面，味道都鲜美。明天开始送80斤过来。嚯，每天多送30斤，除去1毛钱的成本，还可以多赚12块。阿凡跟老板道谢，就往家赶去。本想着去水产供销社看看，但离这里太远了，跟歌舞厅一南一北，没个40-50分钟根本到不了。下午还要收村民们送来的黄鳝泥鳅，时间不够，只能明天一早再去了。要是能打开水产供销社的大门，这路子不就铺开了吗？黄鳝泥鳅80斤，小杂鱼50斤，山货80斤，每天往县城最低要送210斤的货。阿凡这是累并快乐着。不过还没等阿凡打开水产供销社的大门，自家的大门却被杨素梅带着爷爷奶奶敲开了。重生之后，为了给怀孕的媳妇天天吃上猪肉跟白米饭，我直接跳到泥田里去抓黄鳝跟泥鳅。你礼貌吗？去把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叫出来，你樊大爷又赚钱了。阿凡刚从县城回到家门口，就看到杨文静站在那里。媳妇，你站在这里干嘛呢？这呆子，不知道人家这是在等你回来吗？杨文静见阿凡安全的回来，就转身进了屋，也不告诉阿凡这是在等他。这怀孕的女人变脸咋跟天气一样？阿凡进屋就开始做起了午饭，浓郁的肉香味四散而开，飘到了左邻右舍。而此刻隔壁院子里的杨素梅正掰着指头算着什么。黄鳝泥鳅2毛钱一斤，山货和小杂鱼1毛钱一斤，每天都收180斤的，这每次都要从腰包里拿出去几10块钱呢，是俺们家1年的收入了吧？这混小子天天吃肉，也不懂得端过来孝敬一下我这个婶子。杨素梅心里发堵，想到阿凡每天都有肉吃，就心生不满。刚刚还有卖豆腐的停在他的门前，今天中午肯定又买了豆腐。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阿凡此刻正将切成正方形的豆腐放入热好油的铁锅中，顿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这个味道好香啊！饭菜上桌，杨文静被阿凡养得肉眼可见的胖了，食量也变大了。下次得搞点猪蹄和排骨炖汤给杨文静喝。刚吃到一半，这个时候谁会来找我？也没到收黄鳝的时间啊！阿凡起身打开了一条门缝。杨素梅，门口站着的不止杨素梅，还有小伯阿文海。有事？怎么爷爷奶奶也来了？杨素梅也不管愣住的阿凡，直接领着几人进了屋。院子里正在吃饭的杨文静也是一愣，连忙起身。呱呱，这吃的也太好了吧，比我家过年都好啊！看到一桌美食的几人，不自觉地咽着口水。爷爷奶奶，你们是来找我爹的？哎，你爹他人呢？在我二哥家，这个时候应该出去忙了。是这样，我家二丫头在京城读书，最近需要花钱，所以想找你爹借点。嗨，二丫大学出来后，定然是进的公家单位，到时候1个月可得有几10块钱呢，还能孝敬我们2位。没错，等二丫大学出来，就是我们清河村的金凤凰，那可是飞出了这个山哦，给咱家长脸呢。这出主意的肯定是杨素梅，占了老两口的地，说的是为了让家里的二丫上学，等毕业后就能孝敬二老，可也没见杨素梅给过二老一口吃的。杨素梅和阿文海看着桌子上的饭菜，心急如焚。这小子真是不懂事啊，都不会问一句长辈们吃过饭没，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吃一顿好的了。这肉片可真大块啊！
阿凡沉思片刻，直接忽视了杨素梅盯着饭菜一脸期待的眼神。他让杨文静继续坐下吃饭，转身进了屋里，倒了2碗热水，递给了阿大贵和王秀娥。爷爷奶奶，先喝点热水，我再去准备几个菜。杨素梅和阿文海站在院子里，脸色不好看。算了，只要今天中午能混一顿好的就行了。没听见他说再安排几个菜吗？作为长辈，咱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要让阿凡来请我们入座，这才脸上有光。阿凡去菜地摘了几个辣椒和一些青菜，杨文静自然看出了气氛不对，但他相信阿凡可以处理好这件事。不一会，阿凡就将菜炒好后端了出来，有辣椒炒肉、油炸青菜和2个煎蛋。这是辣椒炒肉，我看是肉炒辣椒吧？这肉也太大块了吧！爷爷奶奶还没吃饭吧？喂，还没吃呢，那就坐下一起吃吧。阿凡将阿大贵和王秀娥拉到桌子前，让二老入座。来，一起吃。阿凡将一大块肉片夹到阿大贵的碗里，杨文静也懂事的夹了一块给王秀娥。2个老人吃得很开心，全然忘了是来干嘛的。而一旁的杨素梅和阿文海不停地咽着口水，2人期待着阿凡过来招呼他们吃饭。然而阿凡坐下后就再也没有起身，自顾自地吃了起来。那呀，我和文海也没吃呢。缠不住的杨素梅是出了名的厉害，脸皮自然也拉得下。吃得正欢的阿大贵听到杨素梅的话，抬头看了看阿凡，阿凡又夹了一大块肉放在阿大贵的碗里。爷爷，您多吃肉，这剩下的肉啊，可都在这里了，专门给爷爷奶奶炒的。阿大贵听了，脸上的皱纹都少了几根，心里那个舒坦。杨素梅和阿文海黑着脸，这混小子就是在故意气他们。我说的，二丫可还在京城受苦呢，她上个大学，吃又吃不饱，穿又穿不暖，她可是我们家的金凤凰，整个清河村的脸面。是啊，爹，咱也不说别的，只是咱这一大家穷啊，我和文海省吃俭用，1分钱都舍不得花，每个月按时给二丫头寄过去，可这还是不够啊。二丫托人来信，已经瘦到了80几斤，那胳膊一捏就碎啊。婶娘，刚进门的时候你们也说了是找我爹借钱，为什么不去找他借呢？在我家院子里哭闹干嘛？你爹不是不在吗？找你也是一样的。那你要借多少？不多，也就50块。不是说好借5块吗？这娘们怎么开口就是50块？好的，我会跟我爹说的，你们找他借50块钱。杨素梅急了，不是找你爹，是找你。找我借钱？哈哈哈，你们找我爹要借多少我不管，那是你们长辈的事，可我有家要养，媳妇怀孕了，还有孩子，那都是需要钱的。你们家二丫读书就一张嘴吃饭，我不一样，我要吃饭，媳妇要吃饭，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吃饭。阿凡不急不缓地说着理由，杨素梅和阿文海的脸色不断变化，2人对视了一眼。这娘们有点要的太多了，50块，疯了吧？怎么敢想的？这年头谁会拿出50块钱借人？樊小子做生意才几天，哪有那么多的钱？5块钱就行了，能买2斤猪肉吃一吃，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这也不怨杨素梅，50块钱可是他精心计算出来的。阿凡收获成本一天就20几块，除去本钱，怎也得挣个1倍吧？这还是他的保守估计。既然一天能挣20几块，这50块对他来说不就是2天的事情？那这样好了，5块就5块，这样行了吧？阿凡，你是不知道二丫学习有多用功，可这学费开支太大了，她现在都吃不起饭了，瘦得跟个豆芽菜似的，你应该帮帮忙。哟呵，听婶娘这么一说，上学确实挺辛苦的。那这钱没有？你敢亲这老半天，你是在耍我呢？真是坏种一个。对，今天正好爷爷奶奶也在，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二丫上学的事，你们家从我爹那借过不止一次，当然他有钱他借是他的事，我管不着。但你张嘴就借50块，真当我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二丫上学跟我有关系吗？她毕业后挣了钱，也是孝敬她的父母。我说错了，不是借50块，是借5块。得了，5块也一样，别说5块，5毛钱也没有。说完，阿凡坐下来继续吃着饭。你这混小子太不孝顺了！你又不是我爹娘，孝顺你干什么？那呀，您看阿凡这小子。嗨，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和阿凡再商量一下。其实杨素梅他家不缺这个钱，就是想要占便宜，毕竟哪有长辈找小辈要钱的，找阿凡他爹借还说得过去，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钱说是借，实际上就是给，根本不可能还回来。我们走，这一次真的太丢脸了。小伯婶娘再见，我还在吃饭，就不起身送你们了。杨素梅还想在这边执拗一下，5块没有，3块2块也成，最起码弄1斤猪肉的钱总不能白来不是。可阿文海黑着脸，硬生生的将他拖走了。吃完饭，爷爷奶奶也没久留，心满意足的离开了。那边真的没事吗？爹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如果实在不行，就拿。没事，不用的。你刚做黄鳝泥鳅的生意，要是小婶娘添油加醋的把这事情传出去，说你不孝，村里人肯定会在背地里说你的。我不担心，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我带着他们赚钱，不少斤两就行了。如果今天我借出去5块，那明天后天呢？杨素梅继续来借，借了钱我还得不到半分好，我爹那是碍于面子，借了几次钱给杨素梅，他们家还了吗？没有，所以我才不当这个冤大头。薅羊毛，薅到我身上门都没有。薅羊毛？我们家有羊吗？重生之后，为了给怀孕的媳妇天天吃上猪肉跟白米饭，我直接跳到泥田里去抓黄鳝跟泥鳅。你礼貌吗？去把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叫出来，你樊大爷又赚钱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啊。樊小子，你的事村长都跟我说了，过2天我就去帮你插秧。好的，谢谢叔。对了，叔，山货从原来的50斤提到了80斤，要多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有钱挣哪会辛苦？平时打零工，一天也不过3、4毛，还累得要死。现在1斤黄鳝泥鳅2毛钱，事情轻巧不说，价格也不低哩。下午3点钟，阿凡停止了收黄鳝泥鳅，他要赶去县城送货。今天黄鳝泥鳅收了260斤，小杂鱼50斤，而黄鳝面馆只要80斤，足足多了180斤啊！这要是砸手里，就得贴36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不一会，阿凡就把黄鳝泥鳅装上小推车。媳妇，家里这些黄鳝泥鳅就靠你了，记得定时给他们浇点水，要不会闷死的。你放心吧，家里就交给我了，路上要慢点，不要着急。杨文静虽然话少，但却是懂他的，不仅人长得漂亮，又是知青，还能吃苦。能娶到这样的老婆，为什么前世不懂得珍惜呢？真是想不通。又是1个半小时，阿凡来到了黄鳝面馆。小伙子，你来了，你的货可真是漂亮。你是不知道，我这生意比平时多了1倍不止，现在吃面都排起了队。哪里，主要是老板你的手艺好啊，就这味道，在咱县城您是独一份。这小子说的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呢？面馆老板称了80斤黄鳝泥鳅，还有50斤小杂鱼。来，给你小伙子，一共是105块。好的，谢谢老板。除去成本20块，阿凡今天一共赚了84块。在这个年代，一天能挣80多块已经是很多了。不过阿凡觉得还是太慢了。再过5个月，杨文静就要生了，到时候住院开销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我也承诺过要给媳妇跟孩子最好的。阿凡道别了老板，推着小推车来到了供销社，补充了一些生活用品，又特意的买了1块白猫香皂。这香皂价格可不低，马上天热了，用香皂洗澡身上会香香的，特别好闻。我想杨文静肯定会喜欢，搂在怀里应该也会不一样吧。第2天一大早，阿凡就被吵醒了。韩国庆和村民们送来了山货，足足有82斤。阿凡挑了2斤留下来，中午做汤给杨文静喝，肯定咸到舌头都想吞掉。阿凡将山货收好，就又往村长阿布林家走去。哟呵，樊小子起得够早的。叔，今天来也是有事找你。你说的那事不是已经搞定了吗？上午韩国庆就会带几个村民去你家地里插秧。说今天来啊，不是说这个事，这不前几天来你家的时候，我看到了2个大箩筐，您看。这混小子又盯上自己了，你要这大箩筐干什么？阿凡直接从口袋拿出了1张大团结，递给了阿布林，说这些钱除了买你的2个大箩筐，还有插秧的人工费，然后再请你帮我找1辆板车。现在的小推车有点不够用了，放不下太多的货，余下的都是你的了。老师麻烦您，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我操，这樊小子是真敢给啊！那个阿凡啊，你上次已经给过钱了，我这哪还能要你的呢？阿布林一直希望阿凡能够浪子回头，现在好了，不仅懂得赚钱，还不忘带着村民们一起致富。这钱啊，他不能要。说你要不收这钱，我往后怎么还好意思找你帮忙啊？阿凡直接将大团结塞到了阿布林手里，顺手拿了2个大箩筐和1个大木桶就离开了。阿凡回到家后，直接将山货放到了箩筐里，随便喝了点粥，就揣着2包大前门往县城赶去。一路抵达县城，来到了小面摊前，看着排起的长队，阿凡知道老板一时半会忙不过来，就把小推车放在面摊前，然后跟老板打了声招呼离开了。40分钟后，阿凡来到了水产供销社，径直找到了门卫大爷，递上了1根大前门。小伙子，这一大早的什么事啊？我想找一下水产经销社的经理。李经理好，我来自清河村，您叫我小阿就行了。阿凡姿态放得很低，顺手递上了大前门。都是为人民服务嘛，不用客气。小阿是吧？找我什么事情啊？来，坐下说。是这样的，李经理，这段时间清河村的村民们自发的抓了几百斤黄鳝泥鳅，主要是怕他们啃坏秧苗，而这黄鳝泥鳅又都是好东西，扔了也怪可惜的，所以我想看看水产经销社能不能收一收，这样对老百姓也是一种帮助。哎呦，不错哦，你能为村民着想，思想觉悟倒是挺高的。今天你还真赶上了，运气好啊。李经理的意思是，最近全省要大力发展水产和农业，现在买黄鳝泥鳅的人多了不少，今天正好有专人过来谈指标。这还真如李经理说的，果然是运气啊。
太感谢李经理了。跟我来吧，市里的人正在开会，你要胆子大，明白吧？明白，明白。阿凡跟随着李山来到了一间会议室。哎呀，黄经理，您来了哟！斯恩同志，你们从市里赶过来，因为指标这个事啊，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能帮你们完成指标，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小阿同志，徐溜镇来的。他们村子里的黄鳝泥鳅太多了，啃食了秧苗，村民们就自发的抓了起来，一天能有几百斤呢。由于没有地方出手，今天赶巧来到了这里，我就带了过来。哇哇哇！不得了，不得了！你这个小同志思想觉悟高啊！我们这段时间收的水产都送到了省里，尤其黄鳝泥鳅还有老鳖卖的是最好的，不知道小阿同志能够提供多少斤呢？阿凡思考了一会，看情况这需要的量是非常的大。李山也暗示过他胆子要大，阿凡瞬间就懂了。黄鳝泥鳅每天可以提供500斤以上。500斤吗？现在正是黄鳝泥鳅好抓的时节。这样吧，你看每天1000斤行不行？当然，我们不仅仅收黄鳝泥鳅，只要是水里的，你有多少送多少。我会跟李经理打个招呼，你们那一片只让你一个人送。我尽量完成任务。哎，小阿同志，不是尽量，而是要保证完成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人家都把话说到了这份上，再推迟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就是典型的出门捡钱吧。阿凡快速的记下每种东西的收购价格，毕竟是发往省城出售，价格要比小县城高出不少。果然是站在风口上，卖黄鳝泥鳅也能飞起来。在这也聊了有不少时间，得赶紧到面摊去，那里还有80斤的山货，40块钱呢。重生之后，我借着改革的东风，顺利的拿到了水产供销社1000斤黄鳝泥鳅的指标。接着我马不停蹄的赶回村里，要扩大规模，让村民们有多少抓多少。今天中午只能委屈你来做饭了，能给我做顿饭吗？好啊，你想吃什么？吃啥都行，只要是媳妇做的，我都喜欢。这呆子就会油嘴滑舌，不过还挺好听的。我现在有急事要去找下韩叔他们，所以中午没办法做饭了。阿凡快步离开自家院子，但没有去找韩国庆，而是又来到了村长阿布林的家里。这小子怎么又来了？樊小子，你又来干嘛？说今天晚上我必须要拿到2辆板车。你小子不是说要1辆吗？现在有急事，今晚必须到位，可以不？你说现在就给你去买去。我记得村头的老许头有1辆，还有谁家有来着？说着，阿布林就起身出门去了，临行还不忘拿起桌子上的5块钱，说记得谁家有大竹篓大木桶的，也给我捎上啊。阿凡在后面大声的嘱咐着，也起身前往韩国庆的家。关婶，我来找韩叔有事，他在家吗？是阿凡了，进来，快进来。关翠花打开门，拉着阿凡的手，硬是拽到了院子里。你韩叔去抓黄鳝和泥鳅了，这可都托了你的福啊，家里能吃得起肉了。关翠花身子骨弱，每年看病吃药需要花不少钱，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阿凡能让韩国庆赚钱，他是打从心底里感激。阿凡也不好直接离开，硬着头皮聊了几句。关婶，你要注意身体，我先去找韩叔了。喂，去吧。阿凡来到后山的水稻田里，找到了韩国庆。韩叔，有正事跟你说，现在这泥鳅黄鳝有多少，我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100斤你也要。不仅如此，还请韩叔以后每天上午跟我一起去县城。去县城干什么？送黄鳝。操！说一会还要麻烦你跟村民们说一下，黄鳝泥鳅有多少要多少，全部送到我家里去。说完，为了不耽误韩国庆抓黄鳝，阿凡转身回了家。毕竟从早忙到现在，已经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到了家里，杨文静已经做好了饭菜。媳妇，谢谢你，真的是太香了。这呆子还会对我说谢谢。吃饭还没吃呢，卖黄鳝的都已经来了。阿凡只能胡乱刨了2口米饭，吃上几口菜，就赶紧过去开门了。来了。樊小子，我们抓的不多，你可别嫌弃啊。张婶，瞧您说的，打今个开始，这黄鳝泥鳅有多少，我要多少，随便什么时间送过来都成，但是晚上不行。有多少要多少，樊小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之前阿凡说了3点以后就不收了，所以大伙抓的也不多。现在好了，不限时间，不限量，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挣更多的钱。想到这，几个村民兴高采烈的离去。一声清脆的铜铃声传来，村长阿布林推着1辆板车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同样也推着1辆板车。樊小子，你要的板车给你搞来了。说，我就知道你最靠谱。阿布林摆摆手，看着来卖黄鳝的村民，心里由衷的为阿凡开心。这小子变了，跟换了个人似的。约莫3点钟的时候，阿凡要给黄鳝面馆送货了，但家里还得有人来收黄鳝泥鳅。媳妇，趁货用吗？你去送黄鳝吧，这个难不倒我。要不去把二哥也请来帮忙吧。好。杨文静的这句话说到了阿凡的心坎里，
只是最近太忙，心里只想着赚钱，把这事忽略了。各位叔叔婶婶，我去县城送黄鳝了，你们有黄鳝泥鳅就交给文静就行。好的，樊小子。樊小子，你媳妇会用秤吧？樊小子，不带你媳妇去县城转转啊？村民们都很朴实，他们故意调笑阿凡，这是对阿凡的一种认可。媳妇，我走了。阿凡挥手跟杨文静告别，就推着小推车去了县城。1个小时20分钟后，阿凡来到了黄鳝面馆。老板，生意兴隆。就你小子会说话，这有一半还是托你的福啊！给钱拿去。这还没称重量呢。以后你送来的黄鳝泥鳅小杂鱼都不用称了，你这小子我一看就知道靠谱。面馆老板将一叠毛票塞进了阿凡的手里，阿凡接过来也没数，直接塞进了口袋。哟，你小子也不数一数，这数目可是不小呢。瞧您说的，您既然这么相信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您呢？两人对视一眼，都哈哈大笑起来，彼此心里面都门清。做生意啊，就是要诚信经营。对了，老板，还有个事要和你商量一下。说吧，什么事？就是这个送黄鳝泥鳅的时间能不能改成早上？要是别人我是不会同意的，但你小子不一样，你说个时间吧。以后每天上午送，你看可行？行。跟面馆老板谈好时间，阿凡马不停蹄的往回赶，他担心杨文静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一天跑2趟县城也浪费时间，所以他才会开这个口。明天得抽个时间去找下二哥，把以前的事说开了就好，毕竟都是亲兄弟嘛。回到家已经是7点了，门口还站着几位村民。樊小子，你可回来了。你媳妇下午到现在都没有歇息过呢。是啊，娶了个好媳妇。阿凡快步走上前，看着额头被汗水浸湿的杨文静，辛苦你了，媳妇。还有人呢。有人怎么了？你是我媳妇啊。这人呐，不知羞。重生之后，为了给怀孕的媳妇天天吃上猪肉跟白米饭，我直接跳到泥田里去抓黄鳝跟泥鳅。你礼貌吗？去把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叫出来，你樊大爷又赚钱了。天色已经黑了，杨文静忙得晕头转向，好在村长阿布林送来的几个大箩筐和大木桶，院子里堆满了黄鳝泥鳅。媳妇辛苦你了。应该的。媳妇，这个是送给你的。什么东西？你拿过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借着月色，杨文静看清了手里的东西。这是香皂，这香味跟记忆中妈妈身上的香味一模一样，是淡淡的茉莉花的清香。这个是肥皂，你在洗澡的时候往身上擦一擦，就会很香的哦。杨文静点点头，拿着肥皂进屋去了。媳妇，这是害羞了。第二天，韩国庆送来了100斤的山货，多出的20斤单独整理在竹篮子里，这里面的山货阿凡另有用处。说这么早应该还没吃早饭吧？没，今天起得早，还没吃呢。那就在我这吃吧。说完，阿凡进屋端出了2碗面疙瘩和1颗水煮蛋。哎呀，使不得，这可是白面疙瘩，金贵得很，只有县城里的人才吃得起吧？好像跟猪肉一样的贵啊。说这次请你帮忙是个体力活，要是吃不饱没了力气怎么做事？你说是不？这韩国庆嗫嚅了半天也没有说出来，心里只想着的要如何把事情做好，这样才对得起手里的这碗白面疙瘩。吃过饭，阿凡与韩国庆将一筐筐的黄鳝泥鳅抬上板车。黄鳝泥鳅大约有700来斤，再加上大大小小的鱼，总共差不多有1000斤。一声清脆的铜铃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阿凡和韩国庆推着板车前往县城。1个半小时后，他们抵达了县城的水产经销社。而此时大门还没开，阿凡走到了门卫室，拿出一根大前门，递给了看门的大爷。哟呵，又是你小子！大爷，是我，这门啥时候开啊？你小子今天又有啥事啊？我是来送货的，昨天就跟李经理说好了的。原来李经理说的人是你啊！快进，快进！阿凡和韩国庆推着板车进了经销社大门，等了半个时辰，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小本子快步的走了过来。你就是徐溜镇来的阿凡？对的，是我。李经理吩咐过了，你们跟我来吧。2个人推着板车，跟着那人来到了地磅处。黄鳝泥鳅一共是680斤，其他的鲫鱼、草鱼等杂鱼有220斤。称完就直接写了一张纸条，交到了阿凡手里。拿着这个去找会计拿钱就行。阿凡从会计那结算了790块，放了10张大团结在篮子里，就去找李山。李经理，是我小啊。哟，小娃来了，快过来坐。好嘞。怎么样，下面没有为难你吧？没有，您打过招呼，顺利得很。李山点点头，不经意地瞟了一眼阿凡手中的篮子。阿凡心领神会。李经理，昨天我亲自上山摘了一些山货，你看看怎么样？李山只是瞄了一眼，看这些山货整得还挺干净，觉得这小子也算有心了。可这小子有心是有心，咋感觉有点不上道啊？李经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家里穷，这个篮子我还得拿回去。不是，一个破篮子也要拿回家，这小子是真傻假傻？这小子还真他娘的上道。你这山货可真新鲜，是昨天晚上刚摘的吧？还是李经理您会演啊，所以我才用竹篮子装这些山货，这样在路上才不容易坏。下次啊，我还得用这竹篮子给您送山货呢。李山找来了2张旧报纸，将山货一层层的往外拿。
上面一层被拿掉后，赫然露出了大团结，看起来有7、8张的样子。乖乖，这小子是个狠人啊，上来就是70、80块，比我2个月工资都多。小阿，这生意好好的做，下面要是有人敢为难你，直接跟我说。好的，李经理，这就不打扰您的工作了。下个星期我还来给您送山货。等阿凡走后，李山一张一张的数了起来。10张，这小子疯了吧？比我3个月工资还要多啊！不过够义气，年纪不大，这么有魄力，够种的。阿凡出来找到了韩国庆，由于昨天下午送了黄鳝泥鳅和小杂鱼给了面馆，今天只要把剩下的山货送给小面摊就行了。叔，辛苦你了，我们走吧。好的。40分钟后，两人来到了小面摊。来了，老板，这是今天的山货。好嘞，搬下来吧。阿凡将山货搬到了面摊前，面摊老板拿起秤，称了起来，一共80斤，32块，给。阿凡接过毛票，也没有数，就收了起来。毕竟财不外露，跟老板打了声招呼，阿凡带着韩国庆离开了。来到供销社门口，阿凡停下脚步，拿出了1块钱，说：“这是你的。”樊小子，你这不是打韩叔的脸吗？说：“这是您应得的，一大早就跟着我来县城，耽误了您抓黄鳝泥鳅的时间，不然这回您已经抓了7、8斤了吧？可不止1块钱呢。这钱您要是不拿，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啊。往后我就不敢请您帮忙了。”在阿凡的软硬监视下，韩国庆收下了这钱。这小子变了，以前人人喊打，现在人人吹捧，也不过就这几天的事。阿凡去供销社买了5个灯泡，又买了一些糖果，这是给小侄阿江河买的，毕竟今晚要去找二哥阿浩道歉，总得有诚意不是？阿凡又拐去肉联厂买了3斤猪肉。11点左右，他们回到了清河村。杨文静听到了清脆的铜铃声，探出了半个身子，看到了阿凡。媳妇，这个给你，你帮我收着。村民们来卖黄鳝，你就拿出来给县钱，不用记账了。这得多少钱啊？这是你卖黄鳝泥鳅的钱，一天就赚这么多？是的，这只是今天挣的，明天还有呢。那么多钱，阿凡也不可能随身携带，这年头外面可不安全。杨文静定了定心神，数了数有60张大团结，光是大团结就有600块呢，这还仅仅是一天挣的。阿凡说明天还有。媳妇，数一数就收起来，一会还有人来送黄鳝泥鳅呢。杨文静点点头，拿起桌子上的毛票，起身进了屋里。不一会，村民们就来送黄鳝泥鳅了。这一忙就是3个多小时。阿凡收了足足有500斤的黄鳝泥鳅，可这还远远不够。上次市里领导说了，黄鳝泥鳅起码也要1000斤，昨天送的就不够，才700斤左右，差了300斤，那可是300块钱啊！不过村里的黄鳝泥鳅再多，也有抓完的一天，你找二哥帮忙，去隔壁几个村子收黄鳝。到了6点多的时候，黄鳝泥鳅收了有700多斤。等吃过晚饭，阿凡就提着竹篮子和杨文静去了二哥阿浩家。阿凡，你怎么来了？嫂子，我是来找二哥还有爹的，顺便送点猪肉。这样啊。李红低着头，像是一个犯错的孩子，站在门口也不让阿凡他们进去。阿凡看出了嫂子的异常，顿时心中一沉。嫂子，二哥和爹呢？爹住院了，你二哥也被人打伤了。什么？爹住院了，二哥也受伤了？爹住院了，你二哥也被人打伤了。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家里的田要耕种，但没有牛，爹就去隔壁村借了1头，没想到刚松完土，这牛就倒下死了。这牛死了，那人家能让吗？肯定不让啊！对方直接开口就要200块，可别说200块了，就是100块咱家也拿不出啊！结果赵大牛就把爹扣在那里了，让家里人拿钱来赎。这不是讹人吗？这赵大牛也太不是东西了！你二哥自然是不干，拎起锄头就要去讨说法，结果没说2句就动了火，直接干起来了。那可是人家的地盘，二哥能讨得好吗？是啊，你二哥被打伤了，导致爹怒急攻心倒在了地上，现在2个人都还在医院呢。我说前世回来接爹的时候，他怎么会行动迟缓，说话不利索，甚至时不时的流下口水，没几年就走了。原来还有这段我不知道的隐情，可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呢？是啊，那时候自己还是个混蛋，告诉自己又有什么用呢？阿凡将篮子里的东西留给了嫂子李红，浑浑噩噩的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现在脑袋发懵，一阵乱哄哄的。杨文静主动拉起阿凡的手，他知道阿凡的内心在不断的自责。如果当初我没把家里的牛偷偷卖掉，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我真该死。你不用自责，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治好爹的身体。如今的你已经可以帮得上忙了呀。你看你一天就能赚几百块呢，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县城卖黄鳝泥鳅，手里的钱越来越多，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杨文静的一番话点醒了阿凡。对啊，现在重活一世，一切都还来得及，我要让那些不好的事不再发生。谢谢你，文静。应该的。第二天，阿凡一大早就起床了。昨天他想了一晚上也没怎么睡。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拿钱去医院。可问嫂子住院治疗要花多少钱，他也不告诉我。其实阿凡不知道的是，上次嫂子李红把做好的猪肉端到医院，
这么香！嚯，猪肉，这是哪里来的猪肉？是阿凡送过来的。什么？那小子哪来的钱买猪肉？偷的？抢的？你也真是的，那孬种的东西呢？要么快把东西给我还回去，真是不会办事。李红那叫一个委屈，从医院回来就哭了一个晚上。媳妇，要不你还是待在家里吧。没事的，我陪你一起去。好吧，那你可坐稳了哦。三人起身赶往县城，经过村长阿布林家门口的时候，阿凡请他告诉村民，今天的黄鳝泥鳅下午再送过去。等把送往县城里的货卖完后，阿凡今天到手795块，再加上家里拿了600块，这回一共有1395块。阿凡带着杨文静赶往了医院。25号房阿文才，这是缴费单，将剩下的费用缴了吧。阿浩接过单子，看着上面的数字，让他感到一阵晕眩。来的时候已经将家里所有的钱都拿来了。这才1星期啊，怎么又要缴费30块？这也太多了。对了，医生让我提醒你们，阿文才的身体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就得去省城治疗，而且还不一定能治得好。护士，这治疗要多少钱？具体的费用我也说不准，估计也要1000块以上吧。这个数对于这个家而言，那可是天文数字。平常好的时候打1天零工也才挣1块钱，不好的时候连活都没有。爸妈，我去找村里人借一借，去求一求村长。这身子算了吧，这可是1000块，整个村子加起来都不一定能拿出来。可是爹，你爹半截身子都入土了，什么大风大浪的没见过，花这钱不值当。就这样，不治了，回家躺2天就好了。阿文才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他的下半辈子铁定是废了，但这总比压垮祖孙3代来的好吧？爹妈，二哥，你来干嘛？你怎么来了？还把文静也带来了。你爹的脾气你也知道，就是怕你担心才一直没跟你说，你可别多想。妈，我知道，我来看看爹还有二哥。爹妈，二哥，我和阿凡来看你们了。爹，你的身体医生怎么说？能有啥事？就是有点不舒服，躺几天就好了。阿文才确实有点不待见阿凡，看见他就心烦。不过这是要搁以前，阿凡见阿文才这好端端的躺在这里也就信了。可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阿凡了，还想瞒着我？看来我得去问下医生具体情况，那才是最准确的。文静，你在这里陪陪爸妈，我出去一下。说完，阿凡就出去了。病房内，你咋来了呢？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来医院干嘛？那个时候，农村人生孩子都是找的接生婆，舍不得上医院花钱，有点小毛病啥的，扛一扛也就过去了。爹，你和二哥都受伤了，我和阿凡能不来吗？这边阿凡来到了医生办公室。医生你好，25号病房的阿文才是我的父亲，我想知道一下他的具体情况。他来了有几天了，主要是怒血攻心伤到了脑部，导致供血不足，引起多种并发症。要想彻底的治疗，代价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还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这些药物可能要从国外进口，我们县医院是没有的。目前也不能再拖下去，要赶紧用药物维持住身体机能，不然错过最佳治疗时间，那就麻烦了。医生，那治疗费用大概是多少钱？1000块左右。1000块，我现在就拿得出。哟呵！不过这还只是治疗费用，后续维持药物都是国外进口的，一瓶就要200-300，一个月需要2-3瓶左右。一个月2-3瓶，那就意味着每个月要花600-700块。对于县城的人家都很困难，更别说山沟里的人家。医生本不想说，但医者仁心，患者有康复的可能，只是这价格太高了。不管每个月是600、700还是1000，我都要治好父亲。阿凡跟医生道了声谢，回到病房。爹，你的身体我问过医生了，只要1000块就能治疗好。什么只要？你小子是被吓傻了，搁这犯混呢？你见过1000块钱吗？阿凡嘴里轻飘飘说出来的话，让家人感到不可思议，都觉得他是被吓到胡言乱语了。这钱我有，一会我就去缴费，你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我再给你换个单间，让我妈好好的照顾你。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你以为是100块呢？偷个牛卖个猪就能换来的吗？你不来看爹，没人当你不存在。现在就知道来添乱，滚回去！这段时间家里人都不知道阿凡已经改邪归正了，靠着卖黄鳝泥鳅每天净赚600-700块，以为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是个二流子，所以二哥阿浩才会发这么大的火。别说了，小浩你别说了，芳儿你带着文静先回去吧，她肚子里还有孩子，不能受到惊吓。阿凡也没顶嘴，安静的看着二哥阿浩。文静，钱呢？杨文静从怀里拿出一沓纸币，整整齐齐的放在了病床上，一张张的都是大团结。爹妈，二哥，这些都是我做生意赚的钱，足够这次的治疗费用了。你个是的，你堂的做生意，什么生意能挣那么多的钱？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你是不是要把你老子给气死？咳嗽。爹，您别生气，这不是阿凡偷的、抢的，是他自己1分1毫辛苦赚来的。啥？
你竟然连文静这么好的孩子也蒙骗，你这个畜生啊！阿文才认为杨文静什么都不懂，是被阿凡给忽悠了。你做违法的事，带着文静干什么？她哪里对不起你了？肚子里可还有你的孩子啊！爹，我是亲眼看着阿凡做生意的，他还带着整个清河村的村民跟着一起赚钱呢。他这个钱来的是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我比任何人都希望阿凡变好。现在啊，他做到了。爹，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不对，现在我知道错了。哥，我去交钱，让爹住的病房好一点。下午还有事，你跟我回去一趟可以吗？好，妈，这是100块，你拿着，不要舍不得吃喝。我爹的身体现在正需要营养。阿凡拿出10张大团结，递给了韩国香。这娘们怎么给钱也哭啊？韩国香收下钱，擦了擦眼泪。好了好了，你快去忙吧，有我照顾你爹就行了。爹妈，我和阿凡还有二哥就回去了。去吧去吧，路上慢点，山路不好走，要慢着点啦。你再不回来，他们都快把你家给拆了。哟，阿浩也来了，你这头。这是走山路不小心摔的，也不知道注意一点，走路慌什么？阿布林责备了2句，也没多想。阿浩之所以跟着回来，就是要看一看这钱的来路正不正。黄鳝泥鳅2毛1斤，张叔，你这是8斤，一共是1块6。什么？就这么会功夫，1块6就到手了？我跟爹去扛木头搬石头，一天也才1块钱啊！二哥，帮我把大箩筐拿过来。啥？好的。阿浩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不过还是走过去将大箩筐拿了过来。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弟弟，看来是真的改邪归正了。虽然还不知道那么多钱是怎么来的，但至少爹那边是可以安心用的。阿浩默不作声，将阿凡称好递过来的黄鳝泥鳅倒进了大箩筐里，兄弟齐心，速度自然也就快了起来。二哥，你晚点回去啊，一会还有人来送黄鳝泥鳅。文静饿了，我先去做饭了。阿凡说完，也不等阿浩回应，就一溜烟的跑进屋里做饭去了。这小子怎么有股肉香味？应该是最近太饿了，这个点谁家会做饭啊？阿浩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那边阿凡已经把饭菜端了出来。二哥，洗手吃饭了。这个点要是没村民来送黄鳝泥鳅，就没人来了。吃饭？刚才樊小子是在叫我吃饭吗？白米饭还有猪肉。爸！这时小江河向着阿浩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杨文静和李红。原来刚刚杨文静悄悄的离去，是去喊李红和小江河过来一起吃饭。爸，我想你了。饶是阿浩这个不懂柔情的汉子，也是红了眼眶。媳妇，李红同样也是红着眼眶。二哥，嫂子，吃饭了。阿凡赶紧招呼众人坐下。小江河看着桌子上丰盛的饭菜，差点激动的跳起来。有猪肉炒辣椒，菌子炒猪肉，青菜炒猪肉，再加上一个蒸蛋，全是硬菜。爸，你快看，猪肉还有白米饭呢。饭桌上大呼小叫的干什么？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啊？孩子都多久没吃过白米饭了？是啊，好久没让媳妇跟孩子吃上白米饭跟猪肉了。二哥，嫂子，你们别客气，现在家里有钱了，这些啊都不是事。吃完饭，阿浩他们也不急着回去，看着小江河在院子里玩得十分开心。二哥，明天开始你就过来一起帮我吧，我和文静忙不过来。清河村毕竟人口有限，一天也抓不到数千斤的黄鳝泥鳅。阿凡想着他和二哥去别的村子收，家里有嫂子跟自己媳妇等着村民过来卖黄鳝，这样每天都能多收好几百斤。好的，哥，家里的房子也多，要不就搬回来住吧。等爹身体好了，回来后再说吧。第二天一早，说官神的身体怎么样了？也就那样，还得多亏你小子带着我们赚钱，现在压力小了不少呢。这是应该的，都是一个村的。对了，说你认识隔壁村的赵大牛吗？赵大牛认识啊，之前和我还有你爹都会在一起找零工作。他为人怎么样？阿凡打听赵大牛是觉得他爹阿文才借牛这个事情有蹊跷，对方还狮子大开口的要200块，这年头山沟里谁家能拿得出来？我跟他接触比较少，你爹跟他接触的多，但他给我的感觉很是憨厚老实。看来这个事情不简单啊。这个时候二哥阿浩也来了，阿凡就没多问，三人推着板车出发前往县城。1个小时20分钟后，三人抵达县城的水产供销社，韩国庆依旧在外面等着。阿浩跟随的阿凡来到了会计办公室。这820斤黄鳝泥鳅就这么变成了820块了，还是从公价单位赚的。阿浩内心充满震惊，不过这也怪不得他，毕竟时代的局限性束缚了思维。看到弟弟挣的是干干净净的，也彻底放了心。离开水产供销社，阿凡带着阿浩来到黄鳝面馆。老板，这是我亲哥阿浩。
是有几分的像。怎么，以后打算让你哥来送？是的，等我积累了第一批原始资金，就要去市里摸索一些新门路，以后的黄鳝泥鳅只能二哥来送了。当然，在离开之前要把所有的路子都铺好。阿凡又带着二哥来到小面摊，同样介绍给了面摊老板。完事后，两人前往了县医院。二哥，你上去吧，我在下面等你。阿凡知道二哥执意要来医院，就是要给爹阿文才汇报情况。阿浩快步来到病房，见到父亲阿文才正在做着恢复锻炼。1234，2234，来了，咋样？看见了吗？看见了，从昨晚到现在，我都在旁边盯着呢。阿浩把村民们卖黄鳝和阿凡将收的货拖到水厂供销社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哼，这个不争气的混小子，终于是开窍了。阿浩放下了心中的担子，从医院走了出来。阿凡自然也没问二哥是去干嘛，他心里又不是猜不到，毕竟换作是他，也会心存疑惑。阿凡推着板车，带着二哥来到了供销社。二哥，以前家里没吃的，现在手里有钱了，不得吃点好的。这里的东西老贵了，不值得。干活需要力气，文定肚子里有孩子，小江河又在长身体，我们不能不买米面粮食啊。阿浩无话可说，只能跟着阿凡进了供销社。以后哥哥嫂子都在一起吃饭，得多买点。阿凡买了100斤的大米，50斤的白面，又买了一些鸡蛋。二哥，你看这100斤的大米，阿浩蹲下身子，一个用力就把100斤米扛在肩上。阿凡拎着50斤的白面和鸡蛋，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将东西放在板车上。阿凡又来到了肉联厂，买了5斤猪肉。这看得阿浩眼皮子直跳。我这个弟弟真的是花钱如流水啊！回到家，小江河已经放学了，杨文静和李红正在忙着洗菜。嫂子，中午我们做红烧肉，下午去医院给爸妈送点，他们肯定舍不得吃点好的。好的。等会吃完饭后，阿凡还要跟二哥阿浩出去收黄鳝泥鳅，而杨文静怀孕了，只能让嫂子李红送去。不一会，午饭就做好了。阿凡没选择在外面的桌子上吃，还有卖黄鳝泥鳅的没走。他们在感激阿凡的同时，也都在猜测阿凡挣了多少钱，毕竟才不外露。小江河，多吃点，在学校好好读书，以后考上清华北大。叔叔，清华北大是什么啊？以后告诉你。吃完饭，媳妇，我跟二哥出去收黄鳝泥鳅了。去吧，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好了。阿浩推着板车走在前面，阿凡跟在后面。二哥，赵大牛家是哪个村的？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可不要放魂去找他打架。二哥，你说什么呢？我可是文明人，咱们就去他们村子里收黄鳝泥鳅。别的村也有啊。二哥，你还不信我吗？那好吧，就去赵大牛所在的村子吧。山里村，民风彪悍，整个村子都没有通电。两人来到山脚下的水稻田边，阿凡清了清嗓子：“收泥鳅黄鳝老鳖喽！”我操！做生意就做生意，你喊什么？二哥，你这就不懂了，咱这叫走生，不喊一下，人家怎么知道咱这是来收黄鳝泥鳅的？阿凡说完，继续的喊了起来：“2毛钱1斤，拿来就能换到钱。”收什么？没听清，好像是收黄鳝泥鳅的。这年头还有人收这个，能好吃吗？这人有毛病吧？黄鳝泥鳅又不好吃，我才没时间去捉呢，还是耕田重要。是我没说清楚呢，还是他们没听明白？收黄鳝泥鳅老鳖喽，2毛钱1斤。我操！你确定要收这个玩意？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对的，2毛钱1斤，童叟无欺，一手交货，一手交钱。那你看一下我手里这条，这条有2斤重，一共4毛，来，给你。真给我？是的，给。黄鳝泥鳅2毛钱1斤，有多少要多少。是真的给我钱了。这下田地里都炸开了锅，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开始抓黄鳝泥鳅，有些还越界到别人田里，引起了争执。李二狗，你别来我家田里，你家田里抓完了吗你？哎呀，不小心！水稻田里的闹剧激发了更多人参与抓黄鳝泥鳅。各位，我在这边2小时，不着急，你们一次性多抓点再送来。天色逐渐的暗淡下来，阿凡将带来的箩筐和木桶都给收满了。这趟下来收了足足有300斤的黄鳝泥鳅。2个人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杨文静拿着煤油灯，担忧的等着阿凡他们回来。媳妇，让你担心了，山里村路远又不好走，今天收了不少黄鳝泥鳅，所以回来的有点晚。对了，咱村送来了多少黄鳝？今天一共收了650斤的黄鳝泥鳅，小杂鱼有点少，只有30斤。这加起来才950斤，还是不够啊。不过清河村的黄鳝泥鳅已经抓了好些天了，接下来就不容易抓了。省里下来的文件可不只是一阵风，装样子，看来有些想法要提上日程了。第二天一大早，阿凡就熟门熟路的前往村长阿布林家。说，来查查我的。阿凡抽出一根大前门垫上去。嘿嘿，你这小子走路怎么不出声的，吓我一跳。阿布林并没伸手接过阿凡递过来的大前门，他是怕这烟拿着烫手。这小子无事不登3宝殿的，来了肯定是有事，就是不知道这事是简单还是困难了。
虽然说他已经改邪归正了，可之前心理阴影到现在想想还是有点犯怵。你小子这一大早的跑过来吓人啊！说家里晚上太暗了，我想给家里通上电。哦，还有呢？没了。阿布林松了一口气，这才接过大前门。下午就给你弄好。阿凡听后乐颠了颠的离开了。下午村长会带人过来通电，灯泡我都买好了，就在房间里。好的，我知道了。吃过早饭，韩国庆和阿浩都来了，三人一如昨日一样出发前往县城卖黄鳝泥鳅。交货拿钱后，韩国庆先回去了。哥，咱们去买2头驴吧。买驴？这干得好好的，买驴干什么？你这是嫌多烧得慌啊！再说这板车上就算有500斤的货物，我也能推得动，一头驴70、80块钱呢，太贵了。二哥，水产供销社的需求很高，现在是有多少要多少。我们俩一人推着1辆板车，收的太少了，一天连1000斤都没有。如果我们分开出去收，那每天能够多收不少。阿凡说的没错，这年头的山路不好走，到处都是泥巴碎石混合起来的土路，一旦遇到下雨，再加上几百斤的货物，那走都走不了。你是对的，昨天从山里村回来的那个土坡，要没我们2人合力，还真推不上去。1个半小时后，二人来到了镇上的牲口交易市场。大爷，你家的驴怎么卖的？卖驴不卖，你去别家看看。阿凡和阿浩一脸懵，这不是牲口交易市场吗？为什么不卖？我们花钱买。这里几乎都是牲口换牲口的，很少有人过来直接买，而且你们俩还空着手四处打量，这不免让人起疑心啊！起疑心？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知道啊，前段时间董家村一户人家的病牛丢了，至今都还没找到呢。据说当时那头牛就是在这牲口交易市场被盯上的。阿凡和阿浩瞬间明白了，感情他们俩这是被误会了。不过阿凡对这头被偷的病牛来了兴趣。大爷，被偷牛的这户人家没有报治安所吗？当然，怎么会没报呢？可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山隔着一山，人家要真的想藏起来，都没地方找。公家的人来了好几个，在董家村附近的山上搜了好几圈也没找到，最多呀也就算了。这事还真那么巧吗？我爸借的牛还没耕几亩地就死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啊。阿凡掏出准备好的1叠毛票。大爷，我们真的是来买驴的。你真的要买俺家的这头驴啊？是的，买驴子来拉货，您出个价吧。可是我也是第一次来卖驴啊，这个价钱是多少我也不清楚。对，这样好了，我想用这头驴子换头牛。大爷，您这1头驴换头牛有点为难吧？这年头哪个贵哪个贱，大家都门清。不是的，我是想换个半大的小牛犊，不是成年的牛。这样啊，那你等着，我这就去买牛。阿凡走到卖小牛犊的地方。大爷，你是牛犊子卖不卖？你当真要买我这头牛？是的，价格合适我就买，您出个价吧。300，就这个价，你去问别人也是一样的。通常大家都是牲口换牲口，要是成年的牛就更贵了。我之前偷卖二哥养的牛，好像才卖了100来块吧，而且还是头成年的牛，真是败家子啊！大爷，便宜一点，280行不行？好吧，成交。我这小牛犊子在这也耗了半个月了，准备换3头小猪仔的。不过看你小伙子是诚心实意，大爷就吃点亏吧。见大爷那么爽快，阿凡也不好意思再压价，点出对应的票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牵着小牛犊来到了卖驴这里。对，还真让我换到了小牛犊子。天啊，好好干活！用1头小牛犊换1头壮年的驴，这明显是有点吃亏的。不过以物换物就是这样，各取所需嘛。1头驴不够，还得再买1头。阿凡在另一个卖驴子的旁边停下。这是看到了同伴，叫得这么欢。这头驴比刚才买的矮了一点，不过4条腿的肌肉鼓胀发达，一看就是能干活的。经过讨价还价，这头驴花了阿凡260元，2头驴一共花了540元。二哥阿浩的脸黑得跟锅底一样。好好干，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重生之后，我和二哥再次来到山里村收黄鳝泥鳅。麻烦小哥称一下重量。是你，狗赵大牛。竟然是你小子，你还敢到山里村来？我还没去找你爹要钱呢。阿凡赶紧拉住阿浩，这要一时冲动跟人家干起来，吃亏的还是他们2人。赵大牛，我是阿文才的小儿子，我叫阿凡。阿文才的小儿子，那不是个废物吗？一天到晚的瞎混，怎么又跑过来收黄鳝泥鳅了？不过这头驴倒还不错，正好可以抵那头牛。今天正好遇到你们俩，那就把牛钱给赔了吧，另外耽误我家的耕种，这笔误工费也是要赔的。加起来给我220块就行了。嘿嘿，给你钱没问题。那头牛是我家用过，走到你家门口死的，这个我认。你说200块，我会1分不差的给你。但是那牛死了，我给你钱，你是不是应该把死牛给我呢？
这么热的天，肯定会腐烂发臭。我已经将它埋了。是吗？那埋哪里了？埋了就是埋了，我都没找你要挖坑处理牛的费用呢。埋了也没关系，你总要让我看看牛骨头吧？只要看到那头牛的骨头，我就把钱给你。阿凡看着赵大牛，扬了扬手里的一沓毛票。原本还想着过几天带上几个亲戚去找阿文才要钱，反正牛的事他是赖不了，所以就100块卖给了牛贩子。现在别说牛骨头了，牛毛都找不到一根。咦，这是咋了？小伙子，黄鳝泥鳅还收不收了？收，来称重，14斤，一共2块吧，您拿好。赵大牛，你不卖黄鳝泥鳅愣着干嘛？你家有矿啊？赵大牛脸色不自然，尴尬的走了。这事就这么算了？这事算不算不在我，在他。如果他执意要钱，就怪不得我了。婶，能问你个事吗？哎呀，小伙子，你说，只要是俺们村的事，我都知道咧。你们村的赵大牛，你熟悉吗？切，孬男人一个，屁用没有，一天到晚不挣钱，还经常在外面偷鸡摸狗的，老婆都跟人跑了。那他家有牛吗？牛就他那孬样，家里穷的叮当响的，牛毛一根都没有。中年妇女对赵大牛充满了鄙夷，一个男人没有用，一家子都倒霉，人人都会看不起。谢谢你，赶紧抓黄鳝泥鳅去吧，有多少我要多少。好嘞。那中年妇女快步的下田去，这么容易挣钱的事可不多。不一会儿，阿凡就收了有200多斤黄鳝泥鳅。照这个速度，今天收个600-700斤不成问题。赵大牛带人来了，一会儿要是情况不对，你就先跑，不用管我。赵大牛领着一帮亲戚过来，气势汹汹的将板车包围了起来。这2个小子就是阿文才的儿子，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今天要是不还钱，你们就别想走出山里村。我说了，还钱可以，要让我见到牛。什么牛不牛的？这么热的天，早就腐烂发臭了。说完，赵大牛直接上手要抢阿凡手里的毛。好在阿凡眼疾手快，收到了身后。赵大牛，你他的在干啥？你们一个个拿着棍子围着小兄弟，想干啥？赵大牛，你要是断了我的财路，别怪我跟你急。一个个山里村的村民义愤填膺的冲了过来，他们以为赵大牛见钱眼开，要明抢。本来他们村里就穷得叮当响，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样挣钱的机会，哪能让赵大牛给毁了？各位叔叔婶子，我是星河村的。之前我爹借了赵大牛家的牛，还回来的时候死了。赵大牛开口要200块，这200块我也答应给他，可他总该把那头死牛给我吧？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啥？赵大牛家里有牛，穷的老婆都跟人跑了，哪来的牛？就是赵大牛，你他的家里哪来的牛？赵大牛，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阿凡不知道赵大牛家的情况，可山里村的村民知道啊。看这样子，赵大牛家别说牛了，牛毛都拿不出来。阿凡知道，趁着这会，赵大牛脑子里有点乱，他得加上一把火。我听说董家村有户人家丢了一头病牛，急得那户人家男人双眼一翻，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当然了，也报了治安所，现在公家人员还在四处搜寻呢。阿凡故意夸大一些事实，吓得赵大牛一身冷汗，就像被抓了的现行。别人不知道牛怎么来的，可他赵大牛心里门清。哇，别人家的牛丢了啊，关我啥事？赵大牛嘟嚷着为自己辩解，刚才的气势也完全都没有了，蔫了吧唧的。赵大牛，你他的要是吓到我们的财神爷，断了我们的财路，你就给我等着。就是赵大牛，你要想不劳而获，明天财神爷不来了，我就把你家给拆了。你要是再不走，我去找村长，将公家的人喊来，看看是咋一回事。赵大牛一时间说不出话来，都是村里人，他怎么说谎都会被揭穿。小兄弟别怕，我一看你们俩就是实在人，赵大牛要敢为难你们，你们就跟我们说。对，要是恐吓你们，俺们帮你。各位叔叔婶子，谢谢你们，明天下午我还来收黄鳝泥鳅，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抓，只要不是死的，我全要。赵大牛知道再这样闹下去，他可能会被抓起来，这种事可是要吃花生米的，只能灰溜溜的带着人走了。傍晚时分，阿凡收了有500斤的黄鳝泥鳅，跟二哥阿浩一起驾着驴车往回赶。你小子是怎么知道赵大牛的牛是从董家村偷的？这个是秘密。你小子忽然，阿浩拉停了驴车。赵大牛，你要是不让开，信不信我捶你？我不是来找事的，我是来和解的。虽然心里10000个不愿意，他偷牛这事要是被告去治安所，自己的最后一顿铁定是吃花生米。啥？和解？对的，只要你们不去告发我，我跟你爹的事就这样算了。这是给你和你爹的医药费。赵大牛从口袋里掏出了2张大团结，递给了阿浩。阿凡笑眯眯的接了过来，他才不会跟他客气。那牛你卖了多少钱？100啊，没有，那牛被我埋了。赵大牛哭丧着脸，
这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谁说这小子废物了？他要是废物，我赵大牛算啥？哥，你有没有想过搞养殖？养殖这年头能养啥？家家户户基本就养几只鸡或鸭，有钱的养头猪啊、牛啊的。对，不过我们是养黄鳝泥鳅。黄鳝泥鳅？是啊，每次从县城水产供销社结完货款都有好几百块钱呢。不过这泥鳅黄鳝的生长周期怎么也要1年时间，这到时候要是水产供销社不收了，那咱不是亏大发了？我研究了一下，省里的文件是刚下来的，这股东风没有那么快过去，我觉得是可以一做的。阿凡毕竟重活一世，知道很快市场经济会取代计划经济，各行各业涌现出很多商业人才。现在提前布局，等东风一到，自然飞得又高又远。好，那我们就养黄鳝泥鳅。不过有些事还是要去先找村长商量一下，这事还不急在一时。简单的兄弟对话，就把清河村的未来发展规划好了。明天得去找李经理探探口风，咱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不是。第二天，阿凡送完货，并没有直接去找李山，而是来到小巷子里的歌舞厅，找到了毛子。嗨，哥，是你啊！今天要不要进去玩会？不用了，我只要大前门，而且这次我要2条。哥，你确定是要2条？是的，有没有？呀，刚好还剩2条，我这就给你拿。毛子从旁边的木箱拿出了2条大前门，阿凡看了一眼，确定没错，就从口袋里掏出了5张大团结，给50块。好的，谢谢哥。对了，你常年混在县城，消息是不是挺灵通的？在这淮阴县城，只要是道上的事，你尽管来问我毛子，没有我不知道的。哟呵，行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下次有事我来找你。阿凡再次回到水产供销社，径直来到了李山的办公室。李经理，哟，小老弟，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哪里的话，李经理，我不是想着这2天嫂子那的菌子木耳应该快吃完了，这不特地又挑了些好的给您送过来。还是小老弟贴心呢。别的不说，你这山货确实鲜美，我家那位看到了，喜欢的不得了，每天晚上回去都能享受到不一样的舒服，这都是托了老弟的福啊。嫂子喜欢吃就好。李经理，看看这次的菌子木耳咋样？李山看着桌子上的竹篮子，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报纸，掀开了盖在上面的衣服。看这大团结的厚度，应该跟上次一样。不过这2条大前门怎么的也要10张大团结吧？李山快速的将东西放到了抽屉。阿凡见状，心中大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能通过李山这条渠道了。小阿，你真是太有心了，今天来找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下面的人没有为难你吧？没有的事，李经理，每次来卖黄鳝泥鳅都很顺利。怎么还叫李经理？你这也太见外了。这样吧，我比你虚长几岁，要是你不介意，以后就叫我李哥吧。那感情好啊，以后我就叫您李哥了。2人又客气的东拉西扯几句后，阿凡觉得可以询问正事了。李哥，最近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愁得我夜不能寐啊。是什么事把我的小老弟愁成这样了？说来给哥听听，看你李哥能不能帮你解决。咱金河村就屁大点地方，这黄鳝泥鳅再多，那也有抓完的一天。就好比是大力发展农业渔业的东风，它还能吹多久呢？呵呵，就这事啊。小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家是徐溜镇的吧？对。徐溜镇那么大的地方，我们水产供销社可只认你一人啊，这么大的市场份额还不够你吃的。李哥，你有所不知，我们那片山太多了，赶个驴车都得2-3个小时，有的甚至更久。这一路上揣着票子，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多了。再加上路上颠簸，这黄鳝泥鳅到了家里都死了一半了，这损失的都是钱啊！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那你今天来是？今天我来，主要就是想知道这阵东风还能吹多久，好为将来做下打算。小阿，就这事，这个老哥可以跟你保证，如今发展农业渔业上面可不是开玩笑的，这阵东风吹的可不只是1年2年。再说了，人民跟着指挥走，这生活条件只会越来越好。这黄鳝泥鳅还都是好东西，不怕没销路。只要我还在水产供销社这里坐着，你送来的东西就一直收。阿凡听完李山的话，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他迟早要离开清河村这个小山沟，去更广阔的天地发展。不过在离开前得给家里人铺好路，让他们不愁吃不愁喝的，这样才没有后顾之忧。阿凡和李山又聊了一回。那就这样了，李哥，我走了啊。等过段时间，我去挑一些更美味的菌子，再抓只老母鸡来，给您和嫂子养养身体。这小子就像肚子里的蛔虫一样，总能恰到好处的解决我的痛点。30如狼，40如虎啊！阿凡离开水产供销社，没有急着回家，而是来到了美美裁缝铺。算算时间，上次给媳妇做的裙子应该是好了。根据我重活一世的眼光，只要这老板手艺没问题，做出来的肯定很好看。大兄弟，你总算来了，我等你等了好久了。老板娘，你这话说的容易让人误会啊！今天正好路过县城，就来看一下上次订的衣服做好了没有。好了，我这就拿给你。张美月将做好的碎花裙子拿了出来，这款式在这80年代肯定是走在时尚前沿的。老板娘的手艺不错啊。
就你会说话。对了，我记得你说你也做了一件是吗？既然这么好看，不如另一件也买回去，媳妇就可以换着穿了。张美月点点头，拿出了另一件裙子，2件裙子基本一模一样，只是第2件的腰部做了些改动，更细了。你2件裙子都想要吗？对的，这碎花裙做得非常好看，本想着把这件也买了，可惜收了邮，我媳妇穿不了。这裙子真有那么好看？本准备留着自己穿的，不过这倒点醒了我，这么时髦好看的碎花裙，我可以挂在店里卖呀。这款式，这造型一定很受欢迎，价格还不低呢。可是这衣服的版型和想法都不是自己的，要是就这样用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其实在这个年代还没有山寨和高仿这么一说，张美月这是自己给自己带上一层枷锁。就算张美月真的将碎花裙挂在店里卖了，阿凡也拿她没辙。等一下，大兄弟，那个，这件碎花裙我可以放在店里卖吗？阿凡愣了一下，搞不懂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问他。见阿凡没开口，张美月以为阿凡不同意，急忙又开口，也不让你吃亏，卖了就给你提成，你看怎么样？我是真觉得这碎花裙子一定好卖，做了这么久的裁缝店，好不容易有件衣服能让我在周边脱颖而出，我是绝不放过的。阿凡顿时来了兴趣，一件碎花裙才能赚几个钱，他倒要看看老板娘能给多少提成。哦，那老板娘准备给我多少提成呢？这一件衣服要6尺布，好的布料是1块5一尺，包含人工的话成本要9块钱。不过我可以将布料的档次降低，做到5毛钱一尺，那成本就不会超过5块钱。不管我每件卖多少钱，只要是用你这个版式卖出去的碎花裙子，一件给你2毛钱。张美月侃侃而谈，以为阿凡一定会同意，结果迎上阿凡那深邃的眼睛，顿时有些心慌，仿佛一切都被看透了。那5毛好了。阿凡依然是不说话，这让张美月有点拿不准。这小子怎么有股与年龄不符的沉稳，那深邃的眼神仿佛一切尽在把握中。6毛。阿凡依旧是不说话。7毛，这已经是最高价了。张美月狠下心来给了一个自认为很高的高价，一件成本不到5块的碎花裙，她完全可以卖10块。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这碎花裙的利润是普通衣服的好几倍。老板娘，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不如大方点了，一件给我1块钱的提成如何？这碎花裙你完全可以卖12块钱，还不还价，我可以保证没有哪个女孩子能抵抗得住对她的喜欢。12块，真的有人会买吗？这可是公家单位上班的人10来天的工资啊！就先卖这一件，实在卖不出去，你就自己穿，反正也不吃亏，不是吗？阿凡笑眯眯地看着张美月，上辈子他也是做过服装生意的，可惜入局太晚，不仅亏了一大笔钱，还差点破产。这一世本不想再做服装生意的，不过既然这个张美月点了我一下，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服装的生意，毕竟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嘛。说我要包地养黄鳝泥鳅。你小子脑壳被门挤了吧？好好的地不种粮食，去养啥黄鳝泥鳅？你疯了也别来找我啊！这事我帮不了你，那是会被人搓脊梁骨的。说我花钱租下来还不行吗？如果你小子是用来多种点粮食，这是好事。可这地每年的粮食收成，镇上都是会下来收的。如果没有粮食上缴，谁会把地租给你用啊？还要收粮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毕竟之前家里的事我也没过问过。那1亩地要交多少公粮？不算少，1亩地50斤，而且要挑好的稻谷，晒干后交上去。80年代，在还没有杂交水稻的情况下，亩产也就小几百斤，上交50斤好的，确实不算少。那到时候我直接交现成的白米行不行？这小子怎么改邪归正后，脑壳也挖塌了？说的这是什么虎狼之词？真的是钱多烧得慌啊！说您倒是给句话啊，这样行不行？行，这不是公家占了吗？有什么不行的？50斤稻谷包了皮，重量自然是要少许多。阿凡要上交白米，那可是实打实的50斤啊！公家有啥不愿意的？真不知道这小子的脑子是咋长的。包地多新鲜的玩意，这是谁告诉他的？可又有谁家会愿意把地租给他呢？叔，我也不是哪家的地都要的。啥？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这货轮到你哥这挑3拣4的，谁家会租给你啊？我要靠近后山那个大水洼附近的田地，那可是一块宝地啊，水源是相当的充足。你这娃子咋喜欢做梦呢？那地这么好，谁会愿意租给你呢？说，你先帮我去说道，价格好商量，万一成了呢？对了，说上次山里村的李二狗托我给他介绍个对象，可我整天到处收黄鳝泥鳅的，哪里认识什么姑娘啊？你看看这几个怎么样？
模样真俊啊，但眼光应该很高吧？这些都是我在爱聊上认识的妹子，每个都勤劳善良，性格好，而且都是真心来找对象的，看重的是内在，操作也很简单。你看，你选择同城匹配，就能配对到附近的小姐姐了。这资料都是真人，不加好友就能视频，每天上线还得匹配新一轮的单身美女，聊都聊不完，一看上哪个直接就能聊，好女孩可不等人，还真不错。回头我就让李二狗去下一个。说完，阿凡见时间不早了，就一溜烟的跑掉了。这个瓜娃子太不像话了。阿凡回到家门口，二哥阿浩已经准备好了2辆驴车。二哥，你继续去山里村，我准备去另一个村子吴家堡。什么吴家堡？我看还是别去了。那里虽然水沟多，可在战乱前那里是出过土匪的，民风比山里村还要彪悍，太不安全了。二哥，周围村子就那么几个，这黄鳝泥鳅迟早有抓完的一天。我先去吴家堡探探路，趁着天气还不是太热，先把路程远的收了，再收路程近的。你放心，我就带300块。阿浩知道劝不动阿凡，也只能无奈答应。毕竟阿凡说的也是实话，这2天收上来的黄鳝泥鳅明显不如前几天，很多都达不到标准。要是遇到危险了，驴车就不要了，自己的安全最重要。2人赶着驴车各自离开，阿凡紧赶慢赶的，花了2个小时20分钟才到了吴家堡。收黄鳝泥鳅喽，2毛钱1斤。这一吼，田里劳作的吴家堡村民齐刷刷的看向阿凡。你他娘的喊什么？黄鳝泥鳅2毛钱1斤？是的，我是来收黄鳝泥鳅的，2毛钱1斤。哇，不得了，不得了！还有人收黄鳝泥鳅，这玩意能吃？他娘的，是这个不？是的，是的。叔，您拿过来，我给您称重，直接给钱。中年男子有点狐疑，不过还是拿着手里的黄鳝走向阿凡。阿凡接过黄鳝称了起来，1斤刚好2毛。阿凡拿出毛票，抽出2毛递给了那个中年男子，可那中年男子根本没接，两眼发绿的盯着阿凡手里的那一沓毛票。我操，这个不会动手抢吧？叔，这是您的钱，我今天是特意来吴家堡收黄鳝泥鳅的，2毛钱1斤，有多少我收多少。中年男子艰难地移开盯在毛票上的眼睛，接过阿凡递过来的2毛钱。你等着，都他娘的给我抓黄鳝泥鳅去！这小子是来咱吴家堡送钱的。男子扬了扬手里的毛票，顿时田里劳作的村民炸开了锅，纷纷抓起了黄鳝泥鳅。刚才那人的眼神太可怕了，跟条狼一样。阿凡不知道的是，幸好刚才那人是吴家堡的村长，是懂道理跟纪律的。要是换做其他村民，上来就一拳把他撂倒，只给他留一条遮羞的底裤。2个半小时后，阿凡收了有500斤的黄鳝泥鳅。如果二哥能收个300-400斤，再加上本村村民送上门卖的，今天就能超过1000斤了。阿凡看了一眼天色，见时候不早了，准备收摊回家。各位叔婶，现在时候不早了，今天的黄鳝泥鳅就收到这，等明天我再来咱吴家堡收黄鳝泥鳅。村民们都不说话，手里捏着毛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但都下意识地挡住了阿凡的去路。他要回去！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田里抓黄鳝的村民哗啦啦的一下涌过来，直勾勾地盯着阿凡看。阿凡嗖的一下冷汗直流，心脏咚咚咚的直跳。都他娘的散开，围着人家小兄弟干嘛？吴保国推开人群，来到阿凡面前，伸出了手。我叫吴保国，是吴家堡的村长。都他娘的散开，散开，吓着人家人。清河村，阿凡，让你见笑了。这上门收黄鳝泥鳅在我们村，这是头一遭。咱们村民眼皮子浅，没咋见过钱，这都是过来感谢你的，又担心你明天不来了，不懂得表达才堵了你的路。小兄弟不要介意啊。这感谢的方式还真特别啊！吴村长放心，明天我还来，大概还是下午2-3点。您可以让村民们先抓一些放着，这样省时又省力，村民们也能多赚点。让开，都让开！没听见小兄弟说话吗？明天他还来。吴保国的话很管用，人群哗的一下散开了。阿凡坐上板车，拿着棍子朝驴屁股狠狠来了一鞭。此刻他只想快点离开吴家堡。村民们注视着越走越远的驴车。村长，要不要将他留下来？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他娘的想着那些勾当，真要出事了，你以为公家单位的人查不到吗？吴保国只能半真半假的吓唬这些村民，他还真担心有人有想法，那样可是断了整个村子的财路。一辈子窝在这个山沟沟里，还要给这些村民说道理讲纪律，这头是真的大。嘿嘿，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哟呵，你们村长吴保国可说了，不能阻拦我回家。
拿五宝国来压我，老子才不买他的账。今天你要想回家，可得留下点东西，咱卖身不卖啊！不对，咱只谋财不害命。真的遇上村霸了，不过还好，只要钱。各位大哥，我带来的钱都收黄鳝泥鳅了，身上实在没有了。放你娘的屁！我们早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你手里可是拿着厚厚的一沓毛票，怎么就没了？这说话归说话，干嘛骂人呢？是真的，各位大哥，您要是不信，可以上来搜身。其实阿凡早就将剩下的毛票藏在了板车的缝隙里，又在上面盖上了箩筐。我劝你老实点，你人过来，放100块在路中间的石头上，然后退回去。我们拿了钱，自然就放你走。这几个人不过来，就是怕我见到他们的模样。他们想要钱，又怕我告诉吴保国。这村霸当的有点憋屈啊！几位大哥，你们看我箩筐里只有黄鳝泥鳅，真的没有100块啊！阿凡知道，不管身上有没有钱，都不能给他们，不然肯定是很难上啊。这里离吴家堡有段距离，想跑回去也不太现实。关键时刻，驴子发出了叫声，传得格外的远，打破了这沉重的气氛。让你的破驴别叫了，不然就把它做成驴肉火烧。他娘的，好不容易来了个肥羊，还得偷偷摸摸的，都怪吴保国。大哥，这驴听不懂人话啊，我也没办法。阿凡故意双手做喇叭状，大声地说道：“你他娘的小点声！这小子虽然是肥羊，就是有点扎手，又不敢嘎了他。要是断了吴家堡村民的财路，还真不好瞒过去。”我哥，你说这咋办啊？这小子竟然知道拿吴保国来压我们，事情有点不好办啊！要不我们……你压疯了吧？这人能大把毛票驾着驴车来收黄鳝泥鳅，出事了能没人找？这几人没一个人踏出过吴家堡，以为拿了钱就能去外面的世界逍遥快活。要不算了吧，我觉得抓黄鳝泥鳅也能赚钱，咱们多抓一些，等挣了钱一起去镇上看看。去你的吴小黄，不要动摇军心。阿凡故意用鞭把手戳驴屁股，驴的叫声穿透力强，可以传出去很远。阿凡希望能让吴家堡的村民听到，赶过来看一看。要不趁着现在天黑跑回吴家堡？可是这驴车跟黄鳝加起来也得有800、900块呢。就在阿凡纠结的时候，从吴家堡的方向出现了一道光亮，远远的还在不停的移动。阿凡心中大喜，不停的用鞭把手戳着驴屁股。随着驴叫声越大，那火把移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起来。他奶奶的！几人瞬间来了火气，手里握着大石块，就向阿凡冲了过来。这20岁的小年轻，血气一上头，爹妈来了都不管用。救命啊！救命啊！几人一听，速度明显快了起来，而那火把移动速度更快了，两边都在跟速度赛跑，同时也隐约听到是吴保国的声音。你们村长吴保国来了。几人听到吴保国3个字，立马停止动作，抬头张望，果然看到不远处有火把在快速移动。干林娘，慌紧扯呼！几人知道这次失败了，赶紧跑进了旁边的小山里。吴保国拿着火把，喘着粗气来到了阿凡面前。怎么样，人没受伤吧？幸好吴村长来得及时，那几人跑了。吴保国也松了一口气，这事不用想就知道，一定是吴家堡村民干的。他娘的，肯定是那几个20来岁的二流子干的。黄鳝泥鳅2毛钱1斤，这么容易赚钱的活计，也没见那几个人来抓，果然是没憋好事。吴保国举着火把，一路陪着阿凡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直到出了吴家堡附近的山坳，看着阿凡驾着驴车融入黑夜，他才转身回去。哼！今晚必须将村里的几个二流子好好的治一治。另一边，阿凡赶着驴车，心情也逐渐平复。没想到上辈子英明一世，这辈子差点栽在吴家堡这个山沟沟里。1个半小时后，阿凡终于来到了村口处。他从远处就看到了一道微弱的光亮，原来是杨文静拿着马灯站在村口等着他回来。阿凡赶紧跳下驴车，快步的走到了杨文静的身前。杨文静眼眶通红，脸上写满了担忧。媳妇，杨文静眼泪汪汪又委屈巴巴的样子，惹人怜爱。阿凡再也忍不住了。半个小时后，阿凡牵着驴车载着杨文静回到了家。二哥阿浩坐在院子里不断的自责：我当时就应该拦着阿凡，不应该去那么远的地方，就算要去，也应该2个人一起去。二哥，嫂子啊，阿凡，你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回来了，主要是吴家堡的村民太热情了，说的有点晚，我又不熟悉路，回来的路上迷路了，让二哥跟嫂子担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关于差点被劫这件事，阿凡是不可能说的，要不然以二哥那个性子，是不会再让他去吴家堡收黄鳝泥鳅的。吃过晚饭，阿凡站在院子里清点着今天收的黄鳝泥鳅。今天在吴家堡收了520斤，二哥在山里村收了400斤，本村村民送来了380斤，一共是1300斤，那可是1300多块啊！这一趟的吴家堡是去值了，明天下午还得再去一趟吴家堡。
第二天一早，阿凡就去找村长阿布林。昨天的事还是心有余悸的，这万一要是受伤了，那可就耽误了养殖黄鳝泥鳅的黄金时间。说我胞弟的事咋样了？还行，靠近大水洼的老张家、老胡家、老许家都同意的，不过他们想知道你愿意给多少毛票租他们的地。说你觉得给多少合适？你这小子滑头的很，都是一个村的，又是靠地吃饭，给少了过意不去。1年1亩地给个100块吧。这个价格是阿布林一点一点算出来的，1亩地1年满打满算生产400斤粮食，1斤卖2毛钱，合计也不过才80块，还不算上缴的50斤粮食。说这1年100块的价格我能接受，不过为了避免日后产生矛盾，我按月支付他们对应的数额，每个月15号到我家来取，每人1张大团结。哇，不得了不得了！阿凡老板大气啊，张嘴就给村民每人加了20块，一次性给不好吗？说我是担心一次性全部给了，村民要是没把持住，一下子把钱花完了，又没得吃没得喝的。阿布林一点就透，如果真是这样，村民那还不跟你胡搅蛮缠的，反而伤了邻里的和气。你小子真的不一样了。说那你辛苦多跑2趟，跟租地的几家说清楚，他们要是同意了，就立个字据按上红手印。我先回去了，今天吃嫂子煮的饺子。哈哈，老板来5斤瘦肉，5斤肥肉。哇，这啥家庭呢？经常来买猪肉不说，还一买就是好几斤，没见过这么豪气的。老板怎么没看到有猪排骨啊？那玩意没有肉，还打重量，没啥人稀罕买。怎么着，你要买呀？是的，有没有？有的，有的。老板从铺子下面拿出了几根排骨。这个多少钱？看你是老熟人了，算你5毛钱1斤。这个价格低得超乎想象啊！这要是在后市，排骨的价格可是猪肉的几倍。阿凡要了3斤猪排骨，感觉自己这回是赚到了。我果然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1个小时20分钟后，阿凡回到了家，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了院子。媳妇，今天中午吃饺子。回来啦。嫂子李红听到了声音，也从厨房出来了。阿凡，你刚才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嫂子，我说今天中午吃饺子。李红看了阿凡一眼，那眼神怪怪的。嫂子，后面这个事还得你来，我去把猪肉切碎。这时刚好二哥阿浩也回来了。二哥，今天中午吃饺子，少个竹笋，你去后山挖几根。好嘞。阿浩应了一声，就拿着竹篮子出去了。这小子啥时候会弄饺子馅了？这还是我那个弟弟吗？算了，不管了，吃饺子重要。很快，在一家人的忙碌下，香喷喷的饺子出锅了。嫂子，下午端一些给爹妈送去，让老两口也尝一尝这饺子。李红应了一声，夹了个饺子给阿浩。这人咋跟木头似的，也不知道学弟弟阿凡，还得自己夹给他吃。哼！吃完饭，李红将篮子里的饺子用布盖着，打开了大门。小婶娘，这盆里装的是什么啊？还用纱布盖着？没什么，给爹妈送点吃的。李红是有点怕杨素梅的，整个村子论吵架，杨素梅要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送什么吃的？来，给我看看。说完，杨素梅就上了手，好在李红朝后退了几步，躲了过去。你一个晚辈也敢躲？怎么了？里面装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看看都不行。小婶娘，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杨素梅是什么性格？不达目的不罢休，一个箭步就冲上前，把篮子上的布扯开了，速度之快，李红都没反应过来。我的娘啊！那这是白面包的饺子。小李红刚想开口，杨素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手指捏了一个饺子放进了嘴里。还有这样的人？小婶娘，这是给爹妈送的饺子。李红声音有点大，惊动了屋里的几人。阿凡率先冲了出来，看到是杨素梅，他也愣了一下。哇，好美味的饺子，油炸、桌笋、香菇，竟然是2种饺子馅嘞！这个杀千刀的阿凡做黄鳝泥鳅的生意到底赚了多少钱啊？阿凡冷着脸挡住杨素梅，让李红先走，别耽误了时间。看杨素梅在那慢慢回味，也懒得跟他计较，拉着杨文静回屋了。阿文海刚从生产队下来，口渴的拿起热水瓶想倒点水喝，结果一滴水都没有。怎么连个热水也没有啊？哈哈哈！你就知道喝水？这娘们又发的什么疯？我刚回来，喝口水都不行。你好歹也是生产队上干活的人，活了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连个反小子都比不上？我跟着你，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你看看人家反小子，家里天天吃肉，顿顿白米饭的，让你下田地去抓黄鳝泥鳅卖点钱，你非拉不下你那个脸。没看村长阿布林也去抓黄鳝泥鳅了吗？现在村子里哪个人不抓黄鳝泥鳅补贴家用的？一大半都尝过荤腥，吃上了白米饭。杨素梅泪眼婆娑地指着阿文海的鼻子大骂。阿文海闷声不吭，心想他家出了二丫这么个金凤凰，怎么可能弯下腰去向阿凡这个二流子讨生活？尤其是上一次刚被阿凡对过一回。咱不蒸馒头，争口气。等我家二丫大学出来，进了公家单位，我也是天天白米饭，顿顿吃猪肉，
看谁笑到最后。不过上次不才刚寄过生活费，二丫怎么又要钱了？这段时间二丫来信也都是要钱，这个不应该啊。杨素梅见阿文海蹦不出个屁来，呜咽不停。阿凡和阿浩赶着驴车离开了家，一人去山里村，一人去吴家堡。2小时20分钟后，阿凡来到了吴家堡的山路上，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吴村长，樊小哥，两人打了个招呼。樊小哥今天还能来吴家堡，这气量没得说。吴村长，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既然昨天我跟吴家堡的村民说好了，那今天自然是要来的。吴保国带着阿凡走到地头，吴家堡的村民哗的一下就围了过来，他们早早的就抓了不少黄鳝泥鳅，都放在桶里盆里养着。阿凡从板车上拿下一个竹篮，当着这些人的面称起了重量，12斤，说那就是2块4。阿凡拿出毛票，点了相应的数额递了过去。等第一批称完，阿凡就收了有300来斤的黄鳝泥鳅。樊小哥，我替我们村民谢谢你。吴村长，太客气了，咱也只是做点小生意讨生活而已。樊小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想跟你说一下。当然了，你看行，咱就行；你要说不行，那就不行。吴保国知道阿凡才来第2天。昨天还出了那档子事，目前跟吴家堡还没形成一个信任关系。可谁让他是村长呢？必须为吴家堡着想。像阿凡这天降的财神，要牢牢地抱住他的大腿。吴村长，您说是这样的，这村里的黄鳝泥鳅虽然多，但也经不住一天大几百斤的抓。我断定最多不超过10天，这黄鳝泥鳅就抓没了。所以我想跟你建立一个长久的合作关系，让咱的村民日子越过越好。阿凡点点头。吴保国能说出这些话来，就能看出此人的思想不一般。我想知道，你这黄鳝泥鳅是只收这一阵子呢，还是一年到头都收？吴村长，你这人厉害啊！你这思想超脱了这个时代的局限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吴村长是想带着村民一起养黄鳝泥鳅吧？樊小哥，我还没说你就知道了，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当然了，能不能搞起来，还得看小哥你点头啊。吴村长有大格局，我自然是支持的。吴保国的这个想法刚好点醒了阿凡，这样他跟二哥就不用赶着驴车东奔西跑了。樊小哥，不知为何，我跟你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老弟如何能猜到我的想法。因为我也在咱们村搞了一个黄鳝泥鳅养殖的地方，位置都选好了。当真？吴保国惊讶的脱口而出，不过又想了想，人家能猜到他的想法，说明已经开始在尝试了。吴保国越发觉得找对了人。他娘的，幸好昨天留了个心眼，不然这财神爷就被那几个二流子给弄走了。吴村长，您看这样行不行？从明天起，我就不来吴家堡收黄鳝了。当然了，您这边可以将黄鳝泥鳅送到我家，也就是清河村。行，一会你回去的时候，我让人跟着你一起去摸摸路。大明天起，我们就去送黄鳝泥鳅给你。行的，黄鳝泥鳅有多少，我要多少。阿凡和吴保国达成了口头协议，收完第2批黄鳝泥鳅。阿凡看了看天色，吴村长，那就这样说好了，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好的，樊小哥，路上慢点。吴保国喊了2个村民，一左一右的跟着阿凡，让他们务必记清楚路程，他自己就不去了，有更大的事等着他呢。他娘的，都过来，都过来，开会。什么？二哥到现在还没回来？是啊，都月上柳翘透了，他还没回来。媳妇，二哥这么晚了还没回来，我去找找他。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你在家陪着嫂子。阿凡指了指坐在一边发呆的李红，估计现在他的脑海里都是乱的。好的，我陪着嫂子，你自己也要小心。阿凡顺手拿起一根木棍就出去了，借着月光焦急地赶往山里村。黄鳝泥鳅跟驴车丢了都没什么，关键的是二哥可千万别出事啊！半个小时后，阿凡来到了山里村的必经之路，远远的就看到几个人影，还有耳旁传来的驴叫声。他娘的，干啥呢？阿凡举着棍子冲了过去，听到有人来了，那几人猛然回头。大哥，来人了，这肯定是他的弟弟阿凡。阿凡，我没事。听到二哥的声音，阿凡恢复了理智，不过眼神依旧冰冷的可怕，好似要将对面的几人千刀万剐。山里村的？哎，山里村的，你们拦着我二哥是几个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哥几个辛辛苦苦的抓了200斤的黄鳝泥鳅，而你二哥却不收，你说有这理吗？嘎掉的。好的，还能到处乱钻呢。阿凡，不是二哥不收，是他们几个强卖，非要我3毛钱一斤收他们的黄鳝泥鳅。看见阿凡来了，阿浩瞬间有了底气。1对3咱打不过，2对3还是有信心的。再说了，阿凡手里还有根棍子。阿凡绕过3人来到了阿浩身边，了解情况后才知道，这3人是亲兄弟，他们眼馋阿浩手里的那一叠票子，就想了个法子，提前收了村里的1批黄鳝泥鳅，当然也是22毛钱一斤收的，想要在阿浩这里3毛钱一斤卖了。
他们三又没找我商量，我收黄鳝泥鳅一点点称重就好了。虽然耽误一点时间，可我为啥要多花1毛钱收呢？200斤的话，那可是20块钱，凭啥啊？感情这哥仨是打算中间商赚差价啊！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好在也懂得分寸，没有对二哥动手。哥几个想赚钱？废话，不赚钱谁愿意在这跟你耗着？很好，大家都是男人，有些钱是跪着挣的，有些钱是站着挣的。你们这样赚钱就是跪着。不用不服气，我说的是事实。不过看在你们挺有头脑的，我这里倒是有个方法，能让你们站着把钱挣了，想要不？做主的这人叫王小山，是3兄弟里的老大。剩下2人分别是王二山跟王三山，一家3兄弟拳头硬又好勇斗狠的，在山里村说话算有一定的分量。那你说一说，怎么站着把钱挣呢？先把黄鳝泥鳅抬上来吧，哥几个忙活了一天，多给5块钱，可行？今天这钱可以少挣一点，但那站着挣钱的方法必须留下。阿浩拿出1叠毛票在手里点着，3兄弟看的眼睛都直了。妈的，那么多的钱，分我们1点怎么了？大家一起合作共赢多好。200斤黄鳝泥鳅一共40块，5块钱是辛苦费，一共45。阿凡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毛票，这里是45块，你们点一点。王小山将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接过毛票，借着月光一张一张的数了起来，反复点了4、5次才收了起来。不过依旧堵在路中间。说吧，是个什么方法？目前黄鳝泥鳅虽然多，可也有抓完的一天。按照1天上百斤的速度，你们山里村，我们顶多来个把星期就抓不到黄鳝泥鳅了。你们说是不是？3人齐刷刷的点头。我们也是看到了这点，所以才想趁着这个风口多赚点。你还别说，这黄鳝泥鳅再多，也经不住刨根式的抓啊！祖孙3代都给你一铁锹先上来。哥几个的脑袋果然灵光。如果要一直赚这个黄鳝泥鳅的钱，你们有没有想过将抓来的小的半大的找块地养着呢？养着这2字对兄弟3人冲击是巨大的。他们见过养鸡养鸭各种家禽的，养猪养牛各种家畜的，可这养黄鳝泥鳅的还是头一遭。这东西怎么样？就算养大了，也不知道猴年马月，到时候你不收了咋办？黄鳝泥鳅很好养的，只要找块靠近水洼的水田，抓光大的，将小的扔进去，几个月就长大了，而且还能再生一批小的在田里，等来年开春又会蹭蹭的长，黄鳝泥鳅就会一直不断。至于你说的收不收，别的我不敢保证，但这2年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当然了，价格还是2毛钱1斤。3人听完后一阵沉默，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虽说这养黄鳝泥鳅是个新鲜事，可3人都没经验啊。你不会糊弄我们3个吧？以你的智慧，我唬得了你吗？那倒是，有些事说1000道1万，都没有实际行动来的有用。我可跟你们哥3说，那可不是一笔小钱。阿凡老神在在的，忽然觉得自己这像是在画大饼，还是那种又大又圆的。那你们兄弟俩明天还来山里村收黄鳝泥鳅吗？不来。你耍了我们。嘿嘿，敢赌我二哥，就是要逗你们玩一下。哥几个着啥急啊？听话不能听半截不是？我操，明明你自己说的半截。明天我们不来收黄鳝泥鳅，你们3兄弟不会直接送到我家吗？从此以后，这山里村的黄鳝泥鳅生意就归你们3兄弟做了。不过你们也别压价，只要按我说的来，保证你们发财。 3人对视一眼，你们等一下。王家3兄弟走到一旁商量了起来。哥，我觉得这事挺靠谱的。再说了，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要敢忽悠咱们，我们直接上他家找他去。不一会，3人就商量好了。成，就按照你说的办。不过我们一来一回给你送黄鳝泥鳅，也是挺辛苦的。你看能不能涨个几分钱？5块，一天多给你们5块，就当你们仨抓黄鳝泥鳅的辛苦钱。王小山还想开口，就被阿凡抢先了。不少了，男人嘛，眼光要看长远。妈的，这小子脑子转得好快，总有话来堵我们。 记住，黄鳝泥鳅收购价是2毛钱1斤，1分都不能少。要是被我知道了，咱们就终止合作。阿凡给他们3人敲了一记警钟，有些规矩早立早好，要是压价了，就会毁了他这个长久的黄鳝泥鳅养殖基地。好事变坏事，有些时候就要换个思维，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这是租地的协议，你在上面盖上红手印就行了。好的，叔，我先看一下。哇，不得了，不得了！你小子还认识字？叔，我自学的。阿凡看了看协议上的内容，每家租3亩地，一共是9亩，折合面积差不多6000平，也就跟自己前世的别墅差不多大，还将就。阿凡觉得没问题，就按上自己的红手印。叔，今天中午去我家帮忙哈。叔，中午有肉吃哟。刚刚还好没拒绝。阿凡回到家，媳妇、嫂子，今天中午家里有客人，多做几个菜，再蒸些白面馒头。好的。几位叔，跟我来，今天要辛苦你们了，一会忙完了到我家吃饭，有肉。听到有肉吃，
几个人都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哎，樊小子，都是一个村的，客气啥？就是你带着全村人挣钱，我们还没感谢你呢。可不是什么肉不肉的，以后有事你说句话就行了。阿凡见状也不多说，领着几人来到了大水洼附近。韩说：“你跟张叔去那边。”李说：“你跟王叔去那边。”阿凡将9亩地规划成一块一块的，每块区域都扔进一样大小的黄鳝泥鳅，这样就能很容易区分哪边的黄鳝泥鳅可以卖了。正当几人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那偷看。这混小子这是在干嘛？难道又想到什么法子挣钱了？不对，那块地是老胡家的，这小子带人在别人家的地里乱挖什么？我的告诉老胡家去！杨素梅急冲冲地走了。很快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阿浩来到了大水洼。各位叔，午饭已经做好了，都休息一下，跟我回家吃饭吧。樊小子，你二哥说错了吧？给咱送点水就行。是呀，你小子真当叔惦记着你家那一口饭呢？你小子有心就行了，这个点吃饭也有点太早了。几位说，这挖田埂可是个体力活，而且这个田埂下午就必须造好，耽误不得。要是吃不饱没了力气，可咋办？说实在的，几个人还是不相信阿凡会为他们准备午饭，毕竟这年头几个汉子一顿下去，可是能吃下不少。韩说：“快点收拾收拾，吃完了还得继续干呢。”韩国庆只能招呼几人跟在阿凡后面走着。几人回到阿凡家，进了院子。哇，这是白面馒头，还有猪肉炒辣椒、猪肉炒竹笋、油炸炒青菜。我的乖乖，过年都没事这么好过。村长，快来快来！韩说：“快坐。”张叔，你也别客气，中午就随便弄了几个菜，你们可别嫌弃。啥？这么好的菜还嫌弃？这不是脑壳有病吗？这小子变了，真的变了。现在看见人都客客气气的，张口不是输就是省的，收黄鳝泥鳅也不缺斤少两，能处。吃菜吃菜，都别客气，就当是自己家。韩说：“别光吃馒头啊，夹菜，这肉不吃，留着过年啊。”气氛被阿凡带了起来，几人也不再那么拘谨，夹起碗里的肉，大口的吃了起来。杨文静、李红和小江河在里屋吃饭，这种习俗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家里来了客人，女子和小孩是不能上桌的。吃过午饭，几人二话不说，扛着铁锹就往外走。二哥，造田埂的事你也不太懂，就不去了。你在家帮忙收黄鳝泥鳅，把小的单独挑出来放在一边，到时候田埂造好了，就能立马扔进去。这小子不知道他二哥可是一把子力气吗？还不让去帮忙？来到水田里，9亩地远远的看上去像一个大正方形。阿凡划分了5块区域，根据黄鳝泥鳅的大小放入相对的区域就行。等5月到9月之间，就会一直有黄鳝泥鳅送到水产供销社。虽然不能每天都有，但至少能保证半个月或1个月一次。再加上已经谈好的吴家堡跟山里村的黄鳝泥鳅养殖基地，可以不用担心收入的问题了。不一会，田埂便造好了。阿凡召集了几人过来，从身上掏出毛票递了过去，说：“辛苦你们了，这是给你们的。”樊小子，你这不是在打几位叔叔的脸吗？对了，今天中午吃的，叔几个过年都吃不上呢。这钱你拿回去，我们虽然缺钱，但是这钱不能拿。阿凡知道他们肯定不会拿这个钱，不过他有办法让他们心安理得的拿着。韩说：“先别急着拒绝，我是有事相求的。帮忙可以，但钱拿回去。不是，这钱可不是白给你们的，是给看田的费用。看田，这田还需要人看。你们都知道，这田我是准备用来养黄鳝泥鳅的。可靠近大水洼，又和村子里其他人家的地有交界，我担心这要是下大雨涨水了，把这田埂冲毁，那黄鳝泥鳅不就跑人家地里去了吗？所以啊，想请几位叔没事的时候照看一下，看到了能及时的补一补。”阿凡没说是防止有人来偷黄鳝泥鳅或破坏田埂的，毕竟任何时代都会有眼红你的人，看着你赚钱比自己亏钱还难受。几位叔，这个忙你们可不能不帮吧？但这件事就算不要1分钱，我们也都会帮的。等韩国庆几人接过钱，阿凡这心里才踏实，跟他们说了一声，才扛着铁锹回家了。刚进院子，外面就传来了中气十足的声音：“请问这里是阿凡家吗？”咦，这是吴保国的声音，他亲自来了。阿凡连忙起身打开门，果然吴保国用扁担挑着2个木桶，里面装的都是黄鳝泥鳅，身后2人也一样挑着黄鳝泥鳅。吴村长，你们来了，快进来。媳妇，倒3碗热水过来。3人歇了一会，喝了热水，阿凡才开始称重。6个木桶一共是620斤。阿凡点了124块，交给吴保国。吴保国接过，顿时就笑了。吴村长，吴家堡的黄鳝泥鳅养殖基地弄得咋样了？这个你放心，今天中午就能弄好，整整10亩地。吴村长说干就干，毫不拖泥带水，这执行力我是真心佩服啊！樊老弟，这说哪里的话，我还要多向你学习一下养殖经验了。阿凡与吴保国探讨起来，2人越聊越投机。像吴保国这样的人才，放在小山村里实在是埋没了。樊老弟，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先回去了。阿凡刚把吴保国3人送到门口，就看到王小山3兄弟也用扁担挑着木桶来了。阿凡跟吴保国打了声招呼，就带着王小山3人进了院子。
总共是600斤，这里是125块，你收好。多出来的5块是之前说好的。王小山接过1沓毛票，放在鼻子下嗅了嗅，都是2毛钱1斤收的吗？哥，这个你放心，都是乡里乡亲的，那肯定是2毛钱1斤啊。送走了王家3兄弟，阿凡终于得以歇歇。杨文静贴心的送来了一碗温水，辛苦了。为了这个家，应该的。是12哥，快去开门。哎呦，我的屁股！韩说：“你怎么不叫我？等久了吗？”若，这是你要的老母鸡。昨天收的挺多的哈，合起来有1500斤，除去成本300块，一天就赚了1200块呢。所以这个黄鳝泥鳅养殖基地必须要做好。1个小时20分钟后，3人来到了水产供销社，称重、批条、拿钱，整个过程已经是熟门熟路。阿凡从厚厚的1沓毛票里点出了20张。李，你这是在干嘛？哥，黄鳝泥鳅是个长久的生意，所以这路子就必须铺好。可是阿浩欲言又止，没经历过风浪的他不懂这些。铺什么路子？要20张大团结，还搭上1只老母鸡，这可是会下蛋的。家里一共也就2只。哥，你先去送货吧。黄鳝面馆和小面摊这2家，无论啥时候你都得亲自送。阿凡知道阿浩心疼钱，但有些事他不懂，也没那个魄力，所以赶紧支走他，省得他唠叨。此时李山的办公室，这2天晚上的运动量有点大，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啊。阿凡说要送来老母鸡煲汤，也不知道啥时候来。这谁啊？非得偏这个时候来？进来。怎么火气这么大？李哥，是我啊。哟，是烦恼弟啊，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还以为是哪个不开眼的打扰我休息呢，可不是针对你。呵呵，李哥，火气那么大，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嗨，别提了，只有累坏的牛，没有耕坏的地啊。李哥，这老母鸡可是自家养的，已经养了2年了，和这些菌子一起炖，那可是大补啊。阿凡将篮子放在了李山的桌子上，李山伸手扒拉了2下菌子，露出了大团结的一角。哈哈哈！烦恼弟啊，不得不说，你这次送的老母鸡很及时啊！我家里那位最近老喊着腰不好，有了你家这老母鸡，就这营养都能补到天亮了。李山熟练的拿出旧报纸，将上面1层的菌子木耳拿出来，然后就没动静了。那么多的大团结，前2次合起来不才20张吗？这一次一次性给20张，完全是2个概念啊！李山拍着胸脯承诺着，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找他。别看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可人家后面是有人的。离开水产供销社，阿凡想着下一步的事情，不知不觉的来到了美美裁缝部。咦，怎么走到这了？对了，那件碎花裙我还有提成呢，不知道卖没卖出去，进去看看。张美月正喝着茶，看见有人进来了，就连忙起身打起了招呼。可定睛一看，这人不就是他这2天日思夜想的人吗？小老弟，你可算来了。卖出去了吗？卖出去了。你猜卖了多少钱？不是12块吗？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你快猜一猜嘛。难道是15块？张美月摇摇头。16块。张美月还是摇摇头。这我还真猜不出来。呵呵，是20块，整20块呢，还是一口价都不带还价的。确实高了不少，那咋不接着做碎花裙呢？我这不是盼你盼了好久了吗？是这样的，这件碎花裙被一个中年男子看上了，那人可是咱淮阴县蓝天制衣厂的大老板蓝铁军。这衣服的款式着实新颖，设计这衣服的绝对是个人才。老板娘，这衣服多少钱？这人明显是个有钱的主，看他这么喜欢这裙子，看来可以卖个高价，20块。张美月喊了个高价，等着蓝铁军砍价。谁曾想，这是20块，帮我包起来吧。我价格是不是说低了？蓝铁军并没有着急离开，反而跟张美月攀谈了起来。老板娘，我是蓝天制衣厂的蓝铁军，我看你设计的衣服挺不错的，有没有兴趣到我的厂子里设计产品呢？当然了，工资肯定比你这裁缝铺的收入还要高。那个蓝老板，这衣服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个代工的而已，是一个小老弟给他媳妇设计的。我也是很看好这款式，就跟他谈好了，由我一件一件的做出来卖，然后给他提成。这样啊，我可以给你200块来断这碎花裙的生产，不过你要介绍这个小老弟给我认识，我想聘用他。事情就是这样咯，本来我是想拒绝的，这半路截胡也太不地道了。可冷静下来一想，咱拿什么跟蓝天制衣厂抗衡？人家只要一声不吭的将这件碎花裙拿回去拆解，不用几天，这淮阴县城满大街都是这款式的裙子。阿凡听后点点头，顿时来了兴趣。正好家里的黄鳝泥鳅养殖基地也快搞定了，是时候走出清河村这个山坳坳了。行，这个蓝铁军有魄力，我也想认识一下。那下个星期一大概还是这个点，我让他在店里等你。
行，没问题。阿凡接过张美月递过来的2块钱，美滋滋的走了。丸子肉再小，那也是肉啊。阿凡，你这是在干嘛呢？哈哈哈！二哥，我准备下午去一趟潘家沟收黄鳝泥鳅。潘家沟，要不还是我去吧？怎么说我也是潘家沟的女婿，你忘了你嫂子就是从潘家沟嫁过来的。话是没错，不过二哥，剩下的潘家沟和董家村，我必须亲自去。哦，难道你是想？对的，这2个村子我也打算搞黄鳝泥鳅养殖基地，所以我得亲自去看看。得，这个事还真的你去才行，靠我这张嘴，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那我出发了。1个小时后，阿凡赶着驴车来到了潘家沟，不少村民都在田里劳作着，收黄鳝泥鳅喽，2毛钱1斤。阿凡就这么喊了一声，原本正在劳作的村民哗啦啦的一下子全跑了。咦，我就这么嚎了一嗓子，怎么全跑光了？难道是自己太丑了，吓到人家了？水田旁只剩下孤零零的1人1驴，还有1车。正当阿凡左思右想的时候，忽然听见轰隆隆的脚步声，几十个人拎着或端着木桶和盆跑来了。给黄鳝泥鳅，你看多少斤？阿凡条件反射的接过来过秤，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8斤，1块6毛钱，给。小伙子接过毛票，兴奋地蹦了起来。真的是真的！看到小伙子真的挣到钱，其他还未赶来的村民跑得更快了。这到底是咋一回事啊？不过也不影响我收黄鳝泥鳅，管他呢，先挣钱了再说。半个小时后，阿凡才收完这波黄鳝泥鳅，刚歇息下来，就看见一个大爷向他这边赶来。阿凡同志，您好，我等您很久了。等我？不是那层意思吧？这年代应该也不兴这个。您好，您认识我？阿凡同志啊，你是有所不知啊，现在你的大名早已响彻我们潘家沟了，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操！大爷，您可以先松手吗？有事咱慢慢说，不急的。这大爷的手劲也太大了吧，手就像被钳子钳着一样，实在太疼了。我是咱潘家村的村长潘云花，这名字跟形象完全不搭呀。哼。潘村长，你们好像知道我要来啊？是啊，我们村一直都在等着你这个好同志呢。那日我到镇上买东西，遇到了你们村的王二，闲聊下来才知道，他靠卖黄鳝泥鳅都吃了好几天的白米饭了。他说你会赶着驴车到周围的村子收黄鳝泥鳅，所以我早早的就召集村民们招黄鳝泥鳅，就等着你来呢。可等了好几天也没见到你来。原来如此，我是打算先把远的先收了，再收近的，所以就晚了几天。阿凡一边跟潘云花聊着，一边收着黄鳝泥鳅，同时也跟潘云花说了搞黄鳝泥鳅养殖的事。潘云花按照阿凡所说的记了下来，立马派人就去做了。临近傍晚，阿凡收了有快800斤的黄鳝泥鳅。潘村长，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以后你们只要派人把黄鳝泥鳅送到我家就行了，有多少我收多少。好嘞。阿凡踩着夕阳，赶着驴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现在就剩下董家村了，清河村的发展蓝图就算完成了。回到家，山里村和吴家堡送来的黄鳝泥鳅明显少了，本村的就更少了，合起来才200斤。不过这都在阿凡的预料之中。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山里村和吴家堡都在刻意的减少送来的黄鳝泥鳅，为的是让成熟的黄鳝能够多下点崽，这样才能保持长期的供应，不会节奏而渔。吃过晚饭，二哥抱着小江河，拉着嫂子李红就回去了。这个木头不给他使个眼色都不知道回家。没看弟妹今天的变化吗？那眸子里都是水，这是经历了浇灌才会这般。不过我也是花啊，也需要浇灌啊，就是不知道阿浩这个憨子懂不懂。哼！第二天，阿凡只带了100块就来到了董家村。毕竟董家村的名声不是一般的差，验过拔毛都不为过。阿凡刚进入董家村，后路就被人用大石头堵住了，几个人围了上来。各位，我是来给董家村送钱的。送钱？送什么钱？净瞎扯犊子！你是哪来的？这头驴子倒是不错，够吃好几天的了。你礼貌吗？这可是我的驴子。这驴子进了董家村就不再是你的了。再说了，我问你话呢，哪来的？清河村的。刚才你说来送钱。是的，我是来收黄鳝泥鳅的，2毛钱1斤。这玩意能有人吃？县城里的人吃，咱山里人不吃的。带着钱来的，那就把钱跟驴留下，人滚回去。中年男子叫杨奇威，这算是客气的了，因为他二姐就是嫁到清河村一户姓阿的人家，所以没有上来就给阿凡一拳。董家村小河沟子多，有不少的黄鳝泥鳅，随便抓抓就有上百斤，能有几十块钱呢？真的不考虑一下吗？你在叫我做事吗？中年男子冷下脸来，正要有所动作，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操！没想到董亚军来的这么快。董亚军
董家村2霸之一径直来到阿凡面前。这驴子是你的？是的。你赶着驴车来董家村干什么？收黄鳝泥鳅，2毛钱1斤。是吗？你要知道骗我的代价，可是再也不能说话了。不敢的，我来自星河村，专门收黄鳝泥鳅，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而已。行，那跟我走，今天给你弄个1800斤的黄鳝泥鳅，你可1分钱都不许少，要不然把你的腿给打断。收黄鳝泥鳅正好对董亚军的门道，他这一派的人水田多，地里到处都是这玩意，而杨奇威那一派分的都是旱地，所以才让阿凡滚回去，自己挣不了，也不让死对头董亚军挣。滚啊！哟呵，他娘的杨奇威，你是想吃独食啊？这驴子跟板车，还有这人我都要了，你毛都别想碰！我去你的！顿时两帮人斗了起来，谁也不服谁。阿凡躲到大石头后面，紧绷着身体。这些人怎么一言不合就开干啊？钱都不想赚，指不定是脑壳有病。要不趁现在开溜？你小子要是敢跑，2条腿指定保不住了。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才刚想跑就被劝退了。约莫过了10分钟，黑压压的一大批人赶了过来，一个大爷走了出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还不快停下来！真是造孽啊！这人正是董家村的村长郭宝来。来叔，这不关你的事。郭老头，你闪一边去！一会要是伤到你了，事情就不好看了。你小子，给我过来！你们俩干架喊我干嘛？难道是要拿我撒气？阿凡很想说，你们斗你们的，我就在旁边看看就好。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阿凡悻悻地从大石头后面走了出来。你再说一次，告诉大伙你是来干嘛的？我是来收黄鳝泥鳅的。多少钱1斤？2毛钱1斤。多少？大点声，让董家村的村民听一听。2毛钱1斤，有多少我要多少。人群一阵骚动，董亚军就是要让杨奇威知道他挡了多少人的财路。2毛钱1斤，对于穷山沟里的人来说，是一个了不得的高价了。他娘的，早知道就不跟这小子废话，直接拿下就没这么多事了。小伙子，你真的收黄鳝泥鳅？收的大爷，2毛钱1斤。小薇啊，你看这是？不是我不给董家村的村民们赚钱，而是当初那地分的就不公平。要是让这小子去收黄鳝泥鳅了，那咱旱地的村民咋办？别人吃肉，咱喝西北风嘛。杨奇威知道不能犯众怒，但他可以拉拢一部分人，借着收黄鳝泥鳅这个事，把当初分地的事给解决了。你收黄鳝泥鳅给的是现钱吗？那是当然，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童叟无欺。听到师傅现钱，所有的人都躁动起来了。没有水田的村民更激动，谁不想赚钱？但今儿自己赚不到，别人也别想赚。当初这地是亚军的爹分的，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他爹才……郭宝来一筹莫展，两帮人都因各自的利益达不成和解。半小时后，眼看又要斗起来，郭宝来知道自己劝不住，缓缓地跪在了地上。来叔，郭老头。郭宝来这一跪，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他已经60多岁了，却如此卑微。今天不管你们认不认，这个地重新分，不愿意重新分的，就从我身上踏过去。一时间无人说话。董亚军低着头，他知道当初他爹的地分的不在理，可不也因此付出了生命吗？他只能守护着他爹犯下的错误。小伙子，你来说这个地要怎么分？我操！我正吃瓜呢，怎么吃到自己身上了？你们董家村的地，我怎么知道怎么分？我只是来收黄鳝泥鳅的。对，因为你是外村的，跟董家村没有关系，所以说的话最公正。阿凡默默地移开几步，他又不傻，这不管怎么分都是不对的。没错，今天这地就是要你来分，才公平公正。董亚军走过去扶起了郭宝来，这地分吧。你来分，不然就别想离开董家村。他娘的，我只是个吃瓜群众啊！什么？你们村的地让我一个外来人来分？对的，你别不识抬举。就是不分你就别想离开董家村。小伙子，我知道分地这是有点为难你，但是只有你这个外乡人来分才是最公平的。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还是不烤不行那种？要不咱先进村，让一部分人去抓黄鳝泥鳅，我去看看你们的水田是怎么分的。能赚钱的事，自然没有人拒绝。阿凡赶着驴车，跟着一群人进了村。这董家村的地可这下围棋呢，一块水田一个水洼的。不过这倒是养黄鳝泥鳅的好地方。郭村长，你们村这地一共有多少亩啊？一共有99亩地，你也看到了，都被大大小小的水洼隔开了。这么多的水洼，填土都不好填啊！哈哈哈！郭村长，有没有想过养殖黄鳝泥鳅呢？啥？养黄鳝泥鳅？我是请你来分地的，不是来搞养殖的。你小子废什么话？让你分地就分地，瞎胡扯什么东西呢？你们没看出来吗？你们村一共就100来亩地，平均分下来每个人才多少地？然后家再造个田埂，这地还能剩下多少？也不动脑子，照这样分，比原来的99亩地还要少。
你小子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那你可有什么法子？难道就一定要分地吗？为何不能集体种地？阿凡这是把华西村的模式搬到董家村，将所有的地集中起来，包给种地的好手，而其他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到企业去上班。虽说董家村目前没有企业，可架不住这水洼多啊，那就将养殖黄鳝泥鳅当做企业好了。啥集体种地？这不才实行包产到户分散经营吗？家家现在都有地种了，可你这却……感情这人是跟脚使棍啊！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阿凡把他们的反应都看在眼里，知道以他们的眼界还看不透这些。你们可别忘了，我是收黄鳝泥鳅的，1斤2毛钱呢。你们董家村的水洼又那么多，合并起来种地跟养黄鳝泥鳅，你们想想，那得是多少收入啊！阿凡说完后，众人一阵沉默。杨奇威和董亚军对视一眼，一起种地养黄鳝泥鳅，确实是那么个法子。别的不说，至少不会出现那么大的矛盾。没错，有饭大家一起吃，没饭一起饿，这真的就怨不得别人了。就在这时，有村民拿着黄鳝泥鳅来到田头。小伙子，你看这黄鳝泥鳅行不？这个可以的，我来称重。阿凡将黄鳝泥鳅放到竹篮里称了起来。除去竹篮的重量，有1斤9两，这是4毛，给。那人拿到钱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又急急忙忙地下地抓黄鳝泥鳅去了。村长，要不试一试？我也觉得可以试一试。那行，小伙子就按照你说的办。我代表整个董家村村民，谢谢您。那我可以走了吗？不行，不行，今晚留下来吃饭，吃完饭了，我叫人给你送回去。对，必须留下来吃饭。你们能有白米饭跟猪肉吗？阿凡包着红薯皮，烫得直吹手。嘿嘿，别说，还挺香的。这招待阿凡的晚饭已经是董家村最好的了。期间，双方就合作关系展开了友好的磋商。以后你们村就派人把黄鳝泥鳅送到清河村，每斤2毛钱。当然了，也不能竭泽而渔，前期可以1天送500到800斤过来，后期的话3天或5天送一次就可以了。只要保持这大大小小的水洼里有黄鳝泥鳅一直在生长，你们村就会一直有收入。哦，郭宝来几人听了，不停的点头，都觉得这个方法可行。3人热情的请阿凡吃了足足有3根红薯，阿凡才被允许回家。本来想留点肚子回去吃些好的，可架不住董亚军没事就在那摸柴刀啊。1个半小时后，阿凡在董家村2人的护送下回到了家，2人也不多做停留，知道阿凡家怎么走后就回去了。今天怎么那么晚？哎，给董家村分地呢。分地？分什么地？也没啥，就董家村水田少，水洼多。阿凡胡乱编了一些话，搪塞了过去。晚上2兄弟坐在小院子里说着话。二哥，再过半个月爹也该出院了，到时候你们还是搬回来住吧，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这次阿浩没有反驳，他知道他这个弟弟不会止步于清河村。过段时间我想去县城转一转，如果稳定了，我就把文件一起接过去。可家里的生意不能丢，还得要靠二哥照应着。以前的事就不提了，去吧，家里有我呢。卖黄鳝泥鳅这钱呐，我都给你存着，哪天你要用了就知会一声，爹妈你就放心，有我在。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嫂子吗？你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就算穷点，哥也开心。二哥这个闷子，竟然还能说出这些话来，着实有点不适应啊。第2天早上，阿凡耗费了足足半个小时，纯手工磨了6根铁条出来。阿凡，你弄这些铁条干什么？嘿嘿，今天中午你就知道了。对了，二哥，今天上午我就不去县里了，你和韩叔一起去。阿凡这是要让水产供销社的会计和称重的人认识阿浩，毕竟往后这些事都要交给二哥了。阿凡，这要是1000多块钱揣在我身上，我都不敢走路了。没事的，二哥，往后怀里揣着巨款，那都是常有的事，而这只是个开端。阿浩也明白阿凡的意思，赶着驴车和韩国庆一起去了县城。这时候杨文静也起床了，看着院子里的一堆柴火。弄这么多柴火是要干什么？媳妇，今天中午吃烤肉。烤肉？那是啥？这烤肉啊，可香了，能将隔壁的小孩都馋哭喽。隔壁有小孩吗？他们不是跟你一样大吗？该怎么跟媳妇解释能将隔壁小孩馋哭这句话呢？在线等，急。几位客官，吃点什么？来一份猪肉炒辣椒，土豆烧野鸡，野生小杂鱼，爆炒兔子肉，再来一个白菜汤。樊先生，你看还要吃点什么？刘老，不用了，已经点的够多了。那好吧，有需要你可要说。不一会，饭店老板就把菜上齐了。还是吃饭重要，浪费可耻。半个小时的功夫，一桌子的饭菜就被4人消灭光了。阿凡跟几人说了一声，就先行离开了。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明天就是打工人了，得早点回去跟媳妇说一下。1个小时20分钟后，阿凡回到了家。二哥，嫂子，媳妇，有个事得跟你们说一下。啥事？你说吧。我在县城里找了个活，明天就要去上班了。找了个活？上班？
昨晚咬耳根的时候也没和我提过啊。你和嫂子今天下午就搬过来吧，我明天就要去蓝天制衣厂上班了，家里实在放心不下，而且文静还怀着孩子呢。去了县城就要好好干，家里你就放心好了。一会我就和你嫂子去把东西搬过来。行的，我也去帮忙。你去什么去？在家多陪陪弟妹。阿浩说完就喊上李红一起走了。院子里顿时就剩下阿凡和杨文静。杨文静垂着头，心情有点低落。这黄鳝泥鳅的生意不是做得好好的吗？怎么就去县城了？媳妇，你放心，那边包吃包住的，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就把你接过去。我就不去了，我一个孕妇过去干嘛？什么也做不了，人家能愿意吗？阿凡瞧杨文静这个委屈又可怜的模样，心里那是1万个心疼。他抬头看了看门外，见四下无人，就1个小时后，阿浩赶着驴车来了。爹妈的衣服也都被我带过来了。那就好，等爹出院了，就可以直接住在这边了。还是一家人在一起住着舒服。得劲。第二天一大早，阿凡独自去了蓝天制衣厂，老远就看到5个烫金的大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口号写在制衣厂的外墙上，还挺合适的。阿凡上前敲了敲门卫室的窗户。谁呀？干嘛的？干嘛的？嚯，脾气还挺大。大爷，我是来上班的。去，我们厂子里就没几个男同志。难道是？大爷猛然惊醒，眼珠子直转。前段时间厂里揪出来2个二五仔，厂主任亲自跟我强调要加强防备，不准陌生面孔混进来。嘿嘿，这回揪到一个探子，有奖励拿哦。你在这等着，我去告诉唐主任一声。不一会，唐小月就和看门大爷一起出现了。唐主任就是他，说是来上班的，可我看他鬼头鬼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我猜啊，他肯定就是来刺探情报的。李叔，他是厂长新招进来的，专门给咱们制衣厂设计服装呢。我操，这小子还真是来上班的呀！看门大爷顿时就慌了，赶紧打开铁门。没想到你来的这么早，先带你去你的宿舍看看吧。东西不多，就1个包裹，先去看看厂子吧。阿凡跟着唐小月来到了第1个厂房门口。咱们蓝天制衣厂可是公家单位，有3间大厂房，2间小厂房，1间仓库，还有1间食堂。那并排的3间大厂房是缝纫机车间，2间小厂房是裁布和运台用的。唐小月花了半个小时，领着阿凡参观了一下厂子。这是蓝铁军吩咐过的，向阿凡展示蓝天制衣厂的实力，让他好好看看他是在跟着什么人混饭吃。接着，唐小月领着阿凡来到了他的宿舍。这宿舍还真不错啊，足足有15个平方，各种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看样子是唐小月亲自准备的。有什么需求，你可以直接来找我哦。嗨嗨，我就住在你的隔壁哟。我只是过来打工的。中午吃过饭，唐小月带着阿凡来到了蓝铁军的办公室。怎么样，刚来还适应吧？嘿嘿，环境挺好的。不比你那狗窝差吧？去把那件碎花连衣裙拿出来吧。唐小月进入里间，将碎花连衣裙搬了出来。这件碎花裙的款式独特，造型新颖，相较于外面流行的格子衫和花衬衫，更能得到年轻女性的追捧。不过，只有碎花这一个款式有点单调，我想做3种料子，还有这领子只是普通的圆领，袖子也没特点，腰线也提得太高了。哇，不得了，不得了！这蓝铁军不愧是做了几10年服装生意的老江湖了，眼光真是毒辣。蓝厂长的意思是还要改一下？我知道这件碎花裙即使不改，做好了拿出去也能大卖，但唐主任试穿之后，我觉得这个领子得改一改。有纸和笔吗？唐小月递来了纸张和铅笔。20分钟后，阿凡将草图递给了蓝铁军。哇，这设计翻脸还能用到裙子上，如果满分是100分，我肯定打101分。看来我真的是找对人了。蓝铁军为了压住心中的激动，久久没有说话。这个不应该啊！经过我这一改良，这裙子更加的时髦和优雅了。蓝铁军还不满意？蓝厂长。小阿，这裙子就这么定了，碎花、波点、纯做，你看行不行？我的天啊！一向独断专行的蓝铁军，竟然会主动问阿凡行不行？呵呵，蓝厂长说了算。那好，唐主任，你跟小阿商量一下细节，今晚我就要见到3件成品放在我的办公室。商量完细节，已经是傍晚了，再过一会工人就得下班了。唐小月马不停蹄地直奔厂房，而阿凡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厂子里闲逛。这裙子啊，我有无数种改法，但总得给自己留一手，不是？怎么刚出来就想媳妇了？要不回家看看媳妇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阿凡，你干嘛去？
成品衣服出来了，蓝厂长正找你呢。走不成了。一个20来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你竟然都搞不定，你过来，转过去。给你2天的时间，不要再让我失望了。进来。阿凡来了，那我们就走吧。半个小时后，3人来到了华银纺织厂，直接走到了厂长林大龙的办公室。见。哟，唐主任，咦，蓝厂长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好让我好好招待一番不是？呵呵，这次来了是给华银纺织厂送礼的。送礼？送什么礼？你们纺织厂近期积压了不少料子吧？这些料子我有办法帮你们全都卖出去。哇！这堆积的料子可不少呢，没有1-2万块钱可是吃不下。你蓝铁军有那么大本事吗？是这样的，这些囤积的布料，不管是哪一家制衣厂都没办法一口气吃下，但是只要我放出消息，蓝天制衣厂新款衣服需要用到这些布料，那么这些布料就会成为抢手货。当然了，为了让其他制衣厂相信这些料子，我总得运一些回去吧。至于那定金，哎呀，什么定金不定金的，我相信蓝厂长的为人。蓝铁军利用纺织厂的困境，不仅空手套白狼拿到了一批布料，还让林大龙欠下了一个大大的人情。既然这样，那么下午我就把消息发出去，阳台大东风也会准时到达。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您说你们厂那批最好的棉布料，我想低价拿。至于怎么个低价法，林厂长可要费点心想一想了。这句话让林大龙激动的心悬了起来。本来他还指望这批料子卖出去能赚一笔，好弥补囤积料子的亏空。但是现在蓝铁军说的话，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你放心，那批囤积的布料，我会想办法帮你抬价。而我想买的这批料子，只要价格合适就行。林厂长不必压力太大。蓝厂长，您放心，那批料子我肯定会给蓝天制衣厂一个满意的价格。下午3点，阿凡和唐小月跟着2辆大东风来到了华银纺织厂，几家制衣厂先后得到消息，都迅速出动赶了过来。一个光头笑眯眯的朝阿凡和唐小月这边走来。哟，唐主任也在啊！你们蓝天制衣厂的速度可够快的，都装了2车了，那么大一块蛋糕，也不知道分我们1点。对了，唐主任，你们厂买的布料是什么价格啊？透露一下呗，我们蓝云制衣厂可比不得你们，能省1分是1分。几人说话的间隙，冯云也到了跟前。阿凡，不要忘了咱们的约定啊！这么差的演技，你还想演我呢？瞎子都能看出来。我们也回吧。第2天一早，正如蓝铁军预料的那般，几家制衣厂为了那批料子吵翻了，差点就动上了手。林大龙也是够狠的，知道只能坑这一次，布料就迟迟的不出，还在一旁煽风点火，导致料子的价格蹭的往上涨。林厂长，不能耽误时间啊！再这样下去，即使做成了成品，拿到市场上卖，我们也赚不了多少钱啊！几位，大家都是老熟人了，我是什么人你们都知道，只是剩下的料子有一批被蓝天制衣厂定了，虽说是口头预定，价格也没你们出的高，但林厂长，您也说了是口头预定，定金都没给呢，我们的价格可高多了，您考虑一下。林厂长，剩下的料子我们蓝云制衣厂全包了，价格嘛你戳。哟呵，全包了，就你蓝云制衣厂，不要搞笑了。顿时办公室里吵成一团，冯云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而林大龙则悠闲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两个人各怀鬼胎。与此同时，蓝天制衣厂里蓝铁军的办公室，现在时间紧迫，早点拿下阿凡，只要这次能够成功的进入世纪市场，你就可以到明面上来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而唐小月为蓝铁军付出了很多。唉，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第几次许诺我了，说会娶我。嘿嘿，这话是多么的可笑！他是嫌自己的头顶不够绿吗？回到华银纺织厂，林大龙最终敲定了价格，虽说有点高，但趁着蓝天制衣厂上一次爆款的热度还未消散，还是可以小赚一笔的。林厂长，这布料的钱可以缓一段时间吗？这怎么能行？刚才还说要全包布料，价格随便开，感情你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啊？林厂长，给我1个月时间，这钱肯定会送到。1个月？这人就是根脚使棍，根本不是诚心想买的。等你1个月，黄花菜都凉了。实在抱歉啊，冯厂长，咱厂子的工人要吃饭，我等不起。再者说了，下个月我就要向上面汇报了，真的没法等。最终，冯云一开始要包下的布料被几家分走了，蓝铁军立马就收到了消息，想起一开始运回来的那批料子，
他考虑要不要转手卖出去。至于还给淮阴纺织厂，那是不可能的，凭本事借来的布料，干嘛要还？蓝铁军叫来了唐小月，交代他把那批布料暗中卖出去。为了促成唐小月和阿凡的好事，蓝铁军又喊来了阿凡。上次从淮阴纺织厂运来的那批料子需要全部卖出去，当然了，不要光明正大的。你的能力我是很看好的，你就和唐主任一起去把这事办了吧。阿凡点了点头，没有拒绝。反正在厂里闲着也是闲着，刚好顺着记忆去寻找那些曾经熟悉的陌生人。两人出了蓝天制衣厂。樊老弟，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唐主任，您太抬举我了，我一个从山沟沟里来的穷小子，对着淮阴县城10点熟了9点，11点不熟啊。唐小月无可奈何，只得带着阿凡来到淮阴县下辖的五里镇，找到一个叫郭奔的人。你只要向青青制衣厂不经意的透露出你有他们需要的布料就行了，至于价格不要太高。这边谈妥后，唐小月也没有久留，跟着阿凡一起返回了县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阿凡想着家里的事情，黄鳝泥鳅的事已经稳定了，就是收入多少的问题了。过段时间爹也能出院了，最近一直忙，也没能去医院看一看。幸好多亏了嫂子，每日来回的奔波。阿凡，还没吃吧？我特意从外面带了些熟食，还有酒哦。卧槽，还来啊！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不气盛能叫年轻人？你这才来几天啊，要沉得住气。等咱制衣厂成功进军世纪市场，那你就是咱们厂的大功臣。别说之前区4500的提成，后面你还会得到更多。呵呵，说的比唱的好听。想利用唐小月给我下套，真当我农村来的什么都不懂吗？这年头这种罪名可是要吃花生米的。我要不赶紧离开，坟头草都要有3丈高了。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钱是收了，人却没要，这有点脱离我的计划。唐小月端着盘子进来了，盘子里面放着50张大团结。阿凡只是瞥了一眼，并没有动。怎么了？嫌少？不少了，但对于我应得的确实是少了。芳芳啊，你知道蓝天制衣厂在淮阴县城意味着什么吗？阿凡点点头，又摇摇头。只要你不用下三滥的手段，我才不怕你。你只要安心待在这里，有我蓝铁军一口肉吃，就会有你一口剩汤。过段时间就会有几家制衣厂撑不下去，到时候整个淮阴县的市场份额，蓝天制衣厂将会占据70%，给你1成就够你这辈子吃饱喝足了。呵呵，既然蓝厂长那么大方，那不如现在就把裙子的提成给我吧。你小子怎么油盐不进啊？这区几千块能和淮阴市场的1成份额比，希望你认真考虑，莫要为了眼前的小利益，损失了以后的富贵。蓝厂长，有些话合适，我就不挑明了，彼此心知肚明，咱们好聚好散。今天中午我便会离开蓝天制衣厂。阿凡对于那些画大饼的老板一向很反感，10个有11个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蓝铁军一言不发的离开了，搞得唐小月很纠结。这50张大团结我是拿走呢，还是不拿？阿凡离开蓝天制衣厂后，径直来到了县医院。这段时间天天就像过年一样，不对，过年都没吃这么好过，每顿不是白米饭就是肉包子，而且还有猪肉吃，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虽说家里的2个臭小子都能挣钱了，还是大钱，但这1000块钱花的我着实心疼。我得打多久的工才能赚到这么多？爹娘，阿凡，你怎么来了？你嫂子每天都来，你还来干什么？文静也快生了，你要在家多陪陪她。妈，我是特地来看看爹身体咋样了，钱还够用吗？不够，我这还有。够的，够的，你之前给的1000块还没花完，而且你嫂子每天都来送吃的，更没有花钱的地方了。你小子还记得老子啊？嘿嘿，最近这黄鳝泥鳅的生意咋样了？最近都是二哥在看，我在县城摸索赚钱的门道呢。啥？你这是胡来！你二哥啥性子你不知道？再说了，钱难挣，屎难吃，县城还能有比卖黄鳝泥鳅还挣钱的事？当阿文才准备教训阿凡的时候，阿凡将100张大团结放在了床上。这得多少钱啊？你小子哪来的这些钱？嘿嘿，这是我在县城里瞎转悠赚到的1000块。在县城瞎转悠就能转悠到1000块？阿文才跟韩国香面面相觑，这1000块跟他们嘴里的1000块是一回事吗？就像假如我有一个小目标和我真的有一个小目标，那心态能是一样吗？你小子能耐了呀，真是老天开眼了。是了，老天开眼，老天开眼。阿凡离开医院时，又硬塞了5张大团结给韩国香，看着手里真真切切的50块，韩国香眼泪又夺眶而出了。这娘们就知道哭，没钱哭，有钱也哭，哭丧啊哭，老子还活着呢。阿凡出了医院也没着急回家，他坐在路边细细品味着蓝铁军的话，寻找着其中的商机。目前凡是买了那批囤积布料的制衣厂，必然都会砸在手里，那么压力最大的应该是那家青青制衣厂。
买了淮阴纺织厂的不说，还吃进了蓝铁军那批料子。我得找一下青青制衣厂的位置，先观察几天再说。而此时，在青青制衣厂的厂长办公室，怎么会没动静呢？蓝天制衣厂一定会乘胜追击，快速生产新产品才是。这有点不对劲啊！上次跟风们没吃到甜头，这回压上了所有。本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没想到。于厂长，蓝天制衣厂并没有生产新的产品，那几个女工也偷偷观察过仓库，没有您说的那款布料。那几个女工，你确定真的是蓝天制衣厂的老工人？是的，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远房亲戚，每人还都给了2张大团结，是不会骗我的。我还不信林大龙真有这个胆量，竟然联合蓝铁军一起来欺骗我们几家制衣厂。去喊几个兄弟跟我去一趟蓝云制衣厂，再到国营饭店定个位置。阿凡在青青制衣厂观察到下班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只能先行回家。毕竟在这个时代住旅馆和后室是不一样的，没有大队上开的证明是住不了的。阿凡回到家的时候，杨文静正坐在院子里发呆。媳妇，你回来了，吃饭了吗？我去给你做。不用，哪能让你做饭呢？注意肚子里的孩子，这不正好剩了几个包子吗？我热一下吃就行了。你小子回来了，怎么也不找人传个话，我们好等你一起吃饭。嘿嘿，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怎么样，黄鳝泥鳅养殖基地可还行？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天天都去田里转悠，好着呢。两兄弟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二哥阿浩接手黄鳝泥鳅生意后，能言善语了不少，而嫂子李红却在边上不断的给他使眼色。这汉子话是多了不少，脑子还是不开窍，不懂得小别胜新婚嘛，还拉着阿凡一直聊。天色不早了，小江河明天还要上学呢，早点休息吧。那你就先带江河回屋睡觉吧，我和阿凡说话小声一点。这人没救了。晚上寒气重，进屋里歇着吧。这时阿浩一拍脑袋才反应过来，好好陪陪弟妹，我们去睡了。阿浩说完就跟着嫂子李红回屋去了。紧接着杨文静也起身回自己房间，阿凡后脚就跟了进来。想我没？这说的是什么话？哪有这么直白的？羞死人了！媳妇，想我没？屋里的灯还没关，我先关灯。说想不想我？想。你说什么？我没听见。这人于厂长您好，我叫阿凡。管你是叫叶凡还是阿凡，我现在没空。于厂长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吗？我是来解决青青制衣厂面临的危机的。青青制衣厂好得很，你别乱说啊，小心我告你诽谤啊！你诽谤我啊！于厂长您不要再演了，放心，我不是蓝铁军派来的，我是带着一颗诚心来的。诚心？就你穿成这样，能有实力解决我厂里的危机，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被看不起了，不过他于海平是耗不起的，毕竟手底下有那么多张嘴吃饭，等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他肯定会来试一下自己这根稻草到底能不能救命，到时候他才会愿意和自己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阿凡心里也犯怵，虽然很想拿下青青制衣厂，但需要多少资金目前还不清楚。这也不是小打小闹，我可是得拿出所有身家来搏呢。先让于海平飞一会儿，回家吃嫂子做的饭先。吃过晚饭，兄弟俩各自坐在小板凳上聊着天。这2天看你一直往返县城，制衣厂的工作不做了吗？忘了跟你们说了，那份工作我不去了。不去了？是的，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怎么了？被人欺负了？我跟你说，虽说你我都是山里人，但咱不怕事。明天早上你带我去，敢欺负你？二哥，也不是你想的那种不愉快，我没被欺负，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小子在外面可得多留点心眼，毕竟不比家里。我去县城次数多了，也听到一些传言，有些人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你可不要成为消失的他。二哥放心，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跑的就贼快。有嘴滑舌的。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去县城，肯定是有什么想法了。二哥啥也不懂，也帮不了你什么。但亲兄弟明算账，卖黄鳝泥鳅的钱我都给你存着呢，这篮子里的钱都是这段时间赚的。阿凡胸口有些发堵，觉得二哥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两世为人实打实的亲兄弟，有什么信不过的？你小子就放心在外面闯荡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用不着你操心。明天爹就可以出院了，妈也就回来了，到时候一家人住在一起，弟妹也多个人照应着。太好了。对了，爹妈的屋子整理好了吗？这个你嫂子早就收拾好了，就等着把爹妈接回来。第二天一早，两兄弟赶着驴车去了县城。1个小时30分钟后，两人到了县医院。二哥，
你先去帮爹妈收拾东西，我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两人分头行动，阿凡不一会就找到了阿文才的主治医生。那医生对阿凡的印象很深，能一次性拿出1000块钱来治疗的并不多见。阿凡还没开口，医生就说道：“你爹好的差不多了，回家休养1个礼拜就没事了。辛苦了，医生。那我爹接下来的用药，这药的从国外进口，一道道的程序很麻烦不说，还要上报审批，得有条子才能购买，而且价格不菲。医生，钱不是问题，就是批条子，这是我来汇报上去，你每个月的第2个星期2来拿药就行了。那就谢谢医生了。”阿凡出了医院，看到老两口已经在驴车上等着了。阿文才看到阿凡走过来，故意皱着眉头，其实心里早乐开花了。你小子找医生干嘛？都已经出院了，还嫌钱花的不够多呀？哼，嘿嘿，虽说这小子现在出去了，但咱作为老子的，该给脸色就给脸色。你还说阿凡，要不是他赚来钱，你现在能坐在驴车上，恐怕已经……你这娘们说的什么话？今天出院大喜的事情就知道哭。哎，二哥，走了。回到清河村已经是下午3点左右，村子里那些没去找活做的都在瞎转悠。哎呦，这不是阿文才吗？你这是干嘛去了？还得2个儿子赶着驴车去拉你，不赚钱了？哈哈哈，对啊，好长时间没见了，是去县城找活了。去，什么跟什么，只是去过襄阳家住了一段时间，今儿回来2个小子非要过去接，还带了2斤猪肉送过去，我都说不要了，非要买，1个劲的乱花钱。这瞎话张口就来啊！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饭，香喷喷的白米饭，再配上猪肉炒辣椒、猪肉炒菌子、肉末茄子、鸡蛋炖豆腐。爹妈，趁热吃，冷了再热就不好吃了。尽管敞开了肚子吃，锅里还有米饭。出息了。这次阿文才没有再呵斥韩国香，因为他的眼睛也有点湿润。没想到我这个土里刨食的人也能吃上这么丰盛的饭菜，整个村子里找不出第2家，靠的是谁？正是这个被骂了20年没出息的小儿子，我这个病值了呀！而此刻隔壁的杨素梅扒在墙边闻着飘过来的菜香，这把她馋得不要不要的。天天吃猪肉，这混小子到底赚了多少钱啊？刚好他爹阿文才回来了，我们家金凤凰上学的费用也该找他算一算了。等阿文海从生产队吭哧的回来，杨素梅冷着一张脸从乌漆麻黑的门框里探了出来。这娘们又咋了？迟早会被他下断气，还是离他远一点。你还有脸回来？这不是我家吗？我不回来，难道去村里王寡妇家吗？切，还王寡妇家，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人家能看得上你。对了，老三来了，就在隔壁，还在那大吃大喝呢。老三来了不是很正常？毕竟那是他的家，人家阿凡赚钱了不养自己的爹，难道养呀？养不养我另说，不过二丫这个月上学的钱，只有他家没给。又给我提这茬，上次见识了阿凡的厉害，根本就不想提这事。没给就没给吧，咱不差这一点。大文海，这个钱你不想去要也得去，去要了更得多要，不然你就别想好过。能请我吃个饭吗？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这是饿得有多惨啊！椅子都不放过，还能走路不？走，带你去吃顿好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解决眼前的困难。老板娘来2碗黄鳝面，你吃葱花吗？吃，现在给我啥吃的我都吃。2碗都加葱花，多加点哈。好嘞，你们稍等一会，马上就来。他家的黄鳝面做的特好吃，没有座位了，只能站着吃了。站着吃和坐着吃有什么区别？没想到我与海平有一天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连个吃早饭的钱都没有。其实这2天我一直在当你。我想这2天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于厂长只能相信我了。本来还有一线生机的，结果被蓝铁军跟风云联手给断了。社会倒是不缺这种落井下石的，你赚钱了比他亏钱了还难受，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那天去找我的时候，工厂里还有一批服装在赶工，只要做好了送过去，就有资金先发掉一部分工资，稳定一下员工的心。可蓝铁军跟风云2人直接派人到我厂子门口，当场就招女工，工资开的比我之前的还要高。阿凡，黄鳝面好了，这里正好有空位，你们过来坐吧。走，先吃饭。2人起身来到空桌旁，桌上放着2大碗黄鳝面，香味扑鼻，让人垂涎3尺。没几分钟，2人就将大大的一碗黄鳝面一扫而空。
老板娘，再来一碗黄鳝泥鳅，多给点哈。哟，这小子挺上道的，3天没吃饭了，一碗面怎么管得了饱？吃的不上不下的，最是难受。这于海平可不比山沟沟里的穷人，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厂长，在后世的话，那可是大老板。虽然现在落魄了，但骨子里的骄傲还是有的，不能趾高气扬的拿鼻孔看他。越是落魄的人，越不能逼得太狠，不然接手青青制衣厂的事不就黄了？第2碗黄鳝面下肚，于海平整个人顿时精神了。阿凡起身离开座位，端来了一盆温水和一条新的毛巾。你人怪好的嘞。于厂长，吃饱喝足也得洗漱干净，咱们才好谈事情。于海平洗过脸后，两人坐在黄鳝面馆门口的小凳子上谈了起来。于厂长，咱们就直入主题，我想接手青青制衣厂，对此你有什么想法？这小子模样清秀，挺招人喜欢的，可他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的钱吗？不过这人说话倒是真诚，眼睛都会看着你，先试一试他吧。你接触过制衣厂吗？接触过的，我在蓝天制衣厂待过，还在纺织厂门口见过于厂长一面呢。不过那时候于厂长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哦，有这事？怎么说？那个时候我还在蓝天制衣厂工作。什么？千防万防，还是着了蓝铁军的道，真不给我留一条活路啊！嚯，反应咋这么大呢？于厂长，你误会了，我现在已经不在蓝天制衣厂工作了，您先坐下来，我慢慢给您说。于海平心绪起伏，难以平静，不过还是强压心中火气，听着阿凡解释。跟我玩无间道吗？一个半大小子就能接手一家制衣厂，其中就没有弯弯绕绕？于厂长，还记得蓝天制衣厂推出的3款连衣裙吗？这我怎会不记得？就是因为这3款在县城大卖，青青制衣厂跟风晚了，没赚到多少，这一次下足了血本，才会导致出现这种局面。其实那3款连衣裙就是我设计出来的。啥？你在说人话吗？我跟你说，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于厂长不信也别骂人啊，不过没关系，以后你就会知道了。蓝铁军欠我一些东西，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一时前拖欠工人的工资可不能让我出。那些去蓝天制衣厂和蓝云制衣厂的女工钱都不要了，蓝铁军跟风云都明确表示会支付他们在青青制衣厂的工资。这2家做的是真绝啊，不留一丝活路。那个风云以前落难的时候，都是我帮他东山再起，没想到这人心呐。2家制衣厂大概招走了多少女工？没大概算过，不过也走了7、8、8了，只有几个老女工没去其他制衣厂，就在等着我呢。这倒是阿凡想见到的结果，只要有几个忠心的老女工在，他再从老家带些熟人过来，就不怕被人买通，把新款衣服泄露出去。于厂长，青青制衣厂我接手了，不过这个价格，咱不说别的，光是40台蝴蝶缝纫机的价值就接近8000元，还不算其他的。没想到青青制衣厂有40台缝纫机，这年头搞缝纫机可需要用工业票的，先不说价格，就工业票都很难搞，往往会溢价很多。不过你小子做人还算地道，我于海平今天落魄成这样，就算乞丐也不会高看我一眼。你小子对我这般，就算是装的我也认了。所以青青制衣厂你接手，只要8000块。于厂长，这个价格我能接受，不过有件事还想请你答应。哦，何事？你说。我想聘用您当厂长。什么？阿凡之所以聘用于海平，是一开始就想好的。这做生意跟养黄鳝泥鳅是不同的，这年头不比后世交通那么便利。阿凡得出去找市场谈生意，出一趟远门都是按天计算，厂子里没一个人坐镇是不行的。这小子真他娘的是个怪才，他怎么敢聘用我的？胆子也太大了。于厂长，知道你跟青青制衣厂有感情，舍不得，不如留下来帮帮我。青青制衣厂给了我太多，我愿意回到青青制衣厂。好，老板娘，再来一碗黄鳝面，98号黄鳝丝加满。两人从黄鳝面馆出来，马不停蹄地返回青青制衣厂。我操！这么多大团结，他就直接绑身上了，果然是有备而来，就不怕被抢。这一共是2000块，算是定金，咱现在就把合同签了。那好，咱就写一个定金合同，等你将剩下的6000块给我，这个厂子就是你的了。一套流程行云流水，两人都不是墨迹的人，很快就签好合同。事已至此，我想知道纺织厂那批囤积的布料是不是蓝铁军做的局？是林大龙和蓝铁军一起设的局，只是没想到青青制衣厂会采购那么多的布料。于叔，林大龙这个人你了解多少？林大龙是上面派下来的，不好惹，当初也是被利益冲昏了头。那批囤积的布料没有林大龙拍板，是出不了仓的。于叔，厂子恢复生产的事就交给你了，我回去给你准备6000块，再招些女工过来。起床啦！我操！什么情况？地震了！
说找你有事，天大的事。原来是你小子，什么大事一惊一乍的，只要不是上刀山下油锅的事，尽管开口说能帮上的才算。说你这是把后路都留好了，这带着孙明挣钱算不算大事？啥挣钱，这可是大好事啊！说吧，要我怎么帮忙？说我这个挣钱的门道啊，需要带30个手活好的女子去县城。啥？30个女子？你小子想干嘛？什么挣钱的事需要那么多的女人？还是去县城？这县城来回一趟2-3个小时呢，你可不能有什么不好的心思啊，那可是要吃花生米的。说你很懂啊，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县城盘了个制衣厂，还是公家单位的，现在急需女工，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咱们村不是有一大帮闲在家的女人吗？让他们去我的制衣厂工作，不仅有钱挣，还包吃包住，1天3顿饭呢。什么待遇这么好，我都想去的。你放心，这对村里的女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事，我一定给你物色手脚勤快做事踏实的。说那就麻烦你了，这何大前门你拿去抽吧。这怎么好意思呢？阿布林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接了过来，脸上笑出了一朵菊花。女工的事搞定了，就剩下6000块钱的事了。上次二哥给我那一篮子的钱也没细数，回去看看差多少。回到家，杨文静在院子里散步，嫂子李红和他妈韩国香在唠嗑，阿文才靠在墙边晒着太阳，见到阿凡回来后，眼皮抬了抬。你小子一大早的就不见人影，去哪了？你媳妇都快生了，也不知道多陪陪她。去了趟县城，回来的时候文静在午睡，就没喊她，然后去找了村长阿布林谈些事情。找阿布林？找他干啥？也没啥，就是我在县城盘了一家制衣厂，需要女工，去找他帮忙招人而已。你小子，再说一遍，去县城干啥了？去县城谈了个制衣厂啊。那你需要多少女工啊？差不多30个吧。30个，竟然要那么多女工，那厂子得多大呀？就你那卖黄鳝泥鳅的钱能够？不会是让人给骗了吧？你小子给我仔细说说，敢有一句扯谎，把你的腿打断！阿凡无奈，只好将怎么盘下青青制衣厂的过程说了个一清二楚。几人听后，感觉像故事一般难以置信。这小子腰间缠着2000块，就敢去找公家单位的厂长谈判，胆子够大的。没想到还谈成了。对了，你说要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你大姐不正好吗？自从嫁给那姓郑的，1年到头都没回来过一次，也不知道日子过得咋样了。当初那小子昂着头来提亲，一点都看不起咱家。阿凡对于自己大姐的记忆并不多，在阿凡还很小的时候，大姐阿梦莲已经去县城打工了，也就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来。不过每次回来都很舍得，带了不少好吃的给阿凡。和杨文静结婚的时候，大姐也回来了，虽然脸上带着笑，可看得出来她过得并不开心，得找个时间过去看看大姐。现在条件好了，不能让她受了委屈。傍晚，一家人其乐融融，正准备吃晚饭，屋外传来了敲门声。小浩，你去开门，看看是谁赶着饭点来了。哎呦，老三家吃的这么好啊，整了一桌子菜呢，有猪肉炒辣椒、鸡蛋炖豆腐。这杨素梅无事不登三宝殿，又来做什么妖了？哟，弟媳来了呀，吃了吗？哎，吃饭，整个村里晚上能吃上白米饭的，除了你家还有谁家？我们不知道也无所谓，毕竟习惯了，喝点水躺床板上一夜就过去了。可是可是啥？这是怎么了？可是咱们家二丫在学校就不好过了。感情这又是来要钱的，看这架势，在自己这讨不到，是要朝我爹要啊！这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当初可是说好的，二丫考上大学，几家都拿点钱出来供她上学。可如今你们家倒好，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说好的钱1分不给。这杨素梅之所以能理直气壮的来要钱，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初二丫考上大学，在清河村那叫一个轰动。于是阿凡他爷爷阿大贵牵起了头，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棺材本给了杨素梅。几个兄弟姐妹也都拿出钱表示心意，承诺了会一直供到二丫大学毕业。可这一表示，杨素梅就收不住了。今天二丫写信回来没钱吃饭，明天二丫写信回来要钱买书本，反正要钱的都是杨素梅。二丫来的信没有一人见过，原本3个月给一次，硬生生的变成了想啥时候要就啥时候要。这段时间我身体不舒服，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二丫的钱就耽误了几天。那我不管，你去医院那是你的事。樊小子赚了那么多的钱，难道还不够你的医院费？阿凡听到这话，脸黑成了锅底。
但他也只能忍，毕竟这是长辈之间的事。杨素梅是奔着他爹来要钱的，他爹要不多说，他还能说啥？我这才刚回来，之前打零公证的钱都交给医院了，现在身上确实没钱了，要不缓几天？那不行，二丫来信了，这个月要吃不起饭了。今晚你要是不给我，明天我就告诉咱爹去。要论心疼这个金凤凰，阿大贵比阿文海老两口还要心疼。当然，这少不了杨素梅的3寸不烂之舌，把阿大贵哄得团团转，说什么二丫大学出来后，第一个孝敬的一定是你阿大贵，所以杨素梅要不到钱，就抬出阿大贵来压阿文才他们几兄弟。樊小子，要不爹您可别，那是你们长辈的事情，我们小辈不掺和。我手里头还缺钱呢，莫说我，你找二哥也是一样，他也没钱。阿凡虽然是对着阿文才说，可实际上是说给杨素梅听的，事实上也没错，长辈之间的事情就不要掺和到晚辈之间。我身上确实没钱，都在医院花光了，要不你缓一段时间，等我能上工了，去找点零活做做，有了再给你。隔着你们一家人都在演我呢，老三，我算是看透了，你就是嫉妒我们家2个丫头，一个上了大学，一个嫁到县城吃香的喝辣的，再看看你们家2个混小子而已，一个比一个没出息，注定是土里刨食的命。至于你们家大丫头，我可是听说了，过得可不好。你再说一次。哎呀，不得了，嘎人了，晚辈打长辈了。这娘们丢人啊，还不起来，在这丢人现眼的。你敢吼我，你再吼我一个试试，有本事使在我身上，怎么不知道跟老三掰扯掰扯？阿凡这王八蛋小子还动手打我了，你现在就给我打回去。我可一根手指头都没动你啊，这家伙张嘴就来。弟媳，话可不能乱说，几双眼睛都看着呢。樊小子啥时候动过你一根手指头了？阿文海看了看阿文才，没得办法，拖着杨素梅走了。顿时院子里恢复了安静。爹，刚好借着晚上的事跟你说一下，二丫那学费以后你1分钱都不许给，说什么钱不够花，我可是托人打听了，上大学不仅不花钱，上面还有补贴呢。二丫怎么会缺钱？啥？上大学还有补贴？这年代的大学生可是香饽饽，不仅每个月都有补贴，毕业以后还包分配工作。他杨素梅每次都说二丫寄信回来要钱，可信呢？您见着了？有信你让他拿出来，您不识字，文静可是识字的。今晚这是闹的，我是真没钱啊！上次治病家底都掏光了，后面如果不是樊小子卖黄鳝泥鳅挣的钱，哪能捡回一条老命？这杨素梅咋就不信呢？重生之后，我靠卖黄鳝泥鳅赚了4800块钱，但离买下一家制衣厂还差一点。差一点？差多少？1200。1021点，口气不要那么大好吗？100-200块还好说，这么多的钱把你二哥卖了都不够零头的。放心吧，二哥不会把你卖了的，我能想到办法。阿凡想到蓝铁军还欠自己的钱没给呢，但就蓝铁军那尿性，肯定是不会给他的，得想个办法让他把钱吐出来。不过这人做事滴水不漏，想要让他就范也不是那么容易。早点睡吧，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好的，二哥，知道了。二哥，我一会就去睡。阿凡却没发现二哥阿浩转身就走了，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再也没看阿凡一眼。阿凡身上的压力太大了，我作为哥哥的必须做点什么。阿浩只身一人带着20块，前往了更远的山村去收黄鳝泥鳅。雨下这么大，只能在屋里吃饭了。二哥、嫂子、爹、妈，吃饭了。来了来了，爹妈，阿凡喊吃饭了。小浩呢？吃个早饭那么慢，做阿飘都抢不到金银。爹，我醒来就没看到阿浩了，可能去县城送黄鳝泥鳅了。昨天下午收了有110来斤呢。我看2辆平板车还在，二哥应该去黄鳝泥鳅养殖基地了。刚好下了大雨，在谁家躲雨吧？阿浩在家没事的时候，总是喜欢往黄鳝泥鳅养殖基地跑，所以大家也都习惯了。不过他们却不知，阿浩此时已经遇上了危险。这雨下个没完了，前面有块大石头，正好可以躲雨。不好！我这是在哪？你醒了，以后不要一声不吭的就自己出去了。好在阿凡找到了你，要不然。哼，那么大的人了，干的这叫啥事？好好的一个家，差点就被毁了。好了，少说2句，孩子刚醒，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是啊，爹，这事都怪我，要不是担心我盘制衣厂的钱不够，二哥也不会这样。走，吃饭。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县城。带我去县城？去干啥？爹，是这样的，等明天把黄鳝泥鳅卖了，制衣厂的钱也就差不多了。二哥跟嫂子要跟我过去帮忙，但家里黄鳝泥鳅的生意不能断，所以只能请您老出山了。
我怎么能行？这东西我不会呀。爹，明天早上跟我去县城逛一圈就知道了。再说了，我还请了国庆叔来帮忙，比你干苦力简单多了。当真？比真金还真。好吧，咱就试一试。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你小子是老子的种，有这基因，当爹的应该也不差。第二天一大早，兄弟俩早早的起来了。嚯，爹这么早就起来了？哼，做生意都像你们这么磨蹭，吃屎都赶不上趟。您老起的也太早了吧？供销社都还没开门呢。今天那么早啊？大门还没开呢。今天咱爹一起来的，起得早，催得紧。爹，记得拿上大前门，这是看门的大爷，关系得搞好。这还用你说？我能不懂？阿文才虽然嘴上这样说，但身体却有几分僵硬，好半天才抽出了一根大前门递了过去。谢谢老哥，你家这两小子可不得了啊，老招人喜欢了。大爷，以后黄鳝泥鳅就由我爹来送了，他腿脚有些不灵便，到时候麻烦你帮忙看着点。好说好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你放心吧。这他喵的怎么会这么重？不能够啊！我可是做重活的一把好手，怎么这点钱都提不动？1300块呀！二哥，咱们还是早点回去吧。你看咱爹。爹，我去县城找于海平了，你一会去找村长，让他通知一下要去制衣厂的村民，明天收拾收拾，一大早就得去制衣厂了。知道了，去吧，路上小心。1个半小时，阿凡到了青青制衣厂。于海平这几天吃住都在制衣厂。于叔，凡厂长，哎，什么厂长不厂长的，于叔叫我阿凡就行了。那行，我就倚老卖老了。这几天我一家家的登门拜访那些没有去别的制衣厂的老女工，结清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也都挺愿意回来帮忙的。于叔，办事就是让人舒服。走吧，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剩下的钱我带来了。哦，这小子6000块就放在竹篮里，大摇大摆的过来了。胆识过人啊！走，签了字，盖了章，这厂子就是你的啦。两人来到了于海平的办公室，60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两人很快就把合同签好了。青青制衣厂就交给你了。瞧你这话说的，不是还有你吗？这几天我经常看到有人在咱们厂子附近转悠，我想应该是来打探消息的。他们这帮老狐狸，如果没有亲眼见到机器搬出厂子，是不会彻底放心的。不过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今天下午就通知说好的女工，让他们明天就来上班，制衣厂开始恢复生产了。要不要缓缓？咱制衣厂还有个小门，我让他们从后门进。现在林大龙和蓝铁军穿一条裤子，要是知道青青制衣厂死灰复燃，会不会打压我们，不卖布料给我们？于叔话是没错，不过这种情况下，咱们越是躲藏，就证明咱们越是心虚，倒不如大门敞开，直接上人，来一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他们摸不清状况。可是我上哪给你找那么多女工？目前也就10来个。那10来个老女工，你确定他们都能守口如瓶吗？啥？信不过我吗？我可是真的为青青制衣厂着想啊！于叔，你放心，我不是信不过你，只要制衣厂运转起来，消息是藏不住的，进货出货总不能都走后门吧？而且那些还没去别家制衣厂的女工，真的有人没去吗？阿凡做了一辈子生意，不说害人，但防人之心总是要有的。于叔，还有件事，对外你还是青青制衣厂的厂长，我只是个无名小辈，能不提就不提。我估计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盘下了制衣厂，这样一明一暗，操作一些事情也方便。行，你是老板，你说了算，憋憋屈屈的也不是事。重生到80年代，我盘下了一家制衣厂，没想到才刚恢复生产，第2天就只来了3个女工。什么？蓝铁军这么快就对青青制衣厂动手了吗？于叔，这批货新来的女工能不能完成？可以是可以，不过手脚没有老女工做得快，要在5天内完成是不可能的。敌人这是一击即中啊，刚好卡在我们新老不接的时间节点上。不过想难倒我可没那么容易。走，带我去没来的女工家。二哥，将大铁门锁好，看住了，要是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记下来样子。好的。这是周翠花家，是我们厂的第1批女工，我去敲门。应该是没人在家，算了，去下一家看看。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能不乱阵脚？这小子内心不是一般的强大。你们找谁？别怕，我们是好人，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们别来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妈上班去了。你别怕，我们真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今天是特意来看她的。
真的吗？是的，之前是不是有坏人来过？他们凶神恶煞的，又是踹门踢门的。你说的那些人，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他们是来要钱的，把我家里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不仅如此，还动手打了我妈。那你妈妈今天一大早就上班去了？是的，她给我留了一个地瓜跟窝窝头，就上班去了。你们找妈妈有什么事吗？你妈妈之前帮助过叔叔，所以过来感谢你妈妈的。哦，妈妈不在家，上班去了，她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这样啊，那你关好门，我们走了。好的，叔叔再见。还去下一家吗？不去了。这个黄兰星你了解多少？了解不多，只知道他不太合群，话也不多，每天按时上下班，工作也不偷懒。他家的状况你知道不？这就不清楚了，我也不会过问这些。算了，先回厂子里，其他几家肯定也没人，等晚上再来黄兰星家。你们是干什么的？在我家厂子门口干嘛呢？哟，这不是鱼大厂厂吗？火气不要那么大嘛，要是没地方泄火，哥几个带你去转一转。是风云还是蓝铁军派你们来的？这就不劳于厂长您费心了，哥几个就喜欢在青青制衣厂门口待着，况且这条路又不是你们家的，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们于海平无奈，他们又没打架闹事，就算报警也没用，只能先回厂子里。这些人是来闹事的？不是，还不知道来干嘛的。阿凡呢？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他从后门进来的，我现在就去找他。他喵的，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要不要我去找些人？道上咱多少也认识一些，一人只要1块钱，要多少有多少。还没到那一步，大打出手不是长久之计。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究竟是谁出的手，是蓝铁军还是冯云，又或者是其他厂子的。等搞清楚是谁了，便可对症下药。特么的，从没受过这种气，被一群20来岁的小年轻嘲笑。现在咱们厂可经不起折腾，真要闹起来，不就着了别人的道了？做生意是长久之计，暂时吃点亏没什么。阿凡，我要回家喊人，真是欺人太甚了！这帮小混混跟在咱们厂老女工的后面吹口哨说下流话，这可是流氓罪啊！报警！报警！将他们都抓起来去裁缝纫机。阿凡，咱可不能怂，不给个下马威，当咱们是哈龙猫啊！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能跟着对方的思路走。先去黄兰新家。对了，锅里还有几个红薯，也带上。谁啊？这么晚的？黄姐，是我，于海平。于厂长。黄姐，一直以来你都是兢兢业业的，今天突然没来厂里上工，我想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其实今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制衣厂，不过快到的时候被人拦了下来。一开始我以为是要债的，可结果却是蓝云制衣厂的人，他们给了我1块钱，说是今天的工钱。于厂长，我不是故意的。没事的，今天的事情没你想的那样，你只要说出事情的经过就行了。他们七拐八绕的把我带到一个小院里，就让我在那待着，哪也不许去。就这样从早上看到晚上，走的时候硬塞了1块钱给我。我本不想要的，可他们说不拿着，今晚就回不去了。于厂长，你要相信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不然我的孩子会饿死的。黄兰星没有像在青青制衣厂那样一言不发，家里什么都没了，要是工作也没了，他们母子俩可就没活路了。黄姐，你想多了，我们今天来找你，就是担心你的安危。担心我的安危？是的，今天不止你一个没来制衣厂，赵杰几人也都没来。怎么？这是咋回事？我猜他们和你一样，都是被自称是蓝云制衣厂的人接走了，为的是打压青青制衣厂，让制衣厂无法恢复生产。还有这样的？好了，看到你没事，我们也就放心了。我们再去赵杰他们几家看看，明天你就早点出门，别被他们堵到了。暂时也只有这个法子了。于叔，蓝云制衣厂的冯云，你接触过没？冯云嘛，我跟他很熟。哦，这么熟？他还一个劲的打压青青制衣厂。青青制衣厂资金链断裂的时候，我还找过他，可他根本不见我。还有这事，说一说你们怎么认识的？当初我接了一个大活，送完货后怀里揣着刚结清的1000块尾款，没想到被人给盯上了。那些人不仅劫财，还要嘎人。结果这时候冯云带着他的小弟出现了，于是乎我们就成了朋友。冯云想办一家制衣厂没钱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借给了他，还介绍不少公家单位的人给他认识。那你有没有想过，当初那场抢劫可能就是冯云故意安排的？有的，冯云这人不比蓝铁军，一直没离开过黑的，阴招损招特多，手底下养着不少人。我明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跟他发生碰撞的。于叔，你也好好想想，冯云这人有没有什么把柄，或者他的对头有多少？
经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一件事来。有一次跟冯云吃饭，他喝多了，跟我吹嘘了一件事。哦，什么事？他曾经嘎了一对亲兄弟。重生之后，一群街溜子堵在我的制衣厂门口，不仅不让我的女工进厂上班，还在后面吹口哨，说下流话。因此，我让女工们天还没亮就进厂踩缝纫机。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放心，我会出手的。那个日思月想的人啊，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了。毛子，哥，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正想你来着，你就出现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曹贼，曹贼就到。我咋感觉你是在骂我呢？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曹贼很难的。哥，您别生气，我找自身原因。您今天过来还是要大前门吗？是的，这次拿的不多，先拿一条。哦，对了，毛子，现在你跟谁混呢？哎呀，什么混不混的，我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但要说势力的话，我是跟着双龙帮的。双龙帮？对啊，双龙帮的帮主是由两兄弟把持的，因为两人经常胡一条龙，所以道上的人都称之为双条龙，因此叫双龙帮。哦，那你听说过金角大王吗？金角大王是冯云道上的化名，这还是于海平告诉他的。能知道这个名字的，都得是老一辈的混子。阿凡借此试探一下毛子的深浅。金角大王没听说过，应该不是混咱这片的。怎么，这人跟你有过节？没有，听一个朋友说起过。想起来你是道上混的，应该知道不少。既然哥对这人感兴趣，我给你打听一下。哟呵，你行吗你？打脸了不是？男人怎么能说不行？虽然我是不知道，但是我阿表肯定是知道的。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保证给你打听清楚。给，这钱是给你的跑腿费，不过记住了，要保密，除了必要的人，其他的一个都不能说。哥，您放心，今天你就只是来买大前门的。怎么不拿着？嫌少？不是的哥，真的是给我的，拿着吧。当然也不能白拿，你要帮我办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帮我打听这个金角大王，等你打听到这个人了，就会有第2件事了。好的哥，您真是我的亲哥啊。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早上，弟兄们6点就出门了。我在青青制衣厂所有的必经之路上都安排了人，可一直蹲守到10来点，愣是连一个女工的影子也没见着。我觉得他们应该都躺平在家里了。没了。强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打压青青制衣厂的机会，要是错失了，你说该怎么办？好久没见过冯云这样子了，真是越平静越可怕。我这就去办，不惜一切代价。你放心，即便是动起手来，也不会有公家单位的人出现。得了一个定心丸，许强就转身出去了。冯云从椅子上起身，来到窗前，眼神里满是阴雾。不知为何，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于海平啊，于海平，你既然已经倒下了，为什么还想站起来呢？好好的离开，对你对我都是好事，你可别逼我呀。姐。李经理，好久不见。哎呦，是樊老弟啊，樊老弟，我正想你呢，你就来了，真的是想曹贼，曹贼就到啊。这画面怎么这么熟悉？对了，最近在忙什么呢？也不过来看看老哥，要是遇上什么困难，你尽管开口。哇，不得了！李哥，还真被您猜中了，老弟真的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我就客气一下，您还当真啊？算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别的咱不说，在县城这1亩3分地，老哥的人脉还是有几分的。我就知道李哥您啊不简单，这个您收着。就你小子会来事，说说吧，怎么一回事？阿凡将制衣厂被人闹事的经过跟李山说了一遍，当然里面的话半真半假。李山也懒得多问，成年人打交道，只知道自己应该知道的。不就是有人闹事吗？撵走就行了，难道来头很大？我听那个几个街溜子嘴里说着什么蓝云制衣厂，还有叫什么强哥、冯云啥的。蓝云制衣厂这个是哪个部门管来着？有点想不起来了。算了，一家制衣厂而已，只要不弄出人命都不是事。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小弟这就以茶代酒，谢过老哥了。跟我还客气什么？不过这2天你嫂子吃啥不香的，你可得给老哥支个招啊。李哥，这话哪还用您说啊？我早叫家人备着呢，这不是着急制衣厂的事吗？我马上就回家。阿凡离开水产供销社，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火速赶往吴家堡。后路既然已经铺好，那就要速战速决。咦，这不是樊老弟吗？你小子最近干嘛去了？去你家几次都没见着你，今天倒是自己来了。嗨，别提了，本打算去县城开眼的，没成想却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今天是特意来请吴大哥帮忙的。他娘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别怕，欺负你就是欺负我吴保国，我这就给你去找回场子。阿凡说是吴家堡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没有他来收黄鳝泥鳅，村民们就只能饿得去啃树皮。哪像现在家家户户都能留有余钱，
所以就算这个村长不当了，吴保国也必须帮阿凡找回场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我在县城盘了个制衣厂，整天被一群小混混堵在门口，憋屈的慌。啥？还有这么能耐的人？你一个敢只身前来吴家堡的人，还害怕一群小混混？不至于吧？也不是能耐不能耐，主要是这群小混混背后有人，手头上有点势力。哼，别的咱不说，几十年前吴家堡叫什么？是没人敢忘的。走，喊多少人？吴保国当下就起身，准备出去喊人。吴大哥，不用那么多人，对付他们只需要你一个人就行了。你要我一个打10个吗？我可不是叶问啊！这个村民为了给我撑腰，就想让欺负我的小混混听个响。正所谓擒贼先擒王，我拎着响，直接去找那个撑腰的。吴大哥，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咱换种温和的方式。这个怎么样？老一辈传下来的牲口泻药，马儿都说好，你要不要？要。于叔，等会你去给外面的街溜子送点水，让他们好好的解解渴。送水给来砸场子的人。去吧，一定要让他们都喝下，等会你就知道了。于海平没办法，只能点头答应，抬着一个大水桶就出去了。来看你们站那么久了，应该也怪渴的，喝口水吧。哟，于海平，不是献殷勤必有所图，是不是在水里下毒了？爱喝不喝？哎，放下！我倒要看看是不是下毒了。正愁找不到借口发飙呢，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上，弟兄们口渴的都来喝水，看他们今天能不能把我们毒死。一帮小混混顿时呼啦上来，没一会整桶水都被喝光了。于叔，10分钟后拿着这个家伙出去，可劲的造他们。强哥，我肚子疼，我憋不住了。他妈的，我怎么也肚子疼了？一时间，几10个人的肚子悦耳的叫着。有个小混混实在憋不住了，直接成为了喷射战士，夹着屁股跑向路边的草丛。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顿时制衣厂门口形成了一道奇景。你要做什么？我正拿屎呢。你们不是讲究人，哪有趁人拉屎动手的？信不信我呼你一脸？趁你病要你命！强哥，咱们跑吧。说完，小混混拎起裤子就跑了。其他人见状都作鸟兽散，许强无奈也只能战术性撤退。3个人你看我看你的，身上的黄色粘状物散发着胜利的气息。这场门口都成了金色广场了，不过能让青青制衣厂安静一段时间，够时间把第一批货物赶完。我的妈，40-50号人在人家厂门口窜稀，还被3个人追着打，你们真是把我的脸丢得稀碎啊！许强呢？叫他来见我。那个强哥还在窜稀呢，已经虚脱了，动都动不了。这都窜了5-6个小时了吧？说完，冯云眼前一黑，大夫。这一仗总算把这2天的憋屈一扫而光。可不是，那帮泥腿子随地撒尿，现在起火了，让他们也窜稀。今晚可以让女工们正常下工了。于叔，这批货你得抓紧，将之前耽搁的时间补回来。5天后要如期把成品交给人家。好的，你放心，这活我熟，必然会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正好大伙都在，我说个事情。吴保国听到阿凡要谈正事，准备起身离开。吴哥，你也一起听听，暂时你还得在厂里帮忙。好的。于叔，你之前囤的那批没用的料子，我已经想好做什么成品了。听到做衣服，于海平的眼睛顿时就亮了。上次阿凡说蓝天制衣厂的爆款是他想出来的，他就一直在等着阿凡新的设计呢。这不，终于等来了。如今已经是6月份了，天气逐渐变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的确良布料做的衣服透气性差，一出汗就会粘在身上，很不舒服。对，的确如此。所以之前囤的那批料子就派上用场了，咱拿来只做裤子，不做衣服。只做裤子会不会不划算？毕竟裤子的价格没有衣服的高，耗费的材料却差不了多少。我也不是没想过，可那批布料太过粗糙也不透气，穿在身上磨皮肤，谁不想图个穿衣舒服？确实不适合做衣服，至于做裤子倒还行。裤子的款式我都想好了，男女各一款，不敢说又是一个爆款，但还是能小赚一笔的。没问题，你说了算。于叔，有件事可能有点为难你，当然了，能成最好，不成也不是你的问题。啥？你说说看。上次不是还有2家制衣厂也囤了那批布料了吗？你看能不能低价收过来？要是能零元购就更好了。安凡，不是我泼你冷水，而是我跟他们打了那么长的交道，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巴不得青青制衣厂倒闭，少一个分羹的人。是我想当然了。我想他们就算烂在手里，也不会卖给青青制衣厂。
要不让我去？你去更不行了，他们上次被林大龙坑过一次，是一朝被蛇咬，心里难免有所防范。算了，这事也不急在一时，毕竟咱们厂的布料足够多，即便大卖了，他们就算模仿布料也有限，抢不了太多的市场份额。不是盘的制衣厂吗？怎么一股屎臭味？爹，韩叔，乖乖，出息了，出息了！能在县城盘下那么大的一家制衣厂，嘿嘿，不愧是老子的种。老韩，走进去。阿浩跟在阿文才后面介绍着制衣厂的情况，他知道自家老爹最在意什么。爹，你放心，咱们村带来的村民1天3顿饭，管够管饱的。那就行，都是一个村的，该大方就要大方点。这不，给你们带了3大筐的野菜、木耳、菌子，都有不少呢。阿文才嘴上说大方，心里实则肉疼着呢。这年头赚钱不容易啊！这制衣厂门口怎么一股屎臭味，连个茅厕都没有？这个，爹，我整天也不出这个门，没闻到啊。你小子糊弄谁呢？爹，你来了。爹，我还得去看大门，先走了。溜了。你去忙你的，我看看就走了。这怎么能行？我让嫂子早点做饭，你跟韩叔吃了饭再回去。这小子就是机灵，知道他老爹肚子里没有水了，给咱弄顿好的。重生之后，我利用预知未来的记忆，成功的设计出了7分裤和大裤衩，让原本砸在手里的布料重获价值。把裤子脱了。什么？我说把裤子脱了。这在这里不太合适吧？光天化日的，你小子不是有老婆吗？怎么会有这种特殊的癖好？难道为了生活，为了制衣厂，今天我就要？怎么脱个裤子都那么费劲啊？不就是让你试一试这大裤衩吗？这小子说话怎么只说一半的？于海平麻溜的脱下裤子，换上了大裤衩，感觉怎么样？嘿，你还别说，怪舒服的嘞，宽宽松松，穿上去特别方便。7分裤什么时候能做出来？7分裤工序比较复杂，应该明天早上才能做出来第1条。7分裤倒是不急，第一次生产自己的服装，质量一定要把控好，不合格的全部打回去重做。这个你放心，每一步我都在把关。你们村的那些女子也肯学肯干，上手非常快，都快赶上老女工了。于叔，我看你这大腿又白又长的，要不7分裤你也试一试？我还要去盯着女工呢，先走了。这人怎么连点生活趣味都不懂啊？既然生产已经步入正轨了，那就得去找销售渠道了。阿凡先来到了县城的百货大楼，此时约莫是早上10点多，百货大楼里的人络绎不绝。一进入大楼，就看到了蓝天制衣厂的铺子，不少年轻时髦的女子正在挑挑选选，不一会就卖了7、8件。阿凡转身来到了蓝云制衣厂的铺子前，这件衣服怎么卖？您好，这是咱蓝云制衣厂生产的，品质您放心，这件衣服只要8块钱。这衣服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啊？咱制衣厂的衣服都是港台风，走在时尚的最前沿，出现类似的情况在所难免。女子很会说话，一下就把抄袭给圆了过去。阿凡只是点点头，笑着离开了。这百货大楼人流量巨大，可以是一个销售点。阿凡离开百货大楼，来到了肉联厂。这会已经是中午了，来买肉的中年妇女有不少，能在这个时间出来买肉的，家里的条件一般都不会差。阿凡来到一个摊位前，买肉，来2斤肥肉。小伙子，我咋感觉你那么熟悉呀？把我忘了，之前来你的摊位买过很多次了。22级的时候，我买了5斤多呢。我说呢，看你那么眼熟，你就住这里呀？离这不远。哥，给您打听个事，这肉联厂的主任你知道是谁吗？我只知道主任姓张，其他的咱也不太了解。不过你找张主任什么事，我可以给你打听打听。那感情好，我家里是做衣服的，看这里人来人往的，想在您这附近摆个摊子。衣服还有在肉联厂门口卖衣服的，你这操作我看不懂啊。我家厂子小，上不得台面。这样啊，你要真想摆摊子，早上可以早点过来摆，那会公家单位的人刚起床呢，不需要找张主任，而且早上买肉的人比现在还多呢。谢谢了哥，这猪肉先放您这里，要是一会我没赶回来，就明天来拿，成吗？成的，你放心，反正钱已经付了。阿凡离开了肉联厂，又来到了水产供销社。李哥，这是怎么了？
愁眉不展的。哎，我那个老丈人最近吃不好，睡不好，去医院检查也没啥事，可不知道为什么吃饭一点胃口都没有，人都瘦了好几斤，家里那位坐不住了，可劲的对我发脾气。您岳父他？老弟，可也不怕你笑话，我能坐上这个位置，完全是我那老丈人的原因。哦，我那老丈人在上面，无论跟谁都能说得上话，本来这个位置是轮不上我的，咱自个有几斤几两心里清楚，还不都是因为娶了个好媳妇？但是你看我这个性格，哪里是成大事的人啊？那您的岳父贵姓？姓张，是不是叫张大义？可不是，不过你咋知道我老丈人的名字？毕竟做生意嘛，我专门打听过咱上头的人。您老丈人这情况有几天了？半个月了，只是最近闹得厉害，常见的东西他都吃腻了。李山说得明白，阿凡想到了一个东北的至理名言：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2顿。李哥，这事我或许能帮得上忙。啥？难道你要给他做黄鳝？不是，放心，就算不能一干见影，但是博您岳父艺效还是没问题的。阿凡交代李山去准备一些烧烤用的材料。李山的老丈人是吃过苦、扛过响的人，如今到了这个级别，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所以阿凡就得整点不一样的。李哥，今天来还有一件小事。烦老弟，你还跟哥客气啥？还是上次的那件事吗？不是的，是过段时间我那制衣厂不是要出货吗？我想在水产供销社附近摆个摊，我看一大早来来往往的人流特别大。这不是打老哥的脸吗？就咱俩的关系，在这水产供销社附近，你想摆多大的摊子就摆多大的。我都说了，把你当亲弟弟看待，以后再跟哥这么客气，我可就生气了。得了，李哥，这次是我的不对。烦老弟，那这次可就要拜托你了。李哥，你就放心吧，这可是一个接触张大义的绝佳机会，万一过了这个点，他又能吃了，岂不是白白错失良机？经常摆摊的小民们都知道，菜市场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而这伙人不摆在门口，却非要摆在肉摊旁边，还十分贴心的弄上了一个临时试衣间。大结实了，一会客人试衣服要是他了，为你们试问。好的，房哥。小伙子，你们这是在卖什么菜啊？我们不是卖菜的，是卖裤子的。活久见，还有在菜市场卖裤子的。这位大哥，你可不要小看这条裤子，在这年代可是独一份，不仅宽松又耐穿，而且散热性极好，哪儿都说好。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那能不能试一试？也不知道合不合身。可以的，大哥，这边有试衣间，穿上去要是不舒服不方便，这大裤衩我白送你。男子动作麻利的走进试衣间，换起了裤子，没一会就换好大裤衩出来了。嘿，还别说，既宽松又舒适，还又好脱，就算流汗了也不碍事。小伙子，这大裤衩我要了，多少钱？大哥真是好眼光，这每条裤子可都是我们厂熟练女工一脚一脚踩缝纫机走的针。您看这做工这质量，卖您6块钱不为过吧？但是今天我们厂给男同志送福利，不要6块钱，不要5块钱，只要3块9毛9，这条大裤衩您就能带回家。哦，小伙子，听你这么一说，感觉还挺实惠的，只要3块多，穿上去感觉有股凉风从下而上，整个人都透心凉了。不过我还是感觉有点贵啊，能不能再便宜点？这位大哥，咱可是青青制衣厂生产的裤子，咱县城的5大制衣厂之一，那可是公家单位，质量有保证，要不是心系劳动人民才给的低价，不然价格还得翻上一番。成吧，要不是看这是青青制衣厂生产的，我还不买呢，就腿上这条了。中年男子1毛2毛的数了3块9毛9的毛票，给你小伙子拿好喽。谢谢大哥，您慢走。各位老少爷们，这大裤衩可是为咱男同志量身定做的，在这大热天干体力活，咱能把上衣脱了，还能脱裤子吗？那不就成了流氓了吗？您只要穿上咱这大裤衩，既凉快不说，还干啥都方便呢。阿凡大着嗓门吆喝着，顿时吸引了不少人。这80年代做生意摆地摊都是畏畏缩缩的，哪有人像他这样笑话着卖东西的？纷纷驻足观看。小伙子，给我来一条。给我也来一条。这大裤衩看起来还挺不错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咱这大裤衩可是限量款，只有咱这一家卖，并且只卖3天。阿凡直接来了个限期销售，顿时让那些犹犹豫豫的人不再犹豫，生怕自己买不到一版，纷纷加入了抢购的行列。小同志，给我来一条。咱家男人每天下工回来都抱怨，天气热的裤子都湿透了，干活的时候粘在腿上十分的难受。大姐，您丈夫娶了您，可真有福气。对了，我这不仅有大裤衩，还有女子穿的7分裤，穿上去特显腿长，配上的确凉的白衬衫就更显身材了。您要不要试穿一下？看上去挺时髦的，可我要在哪里试裤子啊？阿凡回头指了指那临时的试衣间，没成想试衣间排起了长队，全是男的在那等着试穿大裤衩。应该再搭一个试衣间的。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离开这里，这里是卖菜的，不是让你卖裤子的。一个红袖章来到阿凡的摊位面前，呵斥着阿凡几人。这位大哥，我们是青青制衣厂的，这就走。赶紧一点，一会要是被举报了，公家单位的可要来抓人了。好的，好的，马上就收拾。
回到制衣厂后院，阿凡盘点着今天的销售额，带了150条大裤衩，卖出去了130条，那就是510块7毛。七分裤才卖了6条，毕竟谁家女子会跟一群男的去挤仅有的试衣间呢？得想个法子啊！这时，杨文静给阿凡端来了一碗白开水，有点烫，等会再喝。好的，谢谢媳妇。阿凡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杨文静，咱家的媳妇就是好看啊。哦，对啊，男人买东西差不多就行了，但女的不一样，天性爱美，只有穿在身上感觉合适了，才会下决心花这个钱。摆地摊条件有限，咱不如搞一波时装秀。可模特从哪来呢？这不就是现成的吗？什么现成的？媳妇，我想请你帮个忙，好不好？帮忙？帮什么忙？这还是他改变后第一次让我帮忙，我能帮得上吗？是这样的，媳妇，今天不是去肉联厂摆摊了吗？阿凡将来龙去脉跟杨文静说了一遍。我能行吗？媳妇，这是非你不可啊！别，嫂子还在呢。嫂子在怎么了？你是我媳妇。不知羞，我去帮嫂子忙了。杨文静逃也似的离开了。得找3个类型的女子，20岁、30岁，还有40岁的，这样才更有说服力。阿凡来到制衣间，海选一般的转了一圈。妮儿，你出来一下。阿凡将妮儿喊到制衣间外。妮儿，这段时间在制衣厂可还习惯？习惯，特别习惯，一天还有3顿饭，每顿都能吃得饱，还有钱拿呢。那就好，你跟我来。阿凡带着妮儿来到了宿舍后院。嫂子，文静，你们出来一下。妮儿过来了。听到动静，李红和杨文静2人从屋里走出来。我想让妮儿试一试7分裤，明天一早去百货大楼那边展示。阿凡从驴车上拿了3条7分裤，递给杨文静和妮儿，让他们去屋里换裤子。没一会，妮儿就换好裤子出来了。呀，妮儿穿上这7分裤，就像县城里的姑娘一样，这大长腿，这翘臀，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嫂子，你也去试一试7分裤吧。这是县城里女子穿的，我配得上吗？嫂子，阿凡说了，他需要模特，模特就是。杨文静就是了半天，一时忘了阿凡说的模特是啥意思了。模特就是将衣服穿在身上展示给别人看的。对，就是这个意思。这我不成啊！妮儿才18岁，个子高，身材好，穿上这7分裤好看。你看我都快30的人了，手上都是老茧，皮肤也不好，哪能当什么模特啊？李红嘴上虽说拒绝，但眼里又有一丝希意。哪个女人不爱美啊？嫂子，你听我的，我给你收拾一下。女人最懂女人。妮儿穿上7分裤出来的那一刻，李红的眼睛都直了。杨文静拉着红着脸的李红进了屋，捣鼓了好一会才出来。嫂子呢？哎呀，猴急什么？马上就出来了。